无所谓境，动静啊，不移其念，有动有静谓之意，无动无静啊，谓之妄。意妄啊，皆不离此解体，故曰呢，意妄如一。如是则名为入所能言定。故曰呢，当自处处入三摩地。此次呢，就是离知念之妙觉心，入一切三昧，就是正定，无非离念。若不唯不落呢，所能言离念之究竟也。是故以所能言为三昧网。以上已将魔之因缘及安禅之次首说明。那我们呢又回到这个86页是吗？各位学生，我们又回到呢86页那个左边啊，第二义。我们今天呢，就是把第一义那个能修之心从头讲到尾。那尾巴呢，就是在我们刚才看的136页的那个地方，那个是第一义能修之心。那现在这个第二义就是所修之法。这样明白吗？那我们这个第二义所修之法，留待呢下个礼拜说。我们剩下呢还有13分的时间给各位提问。各位先生，今天讲的听懂吗？有没有比较慢的？有没有人要问啊？剩下13分而已好，请说。好，请说。到他恼心怒之相，那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所以要立事修正。那因此只要有讲说，举例一下他立事修正到底是哪些？好，请说。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阿难他发心就是要让我们这个末法的众生有一个修道的方法。所以要他都这个比较这个故意视线比较低的那个层次然后就是从他的那个实际的那一些经历来引起说像我这样的话要怎么修才可以成就。其实那个阿难的程度都超越这一些啦。可是他要佛来讲，因为佛讲的那个力道就不一样了。所以就变成有我们那个顿教法门，也有那个渐修法门。那因为这个是要流传给我们末法众生，所以不能只有传那个顿教，一定渐修的也要讲。那我们等于是佛教本身来说的话，对渐修的比较重视，那对那个顿悟的他们都不提倡，因为那个他们从一进入那个穿那个袈裟开始要早晚课都10年了，然后到10年到20年之间才稍微能够了解一下那个真理，然后到20年到30年之后才可以看经已经经过太久了你叫他说修顿教法门，那他会想说我30年都给了所以就不传那个顿教法，都是传那个渐修。那渐修呢，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名目啦，它都有那个实际的你修到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形，都有记载都有实际的那个
就是有前面有人这样修了，有这样的成就了，那你按照这样去走，你一定也可以，就是渐修的话。那渐修我们知道有55个位阶啊，后面都会讲啦。这个第二义他都会讲55个位阶啦，怎么修都有说。那我们呢，因为这个可能让我们再个30年，各位浅显，30年以后，我们再来看经的话，会怎么样？闷了很闷。今摆你看到用要维护啊，搁听后30年，哇，那个更没有指望了。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顿教的法先很详细的先讲因为这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可以做的，只要你有心的话，都可以到达那个是在我们是有心的还是不想？大部分都决定在我们心里面。心里面的决定那个外表你就可以克服所以那个顿教的，我们就先把它详细的说明。那底下呢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讲那个就渐修的法门的那个就是要一个一个位阶由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释迦行，然后实地，一直到妙觉等觉，这样55个位阶啦，全部有佛都有说，所以我们先把那个顿教的先把它完整的讲，所以才会跳到后面，那个就是因为要我们了解到那个顿教的后面的结果，那渐修的那个讲到那个如来把座的时候就已经讲完了啦，就没有了，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有8分钟，还有。好，你再问。就讲后前在多换你放下跟边缘说的时候，在多换你放下要靠背，那很快身体就会往后旋转。可是，在做左跟圆通的时候，身体却是如此不动。那为什么做这种不一样就是状况会差很多？好，请说。因为可能你那个全身的脉络还没有通畅，通畅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样做，它都不会动。那我们因为开始把精神这个收回来，我们身体的能量会增加。那以往我们没有能量的时候它不会打通我们那个阻塞的脉络，不会了。那现在能量增加以后我们只要静止状态，静止状态的时候我们那个能量它自己会把我们那个阻塞的脉络打通，一打通的时候还没通之前我们身体会动而且各位要了解那个动都没有固定的那个什么样的那个形式。假如说它是往上动我们也是往上往下往上往下。那假如说它是往旁边的脉络阻塞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往旁边的有时候是会圆的转，有时候是会环的转，都不一样的那个形态。只要你那个脉络通了，你就静止了啦，都拢点点袂叮当假如说全部身体都已经通了，只有头部还没通，那身体都不动了，一个头在动，那个都没关系只要它通了，它就会停止了，就会没事了，都没代志因为说我们做那个万年放下，就是已经把我们那个自己对身体的那个执固执放掉了放掉以后它那个能量就会把我们那个脉络打通，身体会比较健康那个也都是好事啦你也不要去阻挡它。那个做耳根圆通是因为我们的佛性要跟虚空融合一体
所以那个时候哦会比较笃定，哦就不会动。那我们因为万年放下的时候啊，没有说要启发佛性出来跟虚空合在一起嘛，所以它就会在身体方面的动作会比较多，是这样的。还有吗？还有分钟？好，请说。各位女人师好，各位你好，大家好。或许想请一下，在万年放下的时候，容易不看，是不是就不会受到那个声音的惊扰？我们要知道这个万年放下以后啊，状况会蛮多了。那各位要了解那个所有状况也都是眼里面的一环，所以也都全部把它放下，你就不要管，这个有时候啊，有人会来给他恭维啊，是不是眼？你不要管他嘛，你既然做法门就要专注啊，做一个法门。就不要管他。你看到什么形象，不要管他，那也是眼呐。万眼放下嘛。我们这个切身的问题，一眼都放不下了，那眼怎么放？就是说，所以放下跟虚空融合之后，是不是比较不会受到那个周围的事情的侵扰？因为你的心已经在顾忌到说，我会不会受到这个附近这个所有环境的那个干扰，有没有眼啊？是说，如果说已经融入这个虚空中，就不会受到周围的事情的侵扰啊，因为都已经就是说融入，那就是把周围的事情都看作是正常的，是这样。所以你要了解真正的你到达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做得很熟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思机有容现啊，了解吗？就是你在家里面这个就是没事在家里面住，可是你的神通万物啊，那个就是你做久了以后啊，自然而然呈现。你唔免处理啦，唔免处理去看外口的代志，嘛唔免看报纸，嘛唔免看电视，但是你拢会知，就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是看报纸、看电视啊，有报道新闻啊，会知影一寡代志。可是你到达万年放下做得很熟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神通万物。你的神啊，跟万物啊，都已经通达，有什么代志你拢会知。所以啊，之前我们有讲啊，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那个就是万年放下，做了久了以后，自然而然呈现的功效，自然都会有了。当然不会有被外境干扰啊，外境怎么样你都不管它了嘛。所有外境也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啊。还有1分钟，有没有要问的啊？剩9分了。好，请说。好。这个修行讲的就是老师所讲的，表示修行一点。所谓老师分个就在跟从26是所谓，关键那是表示修行，不管是要修一点，修一点钱。对，那个26时钟就是我们时时刻刻整天都要守住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好，下课了。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人，大家好。
多谢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86页，左边第二义，对不对？各位都讲说呢，讲得太快，会不会太快？有一点，我们等到这个第二义啊全部讲完以后呢，再把那个第一义啊，我们又这个复习啊，重讲一次。这个第二义就是所修之法。那第一义啊，就是能修之心。能修之心呢，就是顿教法门。那么第二义这个所修之法，就是渐教，渐渐的来修啊，要经历55个位阶。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讲这个第二义。那第二义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等呢，必欲啊，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就是呢，一定要发菩提心。那以菩萨圣，菩萨圣啊，就是最上圣，最上圣呢，生大勇猛，就是精进啊，不退的心。那么决定啊，去坚，去啊就是去舍，放弃。坚啊，坚一样的就是把它呢布施了，只有为相，一定呢就是要去掉啊所有的有为相，有生有灭呢都是有为啦，有所作为，这一些呢都要把它这个去舍掉。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尽量啊就用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个呢就是无为，用无为啊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用受苦。应当详审，详细的来审查，烦恼根本，我们呢这个详细的来审查这个烦恼的根本。各位前贤，烦恼的根本啊在哪里？这个无始以来啊，此无始以来，花业啊论生，就是啊我们造了业，花业，这个起后造业，然后造业以后啊，就落入凡尘啊，要受果报。那个诸论啊，我们生在凡尘的原因呐，花业呢论生，那谁做啊？谁受？各位先生，谁做？我们自己呀，这个造了业，自己要去接受了，自己做呢，自己受，所以要了解到，这个。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就是从那个时候无始以来，那个很微细的造业才落入凡尘。那佛就跟阿难讲说：汝修菩提呀，若不审观烦恼的根本，则不能知啊虚妄的根尘啊，何此颠倒？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烦恼的根本，烦恼的根本就是在我们的六根六根呢就是烦恼的根本。我们六根面对六尘，就产生六识。那我们从六识之中啊，我们就起后造业，那因业就要受苦，所以那个烦恼的根本啊，就是我们六根。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要阿难及大众这个审观，审查观察烦恼的根本，
假如说不知道烦恼根本的话，则不能知啊虚妄的根尘，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六根六尘啊，根尘啊，都是虚幻不实在的。我们有身体以后啊，才有六根，然后面对啊六尘。那假如说我们都是在佛性本体之中，没有六根，然后也没有六尘，就不会啊造业。所以呢，要了解说希望根尘啊何处啊颠倒，哪个地方呢颠倒了，处啊尚不知，处就是地方所在，地方所在都不知道，云何降伏啊取如来位，怎么样降伏啊我们那个烦恼的根本，所以啊我们呢一般呢都讲烦恼都从住相而来，有住相呢才有烦恼。那假如说我们不住相啊，烦恼就没有。那我们住相，各位先生，我们住相啊，根源在哪里？为什么会住相？所以我们就是由于有六根呐，六根然后面对六尘，六根对六尘啊，我们就一定呢有这个思手，看到形象，听到声音，闻到气味，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烦恼就跟着来。所以假如说没有六根对六尘烦恼就没有发生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有六根面对六尘，所以才有那个烦恼的根本。那底下呢，佛就讲，那汝观世间解结之人，要讨解的人，不见所结因何知解？不知道呢那个结，那个怕你都一样，要安怎讨？因何知解？所以这边呢，就是要找到那个根源。那么不闻虚空被汝毁类，何以故？空无形象无解决故。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跟那个上根的人讲，所以呢，这个虚空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会被我们那个毁就是毁坏，裂开。我们佛性本体不会被我们毁坏裂开，就是不会被我们破坏。为什么呢？因为空，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没有结，袂怕感，嘛唔免讨，了解吗？我们的佛性没有结，不怕感，也不用解开。那么底下呢就讲我们凡尘的凡人，则汝现前眼耳鼻舌及以身心，就讲到呢我们六根了，六为那个贼魔，六个就是贼的媒人劫的媒人就是要牵引那个劫来偷东西所以我们在那个前面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阿难讲说，汝心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全了，有没有？然后阿难回答说，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行足，我将能推者就是以为我的心然后被佛说阿难斗，那个斗就是骂人的意思啦。可是佛的骂人很文雅，斗只有一个字一个口字边在一个出那个斗此非汝心
直接跟阿难讲说这个推穷行主不是你的心。那阿难就问了，这个不是我的心，当名何等？一背后就想，佛就讲，此为这个前尘希望相想，破汝真性，犹如无始自以今生认贼为子，思汝延长，故受人转。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完成的景象，前尘希望相，然后想，我们从这一些呢不实在的形象然后起念头，把这个认为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认贼为子，这个就是贼，就是我们的六识了，六识就是贼，然后呢六根就是贼媒，贼的媒人这样了解吗？敢会真深？不会真浅有贼搁有咧牵贼来偷摕物件的人，这样了解吗？所以六根呢就是贼媒，然后呢六识就是贼，安尼就知影啦所以我们从佛那个讲的那个内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六识就是贼，六根就是贼媒，所以这边六为贼媒，自劫家宝，自己偷盗自己的家宝，这样了解意思吗？由此无始众生世界生产福就这样我们太久了，这个无始就是没有开始的时间就故一劫，只有我们这一生前生又前生已经轮回几千万次了，那个无始，无始以来我们众生世界生产福就是被它围绕绑住了。那么一气世间不能超越，这个去就是看得见的东西叫去，那去世间呢就是我们看的所有万象都叫去。我们之前有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去。这个形象的下面就是全部万象，那形象的上面无形无相，无形无相就是道，然后有形有相就是去，然后我们都追求去，不追求呢那个形而上的道，所以这边这个世间就不能超越。那么底下呢就小的字来解说。第二义呢所说的是见教位阶，有55个位阶。第一义是顿教法门，能修之心。第二义呢是所修之法，内容不同，它的内容全部都不同。那么凡发菩提心修大圣者，就是修菩萨圣，那个大圣。那么决定兼去，兼除舍去去舍凡夫之有为相，有为相者即有心所为之事，易除有为者，应当呢详细审查烦恼的根本。那烦恼的根本就出其无明的业相。那么论生呢三界的一个原始开头。那么随作者即随作无明业，随受者即随受三界的生死。
那么咒呢，是6根，那么受啊，一样也是6根。凡夫呢，以6根为实有，都把它当作实在有。若烦恼根本不明，烦恼的根本不知道，则不能呢知根尘希望颠倒这个知见取于何处？处上不知允何而能降伏烦恼？岂如来未哉？所以一定要知道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此故取如来位如来起如来的位，所以悉要降审烦恼的根本。无始花叶真，就是我们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花叶，然后才论生。那么即是呢，水跟土相合，为烦恼的根本。水土相合是比喻的。我们佛性本体好像清，那个清水一样，那个土就是呢，我们落入凡尘以后那个土沙，就是误会。所以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是一个因，已经因造成了，果报就会呈现。所以这个是烦恼根本。那么欲绝生死我们要解开这个生死，不被生死这个绑住必须要呢心境相离。可是呢，我们做功夫的时候我们都讲心境一如。之前我们都时常会提心境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可是呢，我们要解开生死用那个所修之法这个第二义就是一定呢心跟境不能掺在一起。心里面不能有境，心里面有境我们就住相，住相以后烦恼就产生了所以心境就相离。所谓这个离境者对境做空观，所有的境都是空是为入佛第一要门把外面的万象都当成空都是假的，这样就不会住相，就没有烦恼。那么凡夫有为的色相有结，然后有结，有感，然后有套有解开的时候，那么知佛无为所有的佛都无为，好像虚空没有结也不用解开，有结而易结者有感要套，必知结之所以然。一定要知道那个打结之所以然，为什么会打结，而后方可以解开。不见所结，因何知结？就是没看到改变那套。一即不知烦恼根本，不能呢除烦恼。那么六根为烦恼贼之媒，勾引烦恼，觉这个强盗家中的真性，而为外尘。有无始精明之心以四大所有风土相知这个就是结之所生感生出来所在。亦即呢沙土出入境随时也。是故众生于气世间不能超越。底下呢这个佛就解说阿难，因何名为众生世界？什么叫做众生世界？世为千流，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千流。界为方位
东西南北方位。如今当知啊，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呢为界，世界的界啊就有10个，过去、未来、现在啊为世，所谓世界。这个佛在解说呢都很详细啦。我们一般假如说问什么叫做世界？世界的世界你不知道，我们都是会这样回答那佛就详细说世啊，就是时间，界啊就是空间，所以有时间，然后有空间，那么方位啊，有10，这个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方位有10，然后流逝啊有3。就是过去式、未来式、现在式。那么一切啊，众生之妄啊相成，就是这个空间跟时间啊，相交织，然后啊，形成，已经形成了，身中啊冒迁，我们在我们的身中呢，贸易啊迁流。世界啊，相摄，世跟界啊，交涉，互相的交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身上啊，就是有世跟界啊相交涉，相交叉啦，世界界相交叉，而此界性啊，虽摄十方，定位可名啊，世界子目啊，东西南北。这个虽然有这个十方的这个界限，定位可名呢，我们非常明显可以知道啊，就是东西南北，然后这个上下上下没有位啊，中呢中没有定方，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呢，它都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方向。只有东西南北啊，有固定。那世必明，就一定呢，了解。那么以世啊，相摄，跟世啊，相交涉。三世四三婉转12，三世啊，跟四方，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然后跟呢东西南北，互相交涉。交涉呢3世或是4三，以世入界，还是以界入世，一定呢都是12，4三3世呢都是12，然后呢流变3叠，10百千，那个10就是12，然后百就是120，千就是1200。那这个呢，我们详细了解，这个12啊，我们容易知道，这个4个东西南北是界，然后3个流逝啊，过去、现在、未来是世，那之前呢，我们时常有提说时事古今啊，不离当念，有没有？我们现在把它深入了解，这个过去、现在、未来3世，那3世里面各有3世啊，过去世有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3个，然后现在世啊也有3个，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然后未来世又有3个，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加起来啊就有9世。那9世呢，再加上我们根中那个了了分明的1世啊，就10世10世，这样了解吗？我们10世，所以佛学说不要有3心的话，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我们呢这个当下佛性圆满呈现，可是我们
很容易呀，这个脑筋呐就想到过去，然后策划未来，然后把握现在。这个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落入三世摄受。那这边因为它是我们的六根所缘呐，我们六根缘什么？就是缘这个三世四方。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所缘的三世四方，然后它呢把它详细的内容都呈现以后，我们了解说原来我们周遭整个我们周遭整个有1200功能得用。这边佛就讲说，开始是婉转12，只有各位而已然后呢流变三叠就是我们现在以是色方就是世界，然后进入这个四方四方里面各有这个三世，然后我们就了解到每一世又各有10方，每一方又各有3世，了解吗？可能因为或许看这一段的时候很多的那个讲解呢都不同内容了。那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从佛讲的那个根源来了解，说离不开这个三世跟四方，然后三世四方是我们的六根所去缘，就是我们要跟四方接触就远离三世四方所以一世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里面就有10世，然后方有10方然后我们第一叠是12，第二叠第二叠就是把那个12又每一个都有这个10方，每一个又都有10世就变成了12就变120，那120又再变3叠，第3叠的时候又增加1倍120就变1200它的内容都离不开三世跟四方就是我们六根所缘的这个三世四方所以佛就讲那个依实百千是概略他把那个领的都没讲。那么总括始终六根之中，我们六根之中各个功德有1200我们六根呢功德功能得用有1200。然后呢佛就跟阿难讲，汝复一中克定忧类因为我们六根有忧，然后有类如言关键后暗前明前方前明，后方前暗左右旁观2/3统论所作功德不全，就是我们的眼根没有办法到达1200，东西南北各200，然后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100，这样了解吗？我们眼睛眼根看到前面已经有200，然后看到东南，我们以南方来算，我们的前面东南西南，这个就又200，然后左右我们左右这个旁观又很清楚又200，这样了解吗？
啊后面前按，咱后边咱的眼根啊后边看袂到对不？就切少200，然后这个西北东北啊又有各100，啊就各比加起来啊总共都400，我们400啊就没有办法这个看到。各位前人这样听懂吗？前面东西南北各方呢有200，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100，然后我们了解说，我们前面看了200，然后这两边看的又很清晰啊，就200就已经有600了，然后这个东南这个东南西南这2个100，是不是已经啊我们眼根的功能得用啊，就是这样，对吧？然后后面看不到200不见了然后呢东北西北哇又各100又不见了啊，你这样了解吗？就缺少400，所以3分眼功啊，1分无德，当知眼根啊就是800，本来1200嘛咱欠后边甲迄个后边的边啊迄个东北西北，我们以南为前方来说了。众生世界啊事呢为千流，过去啊现在未来，瞻视常流而不住，界呢为方位，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立定啊这个界限不移易啊。那么此世界在自性之中啊本无此事，在咱的佛性内底无这个代志啊。那么随着众生知妄，我们把那个妄啊已经改偏激已经知成了知妄啊那个相成。所谓呢有众生啊世界啊亦从之而有，有众生呢就有世界。世界众生啊两不相离，彼此啊依赖。那么四方呢摄三世啊，3世12，流变三叠啊，1时百千，6根之中呢各个功德啊1200，但是啊那个6个的作用不同，优者啊1200全部具备，劣者啊就是3分缺啦这个欠这个北方，然后呢东北西北3分缺，眼根啊为劣，只有800功德那么如耳周听我们呢这个耳朵啊可以周听十方呢无语，这个十方啊我们耳朵都听得到动若耳摇，这个动啊有这个声音耳啊就是近，摇就是远不管远不管近，然后呢见无边际啊有声音的时候，近的声音也听得到，远的声音也听得到，然后一静下来都全部没有声音的时候啊那个啊我们的听啊已经宽广到没有边际啊，非常的宽广。那么当知耳根啊圆满1200功德各位先生后边声音咱听得到的会啦不像眼根啊后边无快所以啊这边呢耳朵呢它就是幽啦幽呢就是公权。然后如鼻啊嗅闻咱的鼻腔鼻啊个也闻闻那个气味。那么通啊出入息我们呢这个呼吸出入息啊都能够通，有出有入啊而切中焦。切中焦就是我们那个出
啊，不是要换路吗？啊，那个中间有没有停顿？各位浅显，我们的呼吸呀、呼出去的时候，啊，要吸进来，这个中间有没有停顿？然后我们吸进来要呼出去，中间有没有停顿？这个叫切中焦了，一欠中了，然后谚语鼻根啊，3分切一啊，当知鼻根800功德，无完全啦，一欠1分，4分呢，叫有完全。那么如舌宣扬咱的喙齿，那么这边不讲说喙齿咧讲物件，佛在讲说喙齿伫咧宣扬佛法，尽知世间呐，出世间智，所有世间那个智慧啊，我们呢都可以把它宣扬，用舌头把它宣扬。那么言呢有方分，就是有那个地方的那个土话，然后又有分这个英文、国文、国语啊，英语、德语、法语，这样了解吗？它有分啦，有方分，又有方言。那么理啊无穷尽，就是啊，不管是哪一种语言，来讲这个修道的道理啊，都没有穷尽啊，可以尽情的发挥。那么当知舌根啊圆满1200功德，喙齿啊拢会当讲啊叫圆满，1200功德功能得用。那么如身接触啊，适以委顺，我们身体啊能够感觉那个触觉，那么适以啊我们适以委顺，这个认识啊那个委顺，委啊就是讲今嘛这个热天啦，你切泡面油啊，安尼叫做委啦。若顺就是讲即马热天人，咱拢穿安尼薄薄啊真凉的迄个衫，安尼叫做顺，这样知道吗？所以佛在讲，我说白话啦，说白话嘞。何时啊能觉离中不知？咱若清咧，还有这何时啦，它都能够能够感觉到，对不对？可是假如说离开我们的那个身了，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离中就不知了。离开我们身体的都唔知啊，离一啊合双，愿以身根啊3分切一啊，当知身为800功德，完了无搞无完满。那么如意啊莫容，我们的意可以莫容。就是含容十方三世啊，我们十方三世意啊都可以莫容，都可以把它呢融在我们意念之中。那么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这个全部啊都能够莫容，唯圣与凡无不包容，不管是圣不管是凡全部啊都包容。那么尽其牙际啊，就是天涯那个国际当知一根啊圆满1200功德，可以圆满1200的功能得用。而那如今啊意逆生死欲流，反穷流根啊，现在啊这个顺流。顺流就是眼尘啦，逆流就叫造现。顺流啊，就是跟凡尘攀岩，然后逆流啊，就是把精神收回来，就叫造现。这样了解吗？说逆易逆啊，生死欲流，就是不要在生死里面打滚了
反穷啊留根，就是呢要反过来哦，我们呢这个啊根源它是什么根源啊？跟着这个预流，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返回来，一直啊到不生灭，智啊不生灭。当业呢此等啊六受用根，就是我们的六根，随合随离，随深啊随浅，就是要我们勘验啊我们的六根，跟我们比较能够合，然后啊随离，已经有的是离中之啊，有的是合中之，所以我们要了解啊，那个啊合中之就很难修了，离中之就很好修了，所以离，这样了解意思吗？合作会要修就较歹修啦，那离开要修好修。你像我们眼，这个耳根啊，这个啊就是都呢没有跟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听到外面的这个声音啊，是不是都离开身体，离开以后，然后知道外面的所有声响，所以呢那个叫离中之，然后合中之啊，就像呢我们这个呼吸之中合了输入来分出去，那个要你跟身接触合在一起，你才知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正在想还是？因为正在想也回答不出来不知道也回答不出来啊。可是这样都各位是墨龙嘛？墨龙十方三世。那么随深随浅，什么人深啊？就像那个意，意呢就很深。然后什么人浅？我们那个耳根啊就很浅。那么水为圆通啊，水不圆满，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圆通啊，就是耳根，耳根最圆通了。那水不圆满，这个就很多的这个六根剩下大概都不圆满。那么若能以此啊，悟圆通根，逆彼无始啊，知妄业流，就是逆，不要呢再顺着，我们顺着凡尘的话，我们就在六道轮回啊就没有停止。那假如说我们逆那个无始以来，我们知妄，把那个妄啊偏知，然后起后造业，流转于六道，知妄业流。那么德行圆根啊，与不圆根，佛就讲我们能够找到呢那个圆满的根来修啊，跟不圆满的根来修，路皆相悖，就是一天之中啊，就成效啊很大那个不圆满的不圆通的就是一劫之中啊，你都还没有成效出来。所以相差很多了不只有一倍。那么我今备显啊六赞圆明，释迦牟尼说我现在啊全部都把那个六根整个都显现出来了。六赞圆明就是我们六根啊那个整个啊那个全部都说明本所功德，六根的功德事量如是啊，随汝啊，详者，随着你来详细选择，其可入者啊，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可以进入的，你哪一个根啊，可以修行，可以进入的，那释迦牟尼佛就会呢，这个详细的说，发明，发现明了。
令汝增进。那底下呢就讲十方如来于18界一一修行皆得圆满。这个十方如来在这个18界6根6尘6识3618这个18界一一的修行皆得圆满。无上菩提拢会圆满无上菩提，以其中间亦无优劣，中间也没有说好跟坏，但汝下列就跟阿难大众讲，我们呢程度不够，根器没有很好，就是下类，未能于中不能够呢在我们的那个佛性中圆自在慧，圆融我们呢自由自在的智慧，就是没有办法圆自在慧。假如说有办法呢圆自在慧的话，那就不用再这个选择那个6根来修持。故我宣扬，令汝但以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6之根一时清净。所以我们就了解佛呢苦口婆心就是要阿难自己来审查观察。那么阿难白佛言：世尊，因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6根一时清净？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想法。为什么只有一门6根是6门怎么可以一时都全部清净？那么佛得昧3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所以或许因为讲到这一段就呢详细的把那个见后思后以62件我们呢手上都有一张，那我们呢就看这一张了解说见后这个动尽了以后就是须陀洹，就是入流进入圣贤的末流，已经那迄个仙魂拢白斑啦，已经要行入去迄个仙魂的位所以叫意流，入流的意思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么详细的内容要怎么做才可以把那个见后全部呢都清除掉，就在这里面。所以一念无明落入凡尘，才开始有身体。那么有身体产生的见跟思，皆由现象出发。我们身体产生的那个见跟思，所以见后思后都是迷惑了，偏离真心佛性本体，都已经偏了，离开了佛性本体，故称为后迷惑。那么见后呢为见觉上，思后呢为思想上，迷离就叫见后，迷事就叫思后。那么见到所断之理谓之见后。我们呢要见到了，可是被那个这个迷惑把我们见到的心断掉，所以见后全部能去除掉了，没有了，那个才叫见到位，已经见到道的位阶了。所以进入那个见修呢，修到什么程度都有一个位，都有名称，所以见到所断之理谓之见后。以见后之故不达于四谛，就是苦集灭道的真理，起种种的邪见，
那么修道呢，所断之事啊，谓之思后。以思后之故呢，作善恶之业，而流转于六道。那把见思恶后啊，全部断尽，证悟真理，出离三界。所以呢，说见后思后啊，是生死之因。先断见后啊，88时为见到位。那个已经见后断尽了，叫见到位。译名呢得出国须陀洹，就是阿难呢，他已经得到须陀洹果。称呢入贤，那个圣贤的末了。那么吃断思惑81品为修到位。所以那个见到位啊，跟修到位啊，不一样。译名啊得这个阿罗汉，证啊，无生法忍。那么可以断掉见后与思后啊，也叫做无学，也叫做无漏，不漏在三界，不漏于三恶道。所以我们了解说，无学啊，就是无法可学了。所以这个这个也算蛮高，在凡尘来讲，蛮高的位阶。那么详加研究啊，88时和81品的详细内容，由迷离引起的五力识和迷事啊引起的五顿识延伸而成。什么叫五力识呢？就是第一个身见。我们的身体产生的见解啊，身见。我们见到的时候啊，被这个身见断掉了，非常锐利。那么第二个边见，边见呢，就是两边之见啦。你讲安尼，我讲安尼，一人讲一边，你讲善，我讲恶，两边之见啊，叫边见。我们凡尘啊都是这样，两边呐，都走入两边。那么第三个觉起见，就是举不合理的境界，那个叫戒起见。那么第四个啊叫做见起见。见起见呢，就是还没有领悟啊，说自己领悟了；还没有证悟呢，说自己证悟了，这个叫见起见。那么第五个啊叫做邪见，说没有因果报应，那个很厉害，邪见，这个五个叫五力识。那么此五相，后性锐利，见到时啊，被此啊断之，被这个五力识啊，咱要去就到啊，去有这五个咁斩上去，故称为力识。这个识啊，就是七识区域的那个含义，识。那么五顿识呢，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个慢就是骄傲了，贪嗔痴慢疑呀。佛性里面都没有这个啦，可是我们习性里面全部有贪嗔痴慢疑呀，全部有。那么此五相啊，迷执于世间之事物而起，那么其性呢钝而难断，很钝。刚才那个很锐利，这个是很钝。那么修道时啊，被这个五钝识啊卡住了，故称呢钝识。五力识、五钝识呢，这个做本后。根本的迷惑了，本后，那么疑皆名啊随后，剩下呢都叫随后，随着迷惑。那么88时呢是迷于四谛真理啊而起，四谛啊苦集灭道，那苦下即一切，就是那个苦。全部五力识、五顿识啊，全部有。然后呢，极地灭地啊，各除三。那么道地呢，除二见。
上界色界跟无色界不行嗔，就是没有嗔心，即是苦地具备了五力识、五顿识全部。那么极地者就是我们的业因。为什么会受苦就是有极地有业因。业因还没有身体，所以故无身见。无身见故没有边界，没有两边之见，以及没有戒取见。那昧地呢和这个极地相同。那道地呢没有身见跟边界。那底下呢就把它呢列出来。苦集昧道，苦有10个10，集有7个，昧有7个，道有8个，那总共呢有32个。那经历3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界不行嗔所以那个五顿识里面的那个嗔全部呢都去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苦集昧道各减1个，有28识。欲界呢有32，色界呢有28，无色界呢有28，共88识。所以见后就是88识。这个88全部都断尽了就叫出国须陀洹。各位这样听得懂吗？懂不懂懂可能呢我们之前都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知识啦，所以会比较不了解到它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了解说详细的内容我们知道了以后才知道怎么修了。假如说详细的内容不知道做唔对我唔知所以会浅显我们那个慢就是骄傲各位浅显我们有没有？很多人会想我哪有骄傲都会这样想，对不对？可是只要当人都有那一种骄傲。尤其各位先生，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那个骄傲更多嘞。为什么？因为比别人知道的多了。知道的多都真了掰，可能都不承认了不过你在这个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看有没有这个现象一定有的啦。只是要慢慢把它呢这个清除掉。我们呢就要想从那个大的方向来想，既然落入凡尘了，落入凡尘就是有造业了，那有什么好骄傲的？那假如说我们全部了解心理心法，了解上乘佛法，然后修到最上乘，已经证悟佛性本体的成道成佛，那也没有骄傲的本钱。为什么？这么多的众生都在苦海沉溺你不想度他吗？有没有骄傲的本钱？没有所以我们就要想我都已经没还顶再受苦了有什么好骄傲的？再怎么有钱，那也都是短暂的现象。我们要知道那个是我们以往所造的善得来的福报，那也只有一点点享用一下就没有了没有以后你再不种的话，再来就要受苦了所以要了解到凡尘没有骄傲的地方有钱不值得骄傲很快
加到中肉的那个多的是啊，那纵然都一生一世都很有钱，那也没有骄傲的那个地方所在。毕竟啊，你还没有成道，还没有成佛，还要再来受苦啊，还在分段生死里面啊，所以我们了解，不用骄傲。因为里面为了要那个篇幅啊，所以很多啊都没有详细啊，一个一个说了。不过呢，答案啊，我们在里面啊详细看都会有，就是无力时、无顿时，然后就是这5个，我们有身见吗？有边界吗？有这个戒起见大概我们比较不会有，可是见起见大部分有时候都不知不觉呀，要没领我讲有啊啦，我领我啊，那个会自己啊会换到这一种现象。然后邪见可能我们也比较不会啦，说没有因果报应，这个我们大概都会否定它。这个无力时的部分，然后无顿时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贪嗔痴啊，可以说6大轮回久了，一定都有了。各位贪不贪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要真的无贪很难呐。贪不贪？各位假如说在内心在说我都不贪，说内心说不贪的人啊，想不想成道？想不想成佛？你想的话就贪了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到达透彻了解真理，就连成道成佛，我们也不想。可是各位要了解到，不是我们想，不是我们不想，然后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不是想跟不想的问题，而是你真正的到达了。你真正到达真理世界以后，没有对待，没有分别，那个时候啊，你说我没想要成佛，可是你的程度就已经就是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都可以去掉了，把这一些全部去掉，拢无爱，拢无爱，不是拢无啦，真正的你拢无爱外面的看的人啊，讲你都拢成就啊，都全部成就了，那才是真的。然后我们自己洋洋得意啊，那个都还没啦，还没有到那个状态。上面呢这个讲88时是始以见后，见解上的迷惑见后。那底下呢这个思后啊是81品，81品啊分成3界9地，每地9品。那么异界只有1地叫做五趣杂基地。五趣就是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这5个五趣杂基所以我们这个欲界有天道、有人道、有畜生道、有恶鬼道、有地狱道，五趣杂基地，我们欲界就只有1地那么色界有4地，第一个呢就是4地就是4禅，第一个呢离生喜乐地，离生喜乐地就是分段生死已经离开了，没有分段生死，所以离生喜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生喜乐，就是定力产生的喜乐，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离喜呀，妙乐，离开呢那个喜乐啊，进入妙乐。那第四个啊，就舍念清净。这个第四禅呐，舍念呐，清净。那么无色界一样有四谛，空无边处谛，是无边处谛，无所有处谛，非想非想处谛，所以这个无色呢已经没有形象了，只有那个识，我们认识的识啊，那个识在。那么欲界的那个五顿时是贪嗔痴慢四时啊为一品。那么色界跟那个无色界贪痴慢那个嗔没有了三时为一品。那么断欲界出第六品为得二果。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欲界的那个思后最难断。断那个六品，因为一地有九品，断六品为得二果，叫做呢狮头海。那么断尽欲界九品之后，得三果阿那含。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欲界的这个九品分成两次断。都有那个位阶，六品，断六品得二果，然后呢后面剩下的三品都断了，已经得三果。那剩下呢色界跟无色界的那就很容易断了，所以那个断八地72品的时候，就证悟四果阿罗汉。以即断了，断尽失惑81品，不再呢受生于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已经不来受生了。那假如说我们看到呢，有98随眠，那个术语，是见后88时，然后加本后无力时跟五顿时而来的译名呢98时，是烦恼的译名，因常呢随主于人，故谓之随。其体多微难知，如眠，像我们睡眠的状态，故谓之眠。70人入于这个三恶道。这个呢是见后跟思后。各位假如说还不很详细的话因为我们都有DVD， 然后 CD 跟 MP3， 可以反复你听，你只要肯用心的话，绝对很熟啦，都会了解就像那个智显禅师智显禅师那个一即忘手之那一个句这个还记得吗？那个智显禅师，他的师父龟山和尚跟他讲说，你还没有入胞胎之前讲一句我要记你，那个记就是受记你若讲到就要受记你会当行道。结果伊都袂晓，拢袂晓呢，要求龟山和尚讲甲讲。龟山和尚讲，我讲是我的你也无讲所以他就把所有研究的全部都烧掉。讲好我读得济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全部都烧掉，然后就行李打包就回家了。等来吃饭，那个时候他满心的灰心，故也就灰心呢，没有希望的，就回去。他回去处理环境或者不是讲，
那个割杂草的时候啊，去打到小石头，小石头撞到那个直子啊，发出一声咚，然后因为这一声他领悟了，他领悟以后才讲出一首句语啊，说一即忘手之。各要了解到因为他全部的心思啊都在修道，所以不知道真理很苦啦。他听出来那个声音的时候啊，他是演技则生，因缘际会啦。伊嘛唔知影讲伊会去扑到石头啊，嘛唔知影石头去讲到底啊，是不是因缘际会？因缘际会才产生，演技则生啊，演善则美。所以他领悟说完成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演技则生，演善则美。那当下整个佛性都圆满了，也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也没有现在心，没有。所以他就赶快回去这个沐浴就是洗澡，然后赶快穿新衣服，朝着龟山和尚的那个方向朝拜。说假如说当时你跟我说，就没有今天了。因为你当时没有跟我说，要我自己去领悟虽然当时是很难过，可是现在回不经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要了解透彻的真理，就是要用心。所以他就讲一即忘手之，更不加修饰，唔免修啦，已经圆满了，规个拢圆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平常就已经都时常在用我们不生不灭这心佛性，可是我们日用不知拢怎样所以才会这个会感觉到内心很苦，然后又向外，我们心又向外去追求，跟那个修道者相反。修道者就是要回光返照，要朝我们的那个内心来修才是正确。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用一点用点心。各位都还记得吗？那个智贤禅师的寄语都要赶快翻笔记拿出来看。一即忘手之更不加修之，动容扬骨露，不斗萧然机，次次无踪迹，声色外微矣。此方达道者显眼上机，有没有？我听较熟的嘛好啦所以他一急了以后听到这个演技则生，演善则美当下佛性都呈现，所以更不加修持，没修啦，圆满已经圆满了。他动容扬骨露就是动容，咱的面咧叮当面容咧叮当向咧互伊叮当，就是佛性嘛，对不对？发扬骨露返回到我们那个原来的那个地方所在我既然能有这个佛性让我们面容可以动就可以返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从骨露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动容扬骨露，发扬我们那个原来住的地方那一条道路然后不堕，不要堕入萧然机，萧就是因缘，然就是自然，不要堕入因缘，不要堕入自然，因缘自然都是细论所以不要堕入
然后处处无踪迹呀。我们要找佛性哦，你处处去找都找不到了，处处无踪迹。然后声色啊，外威仪，哦，有声有色啊，哦，你怎么修怎么做哦，那个都外面了，外面的威仪，哦，不能够达到了，哎，所以资方达道者啊，所有各方向、各个地方修道已经到达的显眼上机，就是最上的哈，哎，那个佛法，这样了解吗？很深了哈，然后我们呢，这个底下，哦，有这个62件，62件啊，我们在讲那个五浊恶世啊，那个见浊，哦，就是啊，五浊的第二个见浊，哦，第一个劫浊，三个烦恼浊，第四个众生浊，第五个命浊，有没有？哎啊，这个62件啊是10件轴，哦，那或许呢，哦，当时啊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哎，就把这个62件，哦，它落入有4目啊，哎，就把它写下来，说呢这个各经论啊所解释的哦都不同，那么唯多用啊大品般若经，哦，大部分人啊都呢一大品般若经，哦，活母品。和人王经的天台书，哦，啊，讲这个62件。那么大品般若，哦，就记载色受想行识啊五蕴。那么先呢，哦，记啊这个色蕴，哦，色为常，哦，第二个色为无常，色为常无常，色为非常非无常，哦。那么受想行识四蕴啊，哦，也是这样子。那么合计啊有20件，哦，可能当时啊，因为哦各位这个手上啊都没有哦这个资料，啊，所以听过以后啊不容易记下来。啊，现在手上有资料了哦，就容易记。哦，假如说呢这个要详细说的话，哦，受为常，受为无常。哦，受为常无常，受为非常非无常。然后呢，底下想，想为常，想为无常，想为常无常，想为非常非无常。行，行为常，行为无常。各位这样听懂吗？哦，了解哈。所以哦，就不用重复再讲，就说四蕴啊，欲染也是这样哦，就有20件。那么此事啊，过去五蕴啊，所记，哎，过去的五蕴哦，哎，所记。那么又现在五蕴啊，这个所执哦，我们现在的哦身体啊，这个受想行识五蕴所执啊，哦，色为有边。哦，色为无边，色为有边无边，色为非有边非无边。那其他四蕴哦也这样，合计有20件哦，就已经呢哦40了。那么在于未来五蕴啊哦之所见哦，第一个色为如去哦，色为不如去。色为如去不如去，色为非如去非不如去。那么其他四蕴哦也是这样，合计啊总共有20件。那么三世呢哦合起来就有60件。那么再加哦我们身跟我们的神精神为一子身与人为一，为一呀是一件，为一呀是一件，就有2件，总共呢62件。哦，这样各位就知道62件的详细内容，对不对？哦，62件。那么此62件啊，全部啊，都是边见，两边的见解，离不开呢断
常有无这范围。而天台宗的解释他是说色是我，离色而有我那么三呢，色为大，我为小我自于色中第四个我为大，色为小，色自于我中四蕴也是这样合起来有20。那么立三世呢，合为60，加常见跟断见共62是五力识之中的身见边见所属的。那么另外又有解释就是本觉本见末觉末见62见呢各呢随意说了随他们的意思讲出来。但是呢，讲出来呢，皆离不开四句的范畴都是在这个四句里面。若论呢这个涅盘理超四句涅盘经里面有记载说理真理是超越这个四句他就讲一义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边无边都是这个四句的范围。然后题绝百非就是100个全部都不对。四句之任呢但有言说皆无实义这个言说都没有实际的义理。而上至62见亦实以四句之任。若问佛，假如说我们问佛，世界有边也，无边也；世界有尽也，无尽也。佛都默然，不给予回答，拢不爱讲，伊讲迄拢无路用。四句直，第一个呢常，外道呢以过去之我及现在的我相续不断，持之为常。即斗于常见，都拢安尼还有这常见第二个无常，外道记我今生死生不由过去之因执为无常即斗于断见。这个一了百了就叫断见，都拢安尼迄叫做常见。两个拢无合理常见的不对，断见的不对。那么亦常亦无常，外道呢以上两句皆见有这个构思便记我是常，身呢是无常。若尔，则离身即无有我，名亦常亦无常。这第三个。第四个，非常非无常，外道呢既身有义故非常。我无义故非无常。那么非真理之言论皆经不起考验。那么人生呢很短暂，物以有限的光阴浪处在无义的见地里稍涉及对待的两边，急需放舍只要有对待那个呢都要放舍。保持呢清醒的脑海，关照人生的实相，返回本位。这个我们就是要关照人生的实相，就是不生不灭呢这个佛性本体。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佛告阿难如今已得须陀洹果，就是以灭三界众生世界众生世间见所断后，那个见见后它已经断掉了见所断后。然犹未知根中积生，积生就是利生一世一世直累积下来，叫做积生。
无始的西习，哦，那个呢，我们立生之中啊，无始以来，哦，那个西习，那彼习要因呢，修所断耳，这个呢就在讲师后了，所以我们这个师后就是啊，无始西习，要因修啊，才能够断。所以见后断啊，叫做见到位，然后呢，师后已经断了，叫修到位，修才能够得，修呢师后全部没有都断掉了，就可以得。何况此中呢，生住意昧啊，不计头数，汝今且观啊，现前六根为一啊，为六。所以这个何况此中呢，生诸意昧啊，分计头数，这个就是始以无明后，见思后，还有无明，所以这个无明啊，我们了解就是最难去断此的。那么底下佛呢跟阿难讲，说现前的六根啊，为一啊，为六。我们现前的六根啊，是一还是六？所以底下呢，我就讲，而若一者啊，假说是一，而何呢？不见，那呢？耳啊那无看到，目和不闻，咱的目睭啊那无听到，头须不履，咱的头壳那未行路。子虚无语，咱的脚内拢袂讲话，若此六根啊，决定成六，刚才那个是说一啦，现在呢说六根啊，决定成六，那佛就说，如我今会啊，以汝宣扬微妙的法门，现在楞严的法会，跟你讲微妙的法门。汝之六根啊，谁来领受？说你的六根哪一个来领受？阿难就回答：我用耳闻，我耳康在听。然后佛就问：汝耳之闻啊，何光身口？跟你的身躯、跟你的嘴啊，拢无关系。你嘴口来问意啊，升起清澄。你嘴会来问我这心理，身体啊有那个敬礼的动作，升起清澄。是故应知啊，应该知道，非一啊中六，非六啊中一，不是一啊六了。说是一是六都不对，说呢非一非六又不对了。所以啊佛跟阿难讲。中不汝根啊，言一言六，不是你的六根啊，原来是一，原来是六，阿难，当知是根啊，非一非六，不是一也不是六，由无始来啊，颠倒轮替，我们从无始以来，都颠倒，轮替，故以缘战啊，一有啊一生。这个缘战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做缘战，圆满战，那个是佛性的本体，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啊，一六啊一生，就真有一有六，如须陀洹虽得六消啊，这个须陀洹叫做入流。就是已经不进入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须陀洹，已经不进入六尘了。所以各位要知道说，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六根面对六尘，都互相这个发生作用。可是我们要训练自己事来则应。事气啊则静，不要我们六根对六尘以后产生新意识，这样了解
我们假如说学习呀，事来则应，事去则静，那这样我们就不攀岩，不跟凡尘攀岩，然后不造业，没有业，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啊，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做。事来则应，那怎么应呢？有一个刚好的轨道，刚好的方向，一定有一个刚好的，比较上策的，那个应这个事情，然后事情过了就抛开，全部啊不让它留在脑海，事来则应，事去则静，这样我们就已经进入修道轨道。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大概回想一下了事来则还，事去则失。事来很缓，这多代志，代志过去来开会检讨，这个事去则失啦，事来则还，所以跟真理不相应。那假如说我们事来则应，事去则静，这样就跟真理相应了，时时刻刻都在真理之中。所以或者就讲，我们假如说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我们当下的一念就已经1万年，1万年前是这样，1万年后也是这样，整个佛性圆满，无缺无余，无欠嘛无剩，拄好拢呈现。所以时事古今不离当念。我们要了解我们过去式、未来式、现在式、三世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直脑筋都在想过去式，脑筋都在策划未来，然后我们把握手上。这样的话各位同学，我们被三世已经摄受，三世拢给咱吸去然后我们不六道轮回也难一进入六道轮回，因为三世都有。你看我们轮回里面不是有过去吗？不是有未来吗？不是有现在吗？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心过去的让它过去，不管是怎么受人欺负了，还是自己很风光，都已经过去，拉不回来。那未来的不用策划，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了。要了解策划我们身体用，佛性不用，佛性不用策划。现在你把握住，你说现在它已经过去了，现在就过去了，现在就过去了，它不会掉了。所以你看三世都不可得，都没。现在三世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我们三心都不得，然后佛性整个呈现，佛性就了了而得了，这样知道吗？爱听入去去做，尽量莫去想较早，莫策划未来，莫伫个眼前的事卡住。整个你的心呈现的时候，就跟十方的虚空已经契合了，整个都呈现了，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都已经是佛性本体了，哪会造业？不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这样会吗？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这边这个佛呢就讲说，由无始以来我们颠倒然后轮替轮逆在凡尘，然后呢交替我们的六道呢都不一定呢是人道，故于缘战
一六一身，汝须陀洹虽得六消啊，已经呢不进入啊色声香味触法，已经六消，可是呢犹未往依呀，就是依还没有往，还只走在依。所以要全部往了以后，才进入佛性本体啦。佛性本体里面啊，没有这一些事，为什么？没有形象。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啊，可是了了分明，对不对？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啊，但是它给我们的却是了了分明，只是看我们要怎么用。是用在凡尘呢，还是用在我们回到呢明心见性，返回到我们的本来，看我们要怎么用。如太虚空呢，这个山河群气呀，太虚空里面啊，这个掺杂很多的那个形象，那么由气呀、形意呀，名之异空，就是不一样的现象，那个形象呢都不一样，然后我们呢就有这个名称啊，这个意跟空，形象有形象的名称，然后空呢有空的名称，然后持气啊观空，所有的气机啊把它除掉来看呢这个空，收空为一呀，我们这个时候啊收空为一。彼太虚空因何未如啊成统不同，何况呢更明啊是一非一，所以太虚空呢就是我们那个佛本体，然后呢这个情气啊就是我们落入凡尘，有身体啊有现象，所以啊跟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就已经呢都不同了。然后我们呢辞掉呢所有的形象来看我们佛性本体，收空为一，那么佛就讲彼太虚空因何未如啊成统不同，你甲讲啥都唔对了，您硬加它什么名称呢都不对，何况更名啊是一非一，是也不对，非也不对啦，则如了知啊若受用根亦如是，你要了解到我们的六根啊，受用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有明暗等啊两种相形，明跟暗啊两种互相呢形显啊，于妙言之中，就是呢在我们那个呢佛性的本体妙言之中啊，连湛啊花见，连我们那个湛然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然后花这个见，然后渐进啊映色结色啊成根，我们呢就结这个色啊，然后呢成我们的眼根，那么根眼目为啊清净四大，这个根眼我们呢这个知道呢它呢就属于啊清净四大，所有风土，一名眼体呀，如葡萄朵，我们眼睛的那个形象啊，跟那葡萄的啦，一粒一粒，跟那莹莹的，鱼，这个佛在讲，像不像白花？很白花咱目睭都像葡萄啊，一粒一粒，鱼，福根呢四尘。就是呢色香味触啊，跟呢那个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八个然后形成流意啊奔射，它的流意啊，流就有一点那个瀑布的流水啊，你要怎么挡都挡不住了。然后的意啊，就像野马在旷野之中奔驰。你要挡它也挡不来，那个流意呀，然后我们呐，就让我们那个心啊，就像流水，就像野马，然后奔射，朝着啊所有的这一些形象啊去追求。
我们眼根是不是这样？哦，都是向外啊。哦，有没有说我们眼根啊是向内的？有没有？大概一睁开眼睛都是向外，哦，都是啊向外放，哦，所以那个回光返照很重要。哦，这个是讲哦那个眼根。那么底下有动静等哦两种相即呀、于妙言之中呢，哦连赞啊花听，哦这个动，就是有声音，静啊，哦就是没有声音，是两种啊，哦互相呢，哦这个啊攻击，哦一动来了静就消失，然后一静来了动就消失，所以两种哦相即呀、在我们妙言哦那个佛性之中，连赞啊连呢我们湛然成极的那个本体呀、花听，就是呢哦听呢这个声音，哦听经啊应声，所以我们听呢就这个直接啊跟声音接触。那么眷声呢根，根言目为啊清净四大，因名呢而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根言那个根的那个本来也就是呢虽有风土那么因名而体啊，就是我们耳朵的形象，如呢熏见月，那个月啊刚才叶啊呢更起来。胡根四尘啊，流意啊本身也一样色香味触啊，然后啊就奔我们耳孔眼来都直直咧听外口的声音啦。这个佛呢就讲眼耳，我们还10几分给各位提问。我们讲到呢这个88页，今天有没有比较慢？讲的比较慢，有没有？他也讲得很详细有没有？各位假如还不了解的话多听2、3次就会知道了。请问你有两只，好，手得手不得，手思手不思是什么意思？你没有讲清楚。你再说一次。手得手不得，手思手不思。手得手不得，手思手不思，是这样吗？它是什么意思啊？你有啊呢，没好啊呢？这个角度就非常多了这个所得所得，因为有时候这个得失啊，我们要了解说得失的心不要太浓厚。假如说我们得失的心很浓厚我们人这个苍老得很快很老扣扣了。那假如说我们所得的心我们得到就想说我一口气不来又带不走，有什么高兴的那个得的心就不会很兴奋。然后失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生也没有带来有什么好悲伤的？这样的话得失就会看淡了所以所得所不得我们就是了解到两面咱跟人修正正赢啦，是不是所得到，对不对？所不得是讲你这个友情你跟人家相处的这个已经失掉了，这个就所不得，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看他的那个成效不能说只有顾表面啦所以有时候我们时常都会讲吃亏就是占便宜。那为什么会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一般人都
不喜欢吃亏啦，都喜欢占便宜。那我们了解到哦，我们的浩然正气呀，就是吃亏之中啊，最容易培养。培养我们那个浩然正气。那我们占便宜呀，可以说把浩然正气啊，不知不觉都用掉，没有了。所以喜欢占人便宜的人啊，没有浩然正气。那没有浩然正气啊，跟有浩然正气啊有什么区别？有，当你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就是人很少的地方，那个时候啊，你就会知道啊，差别很大。为什么？魑魅魍魉啊，就是会出现。你喜欢占人家便宜，魑魅魍魉就要欺负你。他没有恶意啊，只是好作弄而已，你就受不了了。那假如说有浩然，魑魅魍魉不但不会害你，而且还要保护你。所以啊，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啊，那个啊就会呈现这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啊，就培养。当然不是故意要去吃亏啦，只是我们不占人便宜，那个倒是一定要培养，绝对不占人便宜。所以啊，或许就讲，我们要培养到怎么样，就是不是我的我不拿。你虽然看到都没有人，有很贵重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动心，我们动不动心？有时候啊，很不容易啦。都拢无人，无提不拿白不拿，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违背良心。那我们自己啊了解说，骗别人很容易啊，骗自己困难。那自己呀，要就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正面的思想，然后走的啊又是这个大路不走小巷子啦，所以那个人生呢过得就会不一样。不管别人怎么样去观看，我们自己心里面啊。就是要笃定，那心里面笃定那个不是我该得的钱啊，我就不要。所以或者都现在政府都鼓励要拿我们去买东西要拿发票，可是我都不要了。我们有拿了以后啊，就会想对不对？对的时候啊，是不是想中？是不是这样？只要说中了，好不好？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外财外来的这一些不该得的钱财啊，对我们来讲绝对不是好事啦，一定呢是陷害我们。我们能够好好处理那个就有智慧了。你呀拿去这个帮助一些这个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让他们呢能够照顾一些弱势的那一些族群这个都是很好。可是真正的你得到钱以后啊，肯这样做的不多，他都会这个想独贪。独的拢甲听了，这拢我的，都是我的，一般都会啦，所以啊，你问这个问题这个答案非常多，还了解吗？还有没有？还10分钟，好，请说。好。请问一下，刚刚讲的那个欲界去地天然后还有畜生地狱。对。那个或许能请大家达修还是
阿修罗这个佛都把它列入在我们那个轮回六道里面，因为它每一个天道也有阿修罗，人道也有阿修罗，畜生道也有阿修罗，地道也有阿修罗，恶鬼道也有阿修罗，所以它就不列入。那我们一般的我们看的一些大部分都是把阿修罗列入善道里面，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是属于三善道，然后畜生道、地道、恶鬼道是属于三恶道，三个善，三个恶啦。可是假如说你看经多一点的话，佛在讲都是讲五道五趣就讲五个天道、人道、畜生道、地道、恶鬼道，不把阿修罗列入。那阿修罗呢，在我们中文来讲叫做无端，就是没有端正无端就是他呢本来是想修了，可是他不端正，不走正路，所以列入的阿修罗我们了解说，他最喜欢跟那个忉利天的天主释梵音不喜欢跟他战斗，他想要夺那个释提梵音的那个位置他很喜欢去占据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好斗，就好战斗阿修罗那个心不是很以我们人道来讲就不是很正常所以佛都不列入，不把它列入在善里面。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等一下，那照看阿修罗那个问题因为候选人看出说阿修罗是有福无德嘛，那他们最后会不会也最后应该会修成，就不管开悟还是怎样，然后就再流落到人间再重修。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人都有一些秉性，就是与生俱来。那么既然是与生俱来，就表示我们累世累生之间就已经有那一些现象。那么那一些现象的形成一定也不是说很短暂的时间，都是很长远的时间，然后呢形成。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有的根基非常锐利，很好，可是有的根基就很差。可是呢，我们只要是在凡尘当人我们都有机会了，不管根基好根基不好，我们都有机会成道成佛。那或许因为时常看到根基好的反了，因为根基好福报大，那反而他不想修了，想修也不是很努力都是一种那个兼备的，兼的就好啦，不是讲正经要追求的，不是真的要去追求，不像我们那个西元大概1000年以前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修道都是投入生命在修，那爪华都是踏破铁鞋你看铁鞋都已经被它磨破了，那个走的地方可以说非常要一直找，看看有什么好的修持方法在西元这个从西元0年到1000年这个中间都有。那尤其在达摩祖师那个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那个时候很兴盛，就是因为很兴盛达摩祖师才把那个道又老水还草
还给中国。那之前呢，大部分啊都是在这个印度，所以印度西方有28代的祖师，那我们东方有前18代，然后后来达悟祖师一传回来以后，又呢我们东方18代，这样啊就个8864卦，整个卦我们圆会的这个里面啊都圆满了，所以到我们老师啊是最末后了，老师师母都是末后一早。那假如说再称有那个什么3祖啊19子啊，那个都是骗人的啦，那个都上天是承认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会当阿修罗就是已经累世之间了，他已经都虽然有修，可是都沾了一个名而已，没有实际的在做，所以就有一点会异想天开，做的话呢，方法就不是很正确，所以这个佛在讲的时候啊，他都不把它列入，不列入呢，我们6道里面都讲5趣就是5道，只有天道、人道、畜生道、地道、恶道，只有5个。还有吗？还有2分钟，还有没有要问的啊？或者都讲，之前啊想问都问，找无人通问啦，所以那个时候发愿说好，以后我了解以后我都要跟人家问。今嘛换些无人要问，较早是问无人，今嘛是无人要问。所以要了解说，问出来以后啊，那个问题是不是很多很宽广？那或许就是要给你答案是不是也要很多？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学的时间太久，学习啊在修道方面啊时间太久，因为时间久就知道的多，经历也多。所以就会，当然你提出来问题啊，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理想的答案。轮几问了，向给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神，大家好。不学占道天之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天神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这个88页，对不对？好。现在这边呢，就刚好在解说我们的这个6根，我们的佛性本体本来就没有这个数量，没有1、2、3、4、5、6了，没有。那我们落入凡尘以后，有身体了以后，才有6根。那我们要了解呢，这个楞严经有要我们这个解开6个结。各位知道6个结是哪6个吗？知不知道？我们之前是有提过了，可是可能各位都没有印象，因为那个毕竟很少接触，佛学就把这个6个结稍微跟我们解说。这个6结大概怕打结了就是5蕴。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5蕴，5蕴就6个结。那第一个呢，我们开始是从微细微细，然后
慢慢这个出显。那微细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五蕴的那个最后，各位听见五蕴最后是什么？就是四。我们生啊，从四起。为什么会生？就是因为四。我们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啊，就属于四的范围。那所以我们把那个集昧就变生昧。第一个结啊，就是我们五蕴的那个四。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结啊，就是我们五蕴的行。那行呢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啊，就是第七的摩那识。第八那个识啊，是属于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就是生昧啊跟不生不昧合起来，那个是打第一个结。那第二个就是行，五蕴的行。第三个呢，就是想，色受想，第三个结。那第三个结想啊，就是第六识。第六识啊，就是想。然后第四个结啊，就是受。那受呢，在我们身体来讲，就是眼、耳、鼻、舌、身五个。然后呢，第五个结跟第六个结啊，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我们生落入凡尘啊，由细一直到粗，从微细啊一直到粗显。从念头是不是很微细？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就是开始落入凡尘的原因。然后接着我们阿赖耶识就转给第七的摩那识用，就是行。然后呢，我们想就转给前面的第六识用，就是想。想啊，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在凡尘用最多就是想，所以要回一定就是要去掉我们的想。那接着再下来呢，再打第四个结就是我们的受。那因为我要知道这个五蕴虚幻不实在，可是我们把我们遭受生活上不管是遭受现象、遭受事情，我们都把它当真，就是认为是真正的对着我，然后我们去感受，感受了以后就会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然后取舍就是造业，造业就要受苦，就是因为这样来，那我们再往这个后面来讲，就是我们五蕴的第一个色，色呢就是我们面的这个身体，跟我身体里面的心身心，以及外面的世界。就整个世界，内而身心，外而世界，就是我们的第五个结跟第六个结。这个是生来的时候从微细一直到很深入。然后呢，我们要回去的时候要把那个结要打开，要打开的时候要从第六个结开始，对不对？第一节打开了以后才能够看到第五个结，第五个结打开以后才看到第四个，就好像脱衣服，你外面这一件没有脱，你不知道里面穿什么了。你一件一件脱的时候才会知道咯。脱了一件可落去咧，可会落去咧什么？是什么的马上就呈现了。所以我们在凡尘解开的结，
一定也是要先打开第6个结。那第6个结各位姐姐，第一个我们从这个无啊，很微细落入到凡尘啊。第一个结叫做昧，第2个结叫做空，第3个结叫做我们的那个感觉的觉啦。第4个呢，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这个身根6根根。然后呢，第5个就是静，第6个就叫动。所以我们要回去解开的第1个就是动，先把动的结解开，然后呢才会看到静，静的结看到以后，我们又解开，然后才看到我们根，根解开才看到我们的结，结打开才看到空，空打开才看昧，昧就回到极昧本来了，所以生昧寂昧极昧就现前。那我们把第1个昧，它本来就是极昧，极昧就是我们的本位，可是我们把它变生昧。然后第2个空是真空，我们把它变完空。那第3个我们身体的真觉把它变你看我们身体的觉，各位前姐有没有妄？我们感到这个生活上的遭遇你很顺心的时候跟不顺心的时候，身体有微恙的时候，有生病的时候，有受伤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结都不一样？那个结都是妄不真。我们真的觉真觉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文字虽然一样内容不同然后我们了解说原来我们是把那个佛性那个没有生灭的觉已经变成变生灭的觉。痛有过去的时候不痛，不痛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保持对不对？有没有变化？一定有。所以我们把那个觉我们虽然文字一样，可是在日常应用的时候我们这个觉是时常都呈现我们都很看重它，看这个生灭妄的觉把真的觉就忽略。真正的觉或者就讲我们从身体有病的人按摩很痛，对不对？然后你体会到那个不痛，那个叫真的觉然后我们说耳根圆通整个佛性都延伸到整个虚空跟空合在一起那个才叫真的觉。可是那个真的觉我们就是不容易去体会呈现一定我们要自己有心来做，它才会呈现然后那个觉再下来就变根了。那根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身根我们的那个6根身，这个身是很大的一个我了解说有这个身以后我们就有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这个6个本来都是佛性用的，可是各位要了解到我们佛性忽略，就变这6个他自己当家因为他自己当家那个喜欢讨厌特别浓厚做出来就非常多的那个业因就形成所以我们了解说有这个根了以后造了很多的这个业因然后回到最后第5个就是静，第6个就是动动静。那我们现在开始打开因为要打开第1个就是动，把凡的所有动我们了解到那个老子那个清净经他就讲动者静之基，有没有？相信各位前贤一定会很迷惑，为什么？那你宫斗病怎么会讲相反？动变成静
的基本，应该是静能够给动当基本才对，怎么会老祖讲相反呢？是各位同学，我们没有了解到说假如说我们全部静下来，是整个宇宙大地都在动，有没有？地球有没有运转？然后小孩子会不会长大？我们长大以后会不会老？有没有在动？身体有没有新陈代谢？有没有在动？所以动者静之基，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那个动不是有形有相的，是你看不到，可是它就是一个根源，一直在动。那我们假如说能够静下来的时候跟整个大地宇宙同时在动，就变静。这样了解意思吗？你假如说我们整个宇宙大地都在动，我们也在动，这样是不是背道？对不对？所以就体会不出来真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静下来，体会到整个大地动，那个我们种的那个种子在土里面有浇水有阳光，会不会发芽？有没有动？树会不会长？有没有动？我们也会死掉有没有动？都是在动的，可是这个动我们都不知不觉。一定要研究才会了解了解说原来都在动，好像我们身体整个都静下来。各位同学，我们身体有没有在动？血脉有没有循环？所以要了解到它整个都在动。我们身上有2个主要神经系统，一个叫迷走神经，一个叫自律神经。自律神经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了，迷走神经它完全不听你控制，不会听话，它走它的了。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凡尘你真的认识的越多你就会知道那个大自然界的一种无形的那个力量。那我们了解说，我们先把动的这一个结打开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真的是静到跟整个虚空跟整个宇宙合成一起，这个时候就是静的结成。那我们还没有打开那个动结的时候这静结不会去体会到，一定要先把动了解以后，动已经不影响到我们了那个动那结已经都打开了不会挂碍了就是那个结打开静呈现。那静呈现的时候我们佛性整个延伸到整个虚空。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有体会会有华喜呈现。然后呢，这个静一样不能住，一住了以后我们又停住了，停在那个我们感到很舒服的状态之下。还后面呢还有4个结，然后静已经打开了，不会被动静影响。各位同学，动静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最重视的，可是要了解到是不是虚幻不实、无常变化，对不对？是不能住相，不能住在动，不能住在静，都让它呢自自然然，这样的话，在我们心中不产生作用。动跟静跟我们不产生作用。我们假如说这个很害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欢动？那假如说我们正在疲劳正在这个遇到很多事情是不是很讨厌动？
喜欢静，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动静左右束缚。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打开，不被动静影响。然后不被动静影响以后，我们又怎么样？被我们的六根支配。这个就第三个结了，一定要先动静解开以后这个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才会呈现它那一种当家的那个叫吸许我们的习惯性都整个呈现了，而且又很强那我们就是一定要了解说这个我们身体的六根它不是我们身体的主人，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能让它当家，让它当家呢，我们造毁为业所以要把这一个关系我们了解要降服它，要降服这个最困难因为我们用的很习惯六道轮回久了，用的很习惯，一下子呢要把我们六根都降服不容易。可是呢要从真理着手主人是佛性本体，六根是悲跟如财，不能倒转，不能颠倒。那我们打开这个根的结以后就剩下我们更高一层的这个觉性的生命，就是妄觉。那妄觉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都变化无常，一直变化的这个觉它也都不稳定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可以去体会那我们知道觉是生命变化，是虚妄不真，那我们就一样可以去拼除它，降服它。那么这个觉这个打开以后在上期就进入空了。不要把那个我们佛性本体的真空变完空，变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啦，什么都没有就变完空。可是真空里面它含藏如来藏如来是佛性本体，藏就是藏我们的那个善恶种子，含藏天地的万象万事，山河大地都含藏在我们佛性的真空里面。所以我们到把那个完空已经又变回来真空，可是不能住，虽然很理想，还有一个再往上就是生灭。生灭就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那我们到最后就变极灭。极灭就是所有的生灭都没有就变极灭极灭我们就是了解到恢复本来了五蕴都已经破除了，然后呢五浊恶世也就消失了。各位都还记得吗？五浊恶世第一个就是劫浊，第二个就是见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烦恼浊，第四个众生浊，第五个命浊，对不对？我们只要是六个结都打开这个五蕴破除，六浊五浊消灭没有了，就是没有已经回归了到我们本来本来我们研究这个楞严经就是在解释一些变化的情形。那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了所以不太了解那个过程怎么来我们怎么回去都不知道。那这个呢就告诉我们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回去所以我在这边就讲我们呢这个由一根一码深入就可以同时只要你打开一个结剩下都解开了，全部都解开了所以因为呢这里面它没有明白记载
这6个节的名称啦。大部分它都记载我们6根。那这边呢，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眼、耳这2根，那接着就呢那个鼻、舌、身、意还有这4个。那这4个呢，一样呢，也都是如来藏，就是如来我们自性所含藏，都是妙真无限的，都是呢佛性的功能都有。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像很沉重。我写呢，这个前阵子在台北讲那个楞伽经的开略，因为楞伽经啊，就是那个达摩祖师啊，从那个印度带过来，小水还潮，要这个要我们东方人啊来修的一个法门。它因为太深了，都是针对释迦牟尼佛针对菩萨所讲，不是对他的弟子10大弟子讲的，是对菩萨讲的。那所以很深。然后我们呢一方面呢就是接触面广一点，因为我们先听一听那一些讲的内容，它会帮助我们现在所学的。咱听到听拢听无，但是你回来再来看这个知道了，是知道了。像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大家不是说拢听无听不懂，可是讲道德经的时候大家说听懂了很浅。其实各位，道德经它深啦，六祖坛经比较浅，各位都看完了，那就是表示我们那个心的喜欢程度了。心喜欢道德经就觉得它浅，你心喜欢六祖坛经就觉得六祖坛经很浅。可是呢，只要你听懂了，都不深啦。所以或许为什么有时候会讲得很快？我都觉得白话就是说讲得很快。听的人说你都在讲文言文，我说没有我没有念书嘞，我没有国民小学毕业证书嘞，很奇怪可能我们做的人这个学识都比后学高，对不对？大家都没念书吗？不过老前时常讲，修道跟念书没有关系的。六祖也没有念书，不认识字你看我们那个老祖师也不认识字他也没有念书可以了解吗？我们都有讲过嘛没读册。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实之中它不是只有一生一次。各位就是会想那个谢谢你那个歌有没有？老讲相信我们这个累生累世都会留下记忆有没有？我们哪一个留下来？我们前世做什么？大概都不知道有没有记忆？都没有嘛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完成的时间太久，可是都被完成的现象诱惑，那我们都追求潮流，就不追求我们根源所以那个已经出发点的那个方向就已经不对了出发点就不对了我们再怎么追求怎么能够得到答案得到最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一定呢要立志向。而且记得说以前这个一参加这个所有的那个班进修班然后到后来就会训练当讲师嘛，然后当讲师就是要有题目来讲那个评审的听
讲最多的各位同学知道是什么吗？都是立柱像啊，大家拢选那个题目讲你看那个多重要，立柱像志向一立了，你朝这个志向去进行，到后来就会有成就。所以我们那个山歌里面这个我们完成了世间的道路千万条，修士最高，有没有？追求非常多的方向目标都不如我们修道了。只有修道不会后悔。你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追求别的一定都后悔，白白的浪费一生。唯有修道不会。纵然我们还没有成道也没关系，新婚之中都累积呀。那么累积了我们就了解，假如说在现象是不是不一样？有的一生下来就非常的灵敏，根基深，一点就通。有的就很钝，七讲八讲再怎么讲都不懂，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在佛性性婚里面，我们已经有了累积了，会很熟悉就呈现。虽然生下来不会马上懂，可是只要有三只神一点的话，马上知道。那假如说我们没有累积你有7点、8点、9点、100点、1000点、10000点，搁较点嘛未清，再怎么点呢也不懂，不懂就是不懂，是不是这样？假如说有人问你你的佛性1斤是多少钱？你会怎么样？一定会很泄气差这么远要怎么办？对。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能够这个研究到心理心法，可以说都是不平凡。祖上有德，本身累积那个善根已经够，才能够研究心理心法，能够得进去，能够做得出来，能够有成就。况且我们老师又这么的疼爱，3年到了9月了老师在美国弥勒宝堂就讲，这个3年是初级班。这个各位都了解或许那一阵子掐都掐不掉，对不对？那个老师很慈悲，要赶紧来给他扶呀。可见那个身体已经很差，已经讲或者讲26年心理心法，久不久？而且以前一讲3个半小时。各位了解，或者在讲课没喝茶的习惯，一口气讲到下课。后来越缩短了，不行，年岁越大了，而且很好奇。这个一讲各位就了解。没有跟人对谈，跟人对谈有停止的时候嘛。对方在讲，我讲听伊讲，那一讲了我再去讲，对吧？没有像说，你一个人讲，你就一直讲，不能停的，讲到下课。这样的连续26年，然后之前在30年研究，26年能够讲就是30年的研究了。你没有研究你就讲不出来怎么能够讲得出来？他说要了解到这个心理心法，就是你要用心。只要你有用心，不管根基缘分是怎么样，你看我们这个最近那个新闻，老师不是在最后那一面最底下有讲，你在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都会很感激呀、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因缘，可以听到这么好的道理，有没有？老师真的是苦口婆心的，然后就鼓励大家来听，可能有一些就年岁大了比较听不懂，老师会讲，你真大牌呢，你三邀请四邀请你都不来，有没有？或者看到那样老师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就是要我们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绝对可以改毛病去脾气，不然我们修道的时间都很久啊。各位有没有改毛病脾气啊？有啦，有啦，都有改，可是多不多？不大。都不关痛痒，对不对？那我们研究心理心法，就整个从根源解决，从源头把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源头能够解决了，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所以或者都讲，只要你研究心理心法，你那个那个脸很黑都变白了，那个都业障很深的脸都很春风的，看起来都很好看。所以各位就回想3年前跟3年后一不一样？你们互相看的时候，那个这样有没有？所以我们只要境随心转，你心转了，你整个影像都转，你环境都转，你的周围的人跟你一样转。他看到你这个样子很喜欢跟，渡人容不容易？就容易了不是？假如说你都没有变而且人家很讨厌，你去渡人容不容易？人家才不愿意跟你走，对不对？只要你都越来越理想，以前他认识你跟现在认识你完全都不一样了，怎么这么好那我跟你去，是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一定也要自立自强，用心研究，或许又不藏私，只要知道都会说，对不对？就怕我们这个不听，不听就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花心修道，这个是对我们帮助最大。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留下来所存留的就是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这个是万年、亿万年都不会消失的，可是我们对这个都不重视，对这个身体100年的非常重视，赶快做什么？去赌那个还蛮贵的，有没有？我们最赌的还是心啦，心是最堵啦，所以从心给解决的好从心堵都排除，没有堵了，所以那个未曾有因缘经那个文殊菩萨出去化缘，因为下雨很久，所以听讲经说法的人都已经没有出去托钵。已经饿得都站不起来，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讲说不行了啦，没有饭吃大家都没有体力的啦，除非说他能够入定，入定就没有影响了。可是程度都又不够还不到那个程度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跟文殊菩萨讲，他有办法解决文殊菩萨在跟那个那个色界的大梵天的天人给他讲道，阿难就跟文殊菩萨说，佛要求说能够去托钵让这个听释迦牟尼佛讲讲经说法的人都有饭吃啦。文殊菩萨说阿难就坐在门口等等什么？文殊菩萨出去托钵。可是他就一直听里面一直在讲道哎呦，那也拢无叮当，一直
过了非常久的时候，阿难想说不行了，再这样的话，大家都饿扁了，就回去向释迦牟尼佛报告，说文殊菩萨还没有出去托钵。释迦牟尼佛说他已经托钵回来了，在那个门口去看。阿难真的赶快跑去看，有啦一碗，然后又赶快回来跟释迦牟尼佛报告，说人这么多，只有一碗呢，要给谁吃啊？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说，你不要看那一碗啊，纵然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每一个人都知一碗还在，吃不完的啦。阿难说有这个事吗？就打那个箭锤啊，就是集合大家吃饭。这个讲的大家拢碗了那个钵就摕来就去底啊然后阿难睁大眼睛在看啊讲一碗尔，你甲甲偌济人去底？结果一人这个摇了以后，一碗又满了，又第二个去摇，又满了啦。几千个去吃了以后，竟然都还有剩啊，神不神奇？所以那个阿难他很好奇就问我怎么会有这样？他说那个是文殊菩萨他累世所积的德那德有办法供应呢这一些众生能够有食物可以吃。那个是他累积下来的，可是他都还在讲经说没有出门他说你看的是他的肉身，他的那个因为到修到那个程度他有千百亿法身，都已经出去外面托钵，那个波形就想要阻碍。说不能布施给那个文殊菩萨，可是文殊菩萨的功力比较强他说你布施给文殊菩萨得到的功德无量大家都拼命布施他布施了非常多以后文殊菩萨把它融成只有一碗以后他就请波形端到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经的会场，竟然端不起来波形魔王也是功力很大竟然拖不起来，伊部下魔子魔孙笑甲阮这个大王哪会安尼？迄碗囝尔摕袂起来。所以他就非常没有面子了要求那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也用神力，就让那个波形能够端得起来，就端到那个会场去。这个阿难都没看到，阿难在守在房门那个房间门口在等那个文殊菩萨出去托钵了。所以我们值不值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碰到一定都不会相信，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相都变化无常，可是凡是性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形所以显现，可不可以切实的去体会到它存在？每个人我们都有那个觉，对不对？我们一个念头也不起，是不是了了分明？我们不要起头我们对我们周遭的所有一切，是不是了了分明？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佛性本体所发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那我们呢佛性的本体非常的奥妙，而且非常的广泛，很大很大，大到跟整个宇宙虚空合而为一，大不大？很大又如蠕动呢，
各位姐，如如不动哦，不是我们身体不动了，不是的，身体动，这里动，那个跟佛性如如不动没有关系。我们佛性的如如不动，是因为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用你动，它什么地方都有佛性。那我们怎么样体会呢？就是用照相机原理。我们大概都有玩过照相机，你就了解啊，那个按快门的那个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你镜头一晃动啊，你照出来的相片啊，一定模糊不见，对不对？是不是要定点，嚓嚓，然后照出来很清晰？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假如说是动的话，那我们看的都模糊啊。这样了解吗？你看到我们头一动啊，是不是看得都很清晰？就表示啊，动的是身体，佛性是不动，如如不动。它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波姐从基隆来啊，要不要带来？要啊。还要从基隆带佛经过来？不用。纵然我们到美国、到中国大陆都不用带。都充塞啊！我们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已经全部都在。你看奥不奥妙？很奥妙，只是我们都不研究啊，不知道。如如不动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用文字都把它变一下，叫做常住不迁，不要搬家了。我们佛性要不要搬家？我们说这个身体没有了，死掉了，然后我们呢，再完成再视线，搁一个新的身躯出来，有新的身体后，我们好像搬家了，对不对？可是啊，佛性呢就是如如不动。那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啊，都叫视线，认识的线啊，认识的线跟习性是有一点相近。我们得是啊，六道轮回太久所带来的一些习惯性，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佛性它生发出来功能作用，被我们执着占据，不舍掉。那我们要了解到，佛性里面有没有这一些？佛性里面有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那为什么？怎么形成的？我们怎么形成贪嗔痴？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那个习惯性已经太久了，有都不知其有。各位有没有骄傲性？真的我们都很骄傲。纵然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也是一样很骄傲，只是比较小一点而已。那有钱有社会地位那个大骄傲，所以大骄傲以后就当火鸟很大，飞过整个海洋。那我们小骄傲就去骄傲，很小体验。那要了解到，只要落入了有形象，就会有不知不觉了。那我们要有一个大的原则我们来想，既然落入凡尘，你就是有障碍，不值得骄傲。再怎么富有，都是人，都是来还债，所以骄傲不起来。那假如说已经透彻了解真理，成道成佛，那也不值得骄傲。为什么？还这么多众生受苦，你忍心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大原则抓出来以后，骄傲的心会被我们降服，对不对？降不降服？很有钱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他都很谦虚不骄傲的，那我们哪有本钱骄傲对。所以我们就是降服我们的妄心。只要我们能降服妄心，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你就了解到，
我们的妄已经尽了，真就显了，一真显出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部都平等，都平等，没有高低的，高高低低是现象，佛性里没有，都是平等。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投入研究真理，对真理透彻认识，然后知道了一定要做，这个不会很困难嘛，都是从心地用功，心地用功夫呢，不是说我们肉体去承受那一些劳力的工作，劳力的工作有些我们可能都没办法胜任，可是呢，我们这个都是从心在做功夫，万年放下，要不要挑那个60公斤的？60公斤是100台斤，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几岁那个政府竟然要给或许介绍工作，然后做什么？去挑米，去压米，那个一袋60公斤，刚好100台斤。或许一看说要命啊！我做了一天一定命都没了，绝对没办法做的。可是叫我万放下，会不会？这个很轻松，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看要不要做而已不肯做，或者都讲3分钟都可以。你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就万放下，一念不生。可是你要了解到，虽然说时间很短，可是你要累积生活之中空闲都会很多啦。没有意义的话就不要讲，那个时候就可以做万念放下。所以各位假如说听那个楞伽经大卫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你从成道到涅槃这个中间都不说一句话？他说一个字也没说。菩萨就请问了是以什么根据说一个字也没说？那释迦牟尼佛说两个根据，一个就是自证法，知佛所证的我亦同证；一个是本住法，就是我们佛性本来本体的，就依这2个来说。从成道一直到涅槃，一个字也没说，亦不以说，亦不当说，不说是佛说。各位浅显了解了，不说就是佛在说，你说了就是众生在说，这样了解吗？各位体会不说是佛说，所以你只要静默，就是佛在讲话。听懂了吗？容不容易做？不容易嘴那用不出来所以要了解到真的我们只要讲出口都有缺点的。那只要我们全部静默就会把那个整个德性都呈现出。所以淹没而雷声，有没有？还记得吗？那3句第一是什么？失机而龙界。第3句呢？神动而天神。失机就是在家里面静居，然后龙现神通万物。虽然没有出门，天下事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万年一方下，一念不生，所有的我们的凡尘发生的事情都在我们性分之中呈现。那既然已经都万年放下，心跟整个虚空融汇了，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知道吗？
只要我们肯做功夫啊，你就一定会感受到第六感特别强。除非不做了，你做就会呈现。第六感呢很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人会来，你事先都有预感，都会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佛性的功能作用。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从来都重视佛性，不启发它，不培养，那怎么会有？我们现在都把精神外放追求完成的金钱以及物质这一些东西。那我们要了解这一些呢都是虚幻不实。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低头族了。各位假如坐车的话，都会看到每一个人拿了一个有荧幕的手机然后很忙，左配右配上配下配，都是低头，很忙呢。各位有没有看？你时常出门你就会看到，大家都很忙，连那个上下车他也都舍不得把眼睛看到别的地方去，都是在看他的荧幕。这样是好不好？那个我们要了解，科技是要给我们用，那我们现在都变成被科技用，对，是我们主宰，我们现在被它主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启发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非常的深入，然后非常的有自信。你相信到自己佛性本体，认识到佛性本体，能够很亲切的跟自性本体一起，你发挥出来的力量很大。我们竟然讲1个小时还没讲到这里，我们就回来看88这个由通塞等两种香花互相显发了通塞就是呢我们的那个嗅觉那就是呢我们鼻根我们上礼拜呢就讲眼耳现在呢就讲鼻鼻子通呢我们就是能够呼吸的塞了鼻塞我们就是了解到不通的有病的两种呢互相显发。那么以妙言中就是妙觉暂缘性中，妙言妙觉暂缘性中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年这个年赞就是呢通塞是两种互相显发。年我们那个赞就是佛性本体已经花秀，先变成了那个秀经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那个嗅觉嗅经呢也是从佛性本体呢发挥功作用出来就是我们呢了解到说这个妄尘来连我们的真相，然后化成嗅觉，这样听得懂吗？听懂不懂？不懂不懂再说就是我们的那个通塞就是我们鼻根。那鼻根是两种通了我们呼吸很正常，一塞了我们呼吸就困难这两种互相显发。那么在我们那个妙就是佛性本体那个暂缘性之中年是呢这个凡尘通塞呢这个鼻根就是凡尘凡尘连赞那个赞就是佛性本体，就是呢妄人来连
那个湛然本体，然后化成了嗅觉，这样了解吗？我们的嗅觉，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啊，那芳的草拢皮不出来啊，它就是因为有它妄成连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发挥功能作用，我们就能够闻到香，闻到臭，这样了解吗？听懂了慢慢说，没关系，不急。因为我们北部很多前学的一直在烦恼什么？说我们这个楞严经，假如说讲到60集啊，那个大的那个整理呀整理包，我们不是放在一起嘛？提成一袋，那60集CD 就120片。各位先生，那个一个大的整理包才装100片，他现在讲到60哇，糟糕了，多50片出来，装不进去，他是在烦恼这个。我说讲快的话，大家都听不懂啊，讲慢一点嘛，没关系，我们一个装不下，装2个嘛。他说2个这个时候都拿到头，结果它不见了；有时候拿到尾巴，头不见了。我们说把它绑起来。然后把 DVD 用小的整理包，小的整理包是装50片的，60片又多10片出来，那糟糕了。要装2个又太浪费，可是装1个又装不是。我说那个都小事了，大事就是要听懂，要能够做，要能够修，能够成道，能够成佛，那个才大事，对不对？那个都会修的、配死的，那没关系。我们只要能够了解，这个很重要。我们了解以后做就很自然，你很自然的做生活之中就快乐、欢喜充满。要说以后成道成佛了，你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你就过得很如意、很理想。可是我们现在凡尘事多不多？太多应付不了。这个对应接不暇。而且越努力完成事越多，然后我贪心大，对不对？以前这个我们假如说有脚踏车可以骑就很以后学的环境来讲，已经殊胜了啦。连那个我们晚上那个睡觉穿的那个木屐洗脚，然后穿。然后走到床铺上床睡觉就不穿了明天一起床一下床都打触脚，你看一双可以穿多久？一身都穿不完了，那个要留个好几身。所以那个物质缺乏的那个年代各位就了解。可是精神都很充实。老一辈的我们就了解到，都很守伦理道德。那现在我们都好像这个越发达物质越丰裕，我们人就越不遵守伦理道德，就把它抛在一边了，都不关紧要了。那假如说我们了解，我们不遵守这一些秩序，我们修起道来困难重重。那假如说我们是循规蹈矩，我们修起道很容易，因为沾惹的污垢不多。那我们假如说我都跟着世界潮流，我们沾惹的污垢很多，要抛弃要降服很困难，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了。所以有的修道很快乐，有的修道很苦恼。各位先生，我们现在晚上睡觉是翻来覆去，还是偷笑？
因为啊，或许知道说很多道亲越修就越烦，事情越多，都办不完，而且都很不如意。这样修道方向错误，内容也不对，也不会成道。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抓到根源，摸着根的先做佛。你摸着根的瞎修行不管几生几世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不会成的啦。所以一定要抓到根源。我们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起修，然后呢，顺流演成跟凡尘攀岩。我们要入流，把外的经收回来，然后照见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不一样？我们现在都造化引诱精神都外放，所以就要吃很多营养。现在的营养品又蛮贵的，很贵可是我们都不够用吃进来的养，马上都赶快把它消耗掉，就是六根都外放，营养消耗最多。为什么？你看古时候的一些修行人，他没有什么吃，为什么精神那么好？因为他没有外放，全部收回来。那个广清老和尚他一入定了以后都不用吃嘛，他出定了以后吃那个地瓜各位知道嘛地瓜，然后他吃一吃没有把那个整根的地瓜吃完，然后吃1/3或吃1/2，剩下的又把它埋在土里面，让它生长。它又在生长，地瓜又在生长然后它又入定，然后等到它出定的时候那个地瓜生长，它吃掉了又长出来了。我们现在谁可以做到？你做了，不要说1天了，不要1个小时就不见人影了。所以我们那一种心已经很野放的让它放出去很久。你要它把它整个都降服它，真的就是很不容易。所以那个须菩提就问了我们已经发现佛性本体要怎么办？然后我们有妄想心要怎么办？那佛就讲你发现佛性本体了，如是住。然后你发现妄想心如是降伏其心。有没有解答了？有没有？我们一看那个看经文是讲什么？怎么都没有回答？他已经回答完了啦。如就是如如不动，就是真如，就是佛性本体。是就是当下，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你看是不是已经都回答了？有妄想心，你用佛性本体，你用我们那个当下的心来降伏它，不要使它跑出去，跑出去就容易降服。你都是在你身内，时常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有做功夫它会累积。你现在只要心很外放，没关系，你开始收心，尽量就把那个外放的范围缩小。然后缩小到后来你真的就可以回光返照，可以守住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就成了啦。简不简单？不会更难不是要我们去挑那个6公斤的啦。这个很简单，只要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这样就修道了。外放的精神收回来，成道成佛。你心外放了，变众生，有没有很刚好？那我们想一想看，
收回来的时间多，还是外放的时间多？各位同学，我们一天之中啊，有没有20秒的时间啊，是把心收回来？不要说久了，24个小时，哦，那个可能很困难，20秒就好，20秒，2秒长不长？不长哦，我们心收得回来嘛，20秒就好，哦，你看着手表哦，20秒，然后你开始心都不要动。你看看你能够支撑多久？绝对没办法。为什么？我们已经活动得很习惯了。你现在要它不动，哦，真的很困难。不过只要你有心做，一定可以达到。不要说20秒、20分、2个小时，哦，20个小时，你都会慢慢达到，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是可以做的。啊，那个时候你自己就很高兴，因为啊，战胜别人是英雄，你战胜自己了，圣贤。我们不是时常听吗？有没有？我们什么时候啊战胜过自己？什么时候？可能都没有了。我们很放纵自己的，那个东西好，那个名牌包，多买几个。不要买一样过生活，对不对？现在私胶带很多啊，私胶带装了就好了。你买那么多也没用啊，炫耀要炫耀什么？既然都当人了，没有炫耀的本钱了。有社会、有地位、有钱，那也没有用啊，你带不走的啦。平白，花了心思啊，花了时间，那个都是做些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最有用，就是一定要回返照，一定要对自己的佛性本体让它发挥它的主宰力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佛性都没有那一种前病各位姐姐，我们佛性来指挥我们6根指挥得动吗？可不可以？无一个这样我都赢，就知道我们6根多么强。那6根强，相对的佛性就很弱，你佛性就没有前病了。你想发挥前变，你被6根压制了，你不要管事。那佛性想很好，他马上退隐不见了。可是我们6根修养就这么好。有一天你假如说发愤图强，好，我要启发佛性当家，你的6根马上反扑。真的你会抓狂，或许有经过这个阶段，所以才会讲。一发狂你不知道那个力道会有那么大，怎么这样？然后才我们的习惯线，什么线？我们现在到人家那个地方去他面打扫得很净，我们要不要偷闲？就是妥协妥协嘛，知道吗？妥协要跟他先好了，一半让你主宰了，我一半就好，妥协嘛，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了解到那个含义有时候之前我们南部不是都下雨吗？不下雨就告诉我们缺水，有没有？缺了水水还没来，天性已经垮，有没有缺很多人有没有？缺水，赶快去跑，对不对？现在水都来了，还被你嫌得太多。有时候你借着外境来明了，上天跟我们讲话，上天跟我们在讲话，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听哪有？都是悄悄的
假如有一天上天真的跟你讲话，你会吓死的。上天跟我们讲的话，无言之道，没有语言，可是呢都是道，你看使万物生长，对不对？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有没有在做事情啊？做得还很规规矩矩，对不对？那我们了解啊，有这一些天灾，那个是我们人心引起的。我们人的心啊，变化很快，又很恶劣。你看像现在的台风，那个天平，各位有没有看？它的行走路线，都明明走过去了，它还回过来。那整个南屿，那个相片一照出来，整个加油站就剩下一个屋顶。那个加油枪都不见了，那个加油的东西都不见了，不厉害，17级风啊，才17而已啊，假如34呢？所以我们了解说上天真的很慈悲。假如说上天要惩罚我们，真的我们没有一个可以生存。没有办法生存的。我们那个7级、8级的地震啊，是不是已经很厉害？那我们看一看大的整个宇宙，你那个7、8级算什么？那个是蚊子在叮啊，蚊子在动而已啊，很小。你整个那个星球啊。有那么多的星球，毁灭你一个，它又有什么？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很多成道的他在扶持啊，这个娑婆世界，所以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啊。然后我们成道以后，我们一样付出那个力量，我们都希望众生能够安居乐业，过幸福的日子。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自己。有那个能耐，这样知道吗？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愿不愿意。修道是可以成的，还有看我们有没有心。有心的话，都是容易，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不会有忧郁症也不会有自杀那个都是见事不管，才会有忧郁。假如说各有觉得说忧郁的倾向，那你要扩大你的生活圈，那最有效果。你去那个小学或是那个幼稚园，他们不是有上下课嘛你去做导护。你看看那个小孩子天不天真？那个很就是看得很可爱，不可爱是在家里哭的时候了。外面的时候都很可爱。安去看那个小孩子的活动，会忧郁吗？不会啦。我们自己关自己，要求的太美好了也会害我们自己。要随缘，像那个张轴张轴那个悟道记随顺誓言，无挂碍。我们会不会不要攀缘，要随缘。随缘跟攀缘是不一样攀缘是有企图，要人家好，要人家坏，那个叫攀缘，那个有企图，那个烦恼很多。那我们随缘，他好他坏，跟我们都没关系我们随着缘，该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做了就抛开，有没有烦恼？没有。所以烦恼也是我们自己找的。天下本无事我们庸人自扰，是这样。本来就没事的啦，是我们自己找事，是不是自己找事？
不觉得跟老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啊，最常听到的都是，就是你做的是多余的、无所谓的，他都会讲都是。那我们假如说在外面时常这个做那个大众运输啊，你就会时常听到人家谈话。那假如说你静下来听听他们在讲什么，你就会觉得他们讲的话都是多余的，那个都可以不用讲。所以讲10句的时候你说11句也没有用，那个在喉咙还没讲出来那一句没有用。那我们各位前我们在生活之中，那个没有用的话多很多所以我们就没有学到那个古人的那一种那个默，淹没雷声，淹深淹，默静默就是很深的静默。雷声打雷的声音就是你很静默，可是你那个德那个德性发挥出来，很感人好像打雷的声音一样。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古时候的人他很重视那个内在，内在的那个修养，内在的德性非常重视。那我们现在各位就可以看这个社会报道金块一大堆，名牌包是8坪来装，8坪的空间来装那一些，有没有用？都没用什么人有办法？就是他当官的才有办法。他百姓的税金拿去这样用，要不完你看他要几生几世当畜生道，所以我们不研究都不知道厉害落入畜生道以后他知道苦乐吗？他知道因果吗？他有能力改变吗？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落入，一落入糟糕了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那我们努力学习各位同学，启发般若妙智慧纵然我们有做错事，落入畜生道也没关系，般若还在。我们讲有看那个《未曾有因缘经》释迦牟尼佛因为贪图享受，结果落入狐狸身，狐狸狐狸知道吗？落入狐狸，可是他般若还在，竟然会给那个那个33天的天王那个乔世简就是四体还阴，给他讲道。他说那我要怎么样来报答是不是这个办一些比较丰盛的给你吃？他说他所要吃的就是大便。所以落入畜生道以后我们现在都很好，都养宠物以前的狗吃什么就是大便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不要落入畜生道，一落入那个真的没救了要把那个债还清了，才有办法恢复人道。所以各位假如说渡人遇到那个很没有一般人的那一种常识那个可能就是畜道出来了，畜生道出来你叫他行善他肯吗？给他吃给他穿，给他钱，给他享受他都要你要他拿出来的那大都不可能你要求到拜佛可不可能？他一定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神。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能够熬到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那是多久累积下。那我们祖先跟我们都有连带关系。假如说祖先没有德，我们也坐不住了；我们自己没有累积善，我们也坐不住了。
那我们能够研究到这么殊胜的心理心法，一定要用心，然后要实践，实际做。或许都讲啊，已经讲26年的时间了，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或许有时候都会讲到没声音的，那或许都会想，在这个时候来辟一下，点辟一下，竟然都找不到。我们各位点选可以吗？假如说我没有声音哦，你上来讲一下，可以吗？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定呢，要自己透彻深入，先研究明理，然后再实践。那你实践了以后，你讲出来那绝对不一样，因为有力道。那你假如说去听一听人家怎么说，然后我们就学的那个鹦鹉来讲给人家听，那人家听了会相信吗？不会嘛，因为你讲没有力道不实在啊。那我们已经经过，或者要讲是经过30年呢。然后我说累积下来的答案，30年竟然就只有8个字。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竟然30年，不够笨，真够笨。30年才得到这8个字。可能也是因为累积那30年，所以都是跟大德者在一起之前给陈大姑开车，然后后来给老千人后来跟老千人住在一起，感恩楼。各位有到天佛院吗？有没有看过感恩楼？你面对感恩楼只有2个房间右边我们面对感恩楼，右边就老千人住的，左边就是佛学处了，就跟老千住在一起。那因为这个心思比较能够融通，要做什么事有时候都不用讲话，眼睛一下就知道了，会冲讲。给大姑开车也是一样那有时候眼里看我就知道做什么了。都是30年累积下来，他又专心投入解心法，所以或许一讲了以后，就是因为有本身去经历，所以我会讲过那个结果会怎么样，那希望我们怎么样做。那你按照这样走，或许开始第1堂课就讲，你懂了，你听2个小时就不要了。6组的话，他连听也不用听，他都知道，是不是这样？那假如说还听不懂那就要熏习。那熏习就没有时间的长短，只要你懂了、了解了，去做就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天佛院跟老千在一起而且时常，因为等下是都会去请示老千人，然后或许在旁边不是嘛他都会听然后老千讲什么要做什么都会时常听。然后时常听到的就是讲修道以个人为单位，没有背景，没有组织。你有背景有组织那个是教化，是劝善。我们不做劝善的事，我们要做度人为天，那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修道没有开会开什么会？所以或许才讲，我们都漏还俗这个事来则还，事去则失。失就是开会嘛事情过去了，要不要开会可是老千人反对，不知道开什么会没有开会的事，没有。老千人都一直讲，以前在大陆地很广，
然后啊，你得到以后，你就赶快去修去办，得到了就去修去办，没有说还有那个时间再来集合啊，再来研究，没有了。那么大的地方哪有地方让你这样去做？可是我们在台湾太幸福了这么好的环境这个等于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啊我们那个我们的主体就是身心那个正报正报啊身心都很健全，然后啊我们的那个外面环境啊都很适合我们修，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都被环境拉走了都没有按照我们的那个理想来做，所以或许那个时候就看到我们很多前贤啊，为了想领讲师啊，都拼命的那个这个研究讲那立志想，最多的就是立志想，然后变成后来啊是怎么样？是常立志没有立志常，一不一样？我们是常立志，就是拢袂记呀。立了志向以后忘了，然后又来立。那立志常呢？立了以后一生一世啊，都只有这一个志向，没有再转变的。可是我们现在受社会那个变迁的影响，我们的心啊也一样跟着变化很快。所以天气的变化，就跟我们的心一样，也很快。一下子好天气，一下子下大雨，没几分钟停了，要出大太阳。以前有没有这样？或许小时候是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随着人心天心随着人心在转。那我们要了解说，大道普渡的时间按照那个那个预期的时候已经没了，涅槃了。可是为什么现在还有呢？就是上天不忍心，然后我们善心要这么多尤其我们这个台湾真的都是很善心。一看到报道南屿就是受天平那个台风影响很大你看物质真的已经超多了大家都很肯布施，所以我们福报就很大。那福报很大就不要迷失了。我们就是最这个福报太大了迷失掉了。我们还不错讲一行。因为只剩下20几分钟准备给各位提问。今天就是谈心是不是谈心？都是心的问题，谈心讲根源要呢知道了要做因为或者讲26年的经验，你不听信理心法，你现在研究很努力，你只要经过6个月，你都不再复习，你所听到的上天都收回去，让你脑袋瓜空。人家问你，你说我有听过吗？我怎么没有印象？这样26年不可能说没有人听懂，绝对有，只是他不做，隔了一段时间不见了，所听的这些道理不见了。那你只要说肯做，就变成你的了，变成行为习惯，那就经呢就是能够牢牢抓住心理心法，明心见性。各位明心见性了没有？那讲的不困难的很容易的刚开始先了解生灭心后来呢研究不生不灭然后呢我们就是了解如如动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
如如不动，我们那个知觉性如如不动，一定要体会了，体会了以后啊，你就可以发挥，我们一研究过了以后啊，各位同学，你就可以了解。假如说你在像以前的那一些道理在研究，你坐得住吗？你听得下去吗？要你去讲，你讲得下去吗？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要有实际的那个了解领悟，然后呢就能够讲出来，让人能够受到利益。这样还好了有一行，不过是最后面那个4个字还没收，一行都没有讲完，还剩下20几分啦。因为这个提问很重要，以前或许30年可以说很努力从那个北投啊，因为或许以前在北投慈惠堂，就是阳明山那个后山，在那边当那个庙祝跟鸡头，然后那个时候为了要问一些问题，跑到新竹石头山，石头山不是都是寺庙吗？我去问那一些和尚尼姑去问他们问题可是他们回答我都不满意我说不是这样，好虔诚很努力我想说大概修道没有像我这样一直追求心领心法，那就是这么有心追求，然后领悟了以后怎么这么简单所以或者才讲把那个经验讲出来，你就省掉摸索的时间。那个摸索真的是不懂就是不懂啦。你不懂人家问你的时候，你的回答你会回答得很理想吗？不会嘛，因为都不懂没办法，所以就是要懂。所以我们道歉是一样那个宝光那个花莲的道亲坐飞机到台北去问或许动辄静止机是什么意思？不是用电话，是坐飞机亲身天母，或者那个时候住在天母那边去问。我说你打电话问就好了你说这个要问才有那个诚心我们有那个心这样追求吗？一定没有了。你都怪那么动静关你一动静。他竟然说，怎么相反呢？我们一般的认知都是静重要他怎么会说动呢？动变成静的基本呢？我说就是因为你看万物的生长，没有动它哪能生长？你没有动小孩哪能长大？你没有动哪有白天黑夜？你没有动哪有春夏秋冬？是不是整个都是动？整个都是动是不是？我们呢，假如说能够静下来就跟天地一样在动，是不是我们静的机？这样懂意思了吗？各位都不用坐飞机去问了，现在就有答案了。现在不要说坐飞机去问了，我们坐公车去问都不愿意了。是要了解到，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你回答不出来。纵然有回答，那也不合真理。说一定要你自己本身亲入，自己深入的了解了，你就会知道，原来这样。可是我们一般人的那个观念，这些哪算动？万物生长，小孩子长大，我们长大会老会死，这个哪算动？都不把它承认了，所以是不是认知的问题？所以我们认知很重要。我就讲，我们都是佛，为什么没有成？就是我们认知不正确。那假如说我们是佛界，成不成佛？绝对成可是我们的知见各位学姐，什么知见？生灭。
是不是都生灭？都是生灭啊！啊，我们用生的心想要生要修不生不灭的道，哪会成啊？因果不一致啊，绝对不会成。所以一定的要启发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他因为或许有带那个楞伽经概类，有那个一张那个讲义啊，跟那个一片 MP3，只有录一个佛堂，来是有2个佛堂讲，只有录一个佛堂，这样才比较不复杂。各位要都在后面，可以拿回去听。总共呢有这个4堂课，还有讲义。可不问嘛，还剩下20分。刘老师，有请问说，时中九非颠颠倒，名将力所牵，愁章为患是非作，坎系三无限，是什么字？那个十中九错就是10个里面有9个都不对了，颠颠倒倒都没有正确的认识10个里面就有9个，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不是很正确，所以有一些比较有研究，他就会写这个画出来，可是因为这一些都比较这个叫文言文啦，所以要解说要看，来拿起看。这个文言文一个字都代表多了10中9非就10件事情里面有9个都不对因为我们都是颠倒应该重视的佛性我们都忽略，应该看清身体我们都重视，有没有颠倒？就是颠倒。然后佛性是真我们呢都迷，身体是假，我们都呢非常的认定，是不是颠倒？就是全部都跟真理颠倒。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佛经以后，那也都没赶快，所以就相信不疑。那你深入研究以后就会知道说，这个讲的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现在众生呢都是戴眼镜，就是看得很近所以我们了解说呢，10中9非，10个里面9个都不对因为我们都颠颠倒，然后名将利所牵我们都呢追求名跟利所以我们这几天看报纸不是之前交完署长嘛那个是我们是不是都摇头？他买的那个消防车很贵不能用是不是浪费我们那个纳税人的钱？然后他私又做这些，对不对？就你看有那么多的金块，然后他的太那个名牌包竟然要很大的空间来装。有什么用？一个也没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被名将利所牵了，这个都不认知真理，然后呢，这个愁章为患是非作，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未来策划。那个愁章就是策划未来然后你一直用心的策划未来，这些呢都是幻，都是假的是非就不分辨为了都呢去做是非做含蓄三途线就是我们就陷入那个三恶道要了解到我们3个以后那个血途、刀途、火途已经陷入3途。那我们要了解它有一个意思是3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3恶道。这个导师
比较文言呐，问的人啊，这样回答可以吗？啊，没人问了。还有吗？还有10几分，还有人要问。或许以前你看跑那么远都去问了，现在来这里给你问你都不问。好，请说。刘讲师，请问那个您刚刚有提到那个老和尚，广清老和尚。对，广清老和尚他入定了但是他唯一的就是说没有得到隐私嘛，隐私一指点所以可能就是说有很多修行人，他也是在找明心见性，但是我们到了殊胜，就是说我们先接受明师一指点，我们是先者后修，但是后学有时候像去中国大陆遇到那个道长，他说他已经找不到任何他更强的道长为师了，后学也想说那个他只是缺陷得到明师一指点，因为他也说了很多的外国学生。那刚才讲师有讲说这个6级，因为很多后学讲的不讲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出去可能说很多人以前包括说一些修行的网很多，那有些人谈到动气都认为说他已经是把我心在第一关第2关的时候他感觉就是说这个非常的殊胜，这种就是明心见性，所以很多人把心不了真理，就是说这种就是就近了但是有讲师你有讲到说可能在那个6关可能就是说以后可能或许我们都会佛心启动的时候，会慢慢的自己去了解自己会心。那或许是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空空如何来治这个灭？因为我们是把这个真空，各位浅显，所有天地的万象跟万事，是从我们佛性的真空生发。我们的真空可以生发万象、万事。那我们现在一落入生灭的范围里面我们的真空不见了，变完空。完空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人士看到的这个空间，是只有一个空间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或许为了要让大家所了解这个空间里面它是有它有水火风土因为我们现在更了解有除湿机、冷气机，我们可以把风空气之中那个水我们把它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空中有水，然后呢有火我们呢就是有那个热度，纵然在下雪的地方，它一样有火，空中有火。那我们假如说用打火机用火柴让火呈现那个叫因缘际会，它本来没有的话，你再怎么样它都出不来那就是因为它本来有，以后用因缘际会它就呈现。所以火，我们身上有热度，那也是火。所以这个火就冲在整个虚空水火，那风更容易，你只要你一手不动一手动，就感觉出来风有。那风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佛性出来。各位都会很疑惑，哪呢？我们佛性怎么会有？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佛性的真空就是生花万有。那我们不重视自己的佛性真的很糟蹋，所以一定要重视图我们就是了解，只要呢那个阳光从空隙一照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空气之中有非常多的灰尘灰尘就是土的散所以佛在讲经说法，
他就讲世界，然后说世界不是实在有的，它是很多灰尘积聚在一起呈现的。灰尘积聚啊，就成土；土积聚啊，就成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空间里面啊，有水火风土。那水火风土啊，就变成万象万事。所以万象它的原来的本质啊，就是水火风土。那我们盖房子啊，也一样，它的所有的这些也是水火风土啊。所以啊，这个啊，因缘际会，让这个形象呈现，演技啊得生。可是水泥的寿命啊，100年，100年以后啊，水泥风化，它就毁了。那风化以后，那个啊钢筋就外露，钢筋一遇到空气呀，就生锈，然后就没有力道，这个房子住就不安全，所以打掉就重盖，重盖一样啊，它有100年。那100年在我们佛性来讲，它只有一刹那，因为我们身体呀，这个1分1秒都要过，所以觉得很长。可是只要进入啊，佛的本体面。那个啊，千千万万年都是在刹那之间，它没有过去啊，也没有未来，也没有现在，这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说很长远啊，很短暂啊，都没有。那个都是我们人制造出来的那个名字跟那个语言，假的啦，都是假的。我们了解佛性呢，只有一个。天地之间呢，就只有一个，所以虚空呢，就是佛性本体。你虚空本来就没有名，也没有相，可是我们在虚空之中，我们把它划分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就变成十方。在十方之中，又万象万事产生。一个相一个事啊，都有一个名称，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固定的，是真的，其实都是假的，都变化无常的。那我们一了解到，原来真的就是佛性不生不灭，湛然常住，如如不动，常住不迁，那个啊，就是我们能够拥有追求一个最高目标。你一到达了以后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就是用研究深一点的道理。因为啊，很多人他在中途有成就，他就赶快先养，然后收费了。那我们要了解，只要有华只要有，是不是短暂生灭？那我们要不要去追？不要。所以啊，我们要进入无学。那我们现在是有学，在有的现象里面在学。那有学有生灭，就不会很高。你已经去掉见后，去掉思后，去掉见后，叫做见到位。那个位阶啊，就是你可以见到道。你去掉思后，思想上的迷惑去掉，就可以修道。你已经达到见思后都断尽了，你就进入无学位，已经叫无学。那无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无法可以学，就没有法执啊。那我们一定有我执，有法执。那我执有分别我执，有俱生我执。法一样有分别法执，有俱生法执。这个呢，牵连我们有够大的，我们在里面都被它绑住，都不知道。那我们要了解到，整个所有虚空一个，那虚空一个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湛然本体，我们就是要这个而已剩下的名相都不要，都是假的，华一样，都是要我们回归到本来。所以本法，佛就讲。为什么一个字也没收？因为依据本质法，你有收就是有能收，有所收。既然有能收，就有生灭，有生灭就有变化。那我们佛性不是这样，它没有生灭，没有变化。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盛的不要去那一些变化？就像广告，那个时时不动的，我们不会注意；一直在动的我们都会很注意它，就是那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有法，它就有持。你有法持啊，我执在里面。你有法持，有我执，那个都不会成道。所以一定要到无学，无学若现象，它又会被现象卡住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时时刻刻啊，要有清醒的头脑。你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一定要深入。你深入了以后，才会知道，原来我所知道的还没有到达究竟。那没有究竟，你会跟人家争一争一争越来就越不理想，会越堕落。你假如说越能够提升自己的那个心境越来你就会越充满。到达平常心了以后，或者讲我们修道真的要到达平常、平凡、平时、平淡，4个平。你有奇奇怪怪的那个都不要去学了，因为学来对你都没有帮助，到后来都有障碍。这样了解了吗？还有5分钟，还有没有？刘讲师这边有请问说，何谓3缘？如何修？如何去做才能断？3缘。缘分的缘。3缘。因为现在的这名称它的内容有时候会很多了。你像说我们有3性，各位前面有没有听过3性缘起性、遍执性、缘成性。所以呢，有时候要看它的前后文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你3缘我们换成不止3缘是万缘。所以才要万缘放下，3缘太少了。凡尘记得眼记则生眼善则昧，所以那个事物的本身没有本性，都是假的。眼记就生了现象，眼善就昧了，消失了，都是空的。那个物的3缘是指哪个方向？上一次我们在发言上面有讲到18戒种那个什么延伸缘起，在第几页？58 58页那个体性那个生眼世界这个是跟尘跟自然3个合在一起是不是这个？你是看到那个这个眼以色及色界3论的是3缘，不是那个是那个6根6尘跟6识3个。那个不是在讲3缘，那个是在讲6根6尘跟6识。那里面你眼根然后对色尘，那色尘眼根对色尘产生我们的眼智，这个就是3啦，是在讲这个啦，能了解吗？然后我们耳根，然后对声尘，然后产生那个我们那个耳识。这个就是3了，是这样的，无你若讲3缘安尼凭空来给它画一个我讲万缘啦，要放下。还有2分钟，还有吗？还有问的吗？问2分了，难得的机会或许。共火有什么功能？共火。
供养佛，供养佛就是在供养咱家己啊。我们自己就是佛啊，啊你轻视他，你就轻视佛，轻视家己啊。啊，所以借着外表来回观我们自心，借着外表回观自心啊。所以你到深入最究竟的时候啊，就是虚灵一团，只有虚灵一团，拢无代志啦，没事。啊，你落入外相，你到底外相，那个都是在那个底下一层一层底下，拢底下也看，那不会到就近的程度了，也不能这个解脱。那我们要了解凡尘鼓励人家供佛那个是在累积我们本身的那个德借着来供佛跟佛结缘然后累积自己的那个德。那自己的德你够了，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为什么听心理心法做得住，就是因为我们行善，然后善行多了，让它生根。有善根要让它成熟，那善根成熟，你就有机缘接触到上乘佛法。你接触到了以后，看你累积的是多呢还是不多，就会影响到你那个了解的程度是深呢还是浅，是这样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就是了解说虚灵团就是我们所要追求最高的。那你有形象你执着在哪个形象都是过程经过的需要了并不是绝对。那我们追求是要追求绝对，一个绝对体，没有相对的绝对体是绝对亲切的跟我们在一起，不是说去哪里找了，只要我们回光返照，全部都记住不要有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不要有全部佛性圆满呈现在我们眼前，都不缺欠的，也没有剩余啦无欠无余就是这样。下课了。先给或许机会先讲，我们讲到88页，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很厉害只有讲一行，还没有完那个最后面4个字没说。这个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把那个6根它的由来怎么来的详细说了。那因为或学经典就是很多，所以都会觉得说白话。可是这个各位都一直反映听不懂，那或者说好，那慢慢说那个听懂的了解的维持这样会比较慢那我们呢一样从这个88的那个开头通塞两种呢互相显发这个通之后塞就不见了，塞的时候通就不见，就是我们的鼻根各位可能也都有鼻塞的那个过程，就知道一塞住了很这个呼吸很不顺畅就会感到很难过所以有这2种凡尘的这个现象，在我们那个妙觉暂言的性中，这个妙觉暂言性中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那本来佛性本体它是一体，没有6根可是现在已经有了，那有了佛就一个一个讲那我们前面那个88的左边呢就讲那个眼眼根呢跟那个耳根，那这边呢开始就讲鼻根鼻子
那么年湛，这个年湛啊，那个湛湛然这个本体就是我们信这个本体，也就是呢妙言宗啊，就是呢这个妙觉啊湛言性宗就是佛性的本体后来这个就连湛啊连起来就是前面的这个完成的事通塞这两种互相显发呢这一种是属于望成那个完成的景象已经呢落入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是完成的景象是妄不真。可是呢它现在呢妄现象连闻那个湛然本体那个湛就是湛然本体，就是佛性本体连那个佛性本体发秀就已经发挥成那个嗅觉那个嗅经嗅觉。假如说呢我们这个鼻根没有佛性本体的话，那我们不知道香，不知道臭，香臭都不知道。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有这湛连湛就是湛然本体。湛然本体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有佛性本体我们那个闻鼻子的闻香臭就很明显。各位香臭有没有闻得很明显？那表示说我们那个整个都很正常。那要呢维持正就一定有佛性本体。假如说没有佛性本体香臭都不知道了，不知道香，不知道臭所以连湛发嗅那个嗅觉就是因为有佛性本体在所以就很灵敏。那么嗅经那个嗅能够发挥出来我们闻就是很厉害那个就是讲嗅经不会说这个含糊就是很明显。然后应嗅经它反应的就是那个味香，这个香呢是代表所有我们鼻子闻到的所有味不只有一个香有含臭也有含别的气味我们鼻子是不是闻得很多的气味，对不对很多气味那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嗅嗅觉那个嗅觉那个觉就是佛性本体。那么纳香呢成根纳呢就是吸取吸取我们的那个味道香臭呢那个有的那个味道就成为呢我们的那个鼻根那个纳香成根这个呢就是圣意根。因为底下有那个浮尘无根是尘，对不对？那个叫浮尘根。那么圣意根跟浮尘根有所差别。因为圣意根就是超出我们凡俗凡尘世间的所知道的一切。那么这个呢纳香成根的根就是很微细的那个是红土所以这边就根源木尾那个木就是名目了那个根源根的那个本来就是清净四大。清净四大就是水有风土。那我们就是了解到有水有风土这个很微细的我们的那个鼻根的圣意根作为那个浮尘根的依赖。浮尘根依赖圣意根圣意根呢它就依赖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子说可以听懂吗？可不可以？可以就没有说把它念过去就好了所以底下呢就讲根源它根的本来源就是本来名目就是清净四大
就是所有红土。那么这个生意根呢，因为相很微细，所以我们呢看不到，可是会知道我们都在用阴明啊鼻体，那个阴呢就是依啦，依赖依这个生意根。那依生意根呢它的名称叫做鼻子的本体。那鼻子的本体是什么呢？就好像呢双垂垂下来的那个爪，就是鼻子的形态形象，所以底下就讲胡根呢四尘，这个呢是这个色声色香味触，跟呢前面所有风土清净四大两个就是构成我们那个嗅觉，这个是整个嗅觉的由来。那已经呢有浮尘根了，浮现在凡尘的我们这个色香味触有这个浮尘根，我们就呢留意本香，那个留就是整个我们呢都这个向外去发展所以有一点类似那个瀑布流水。那么意就好像野马那个奔驰在旷野之中所以留意，然后奔呢就是一直朝一个方向，哪个方向？就是气味的方向香臭以及呢闻到的所有我们鼻子接近的那个气味就是留意奔香。这个是佛呢讲我们那个鼻的由来。各位浅浅这样可以听得懂吗？还是不懂吗？圣意就是圣圣的那个圣意道的意，圣意根。然后因为底下呢它有浮根四尘，这个叫浮尘根，浮现在凡尘的那个呢是根，就是色香味触这四根。那呢相成根的根是圣意根因为它呢就是给那个浮尘根依比较呢我们不能够很这个清楚明显的看得出来所以他就讲根源那个圣意根的根源那个名目就是清净自大，就是所有风土。那么因为所有风土我们整个身体也都是所有风土，那我们的鼻根那个清净四大鼻根的所有风土比较微细，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可以感受各位都可以闻到气味嘛，对不对？所以那个闻到气味中间的构成就是要有佛性本体，然后要有圣意根，然后要有浮尘根，那整个凑合的演技则生我们的鼻根就产生了。那假如说我们回归本来的话它没有连战这个花秀，没有连战花秀的话，我们是佛性一体本体，就没有变成六根了。所以我们之前时常讲，我们呢那个一念无明生三系，第二个转本有的智光而成能见自己我们都时常讲，有没有？这个本有的智光就是佛性本体本来具备的智慧。可是我们因为本来具备的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没有体会，所以就变成能见之见。那能见之见我们都用我可以看到什么，我可以看到什么，那个叫能见之见。可是我们有能见就有所见能见所见互相对待，就有生灭所以假如说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它就恢复到佛性本体。那恢复到一体以后没有能见了，可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知道，而是了了。这样有没有更详细知道了？
我们为了要使身体那个知觉更清楚明白，可是我们知道说为了要使身体清楚明白，把原来的佛性理已经把它分化，把它已经详细的细分，把它分出来了。那我们假如说不分的话，它就是一体。那一分了以后有能见就有所见，那我们有能听就有所听，就已经落入相对态，它就有生命。那有生命以后我们就会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就会有取舍，那有取舍以后我们就造业，我们造了业就要受苦，这样连得起来了吗？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见能闻能嗅能禅能觉能思，都希望这样了。可这样的话，六根都已经形成，那六根形成我们一体的佛一体就分成六根用，就已经分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可以说互用了。那假如说我们一体的话各位先生，假如说还不分的时候我们身根就可以一根当六根用。我们身体身体身根就可以当六根。所以为什么这个仙佛来介绍的时候他不用眼睛去看黑板，就知道说那个黑板的字写错，有没有？那个就是六根互用。身体可以当眼根用，可以当耳根用，可以当嗅根用，是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是现在已经都落入已经分化成六根了。那我们就好好的发挥从一门深入，我们把六根全部都了解了以后我们这个根就尽了，尘就亡，凡尘都亡了，根都尽了，没有根没有尘，又恢复到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六根就可以互用。眼睛不但可以看，眼睛还可以听，眼睛还可以嗅闻，是不是不可想象？所以或者都讲天理心法刚开始真的像看卡通影片看我呢沙地是我们佛性那现在我们都知道经典明白的记载是一些之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有没有？不是后发明的啦，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有没有？我们有看到没有？在第几页？所以就是为了要让各位更深入的有印象，所以要了解说这个是佛讲。那佛为什么会讲？因为他证悟证悟说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的这些佛性已经证悟。那我们跟着证悟的脚步走，我们证悟了以后一样成道，一样成佛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说不骗人的都是真的。那我们还没有去修正呢跟我一样我们都很怀疑然后我们越了解以后怀疑就会越消失因为从内心产生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信赖所以这个是始于鼻根。那么接着底下有田变等那个田就是安然无味，那个变就是变迁已经有味了各位
我们嘴巴都没有吃东西呀、是不是啊？哦，那个安然无味，安然无味哦，叫做甜呐、我们放东西进去嘴巴里面，然后我们吃了，牙齿一咬了，味道出来了，对不对？这叫变。甜呐、安然无味，没有味道。就像我们现在嘴巴里面有吃东西呀、叫做甜，就是没有味道。那个变呢，就是已经吃东西了。尤其你看吃花生的，味道很强，对不对？那就变，变，这个甜变，是两种啊，相称，不相凑了。没有东西的时候，嘴巴没有东西的时候，跟有东西的时候互相交错，相凑。于妙也之中啊，在我们妙觉这个暂缘性中，妙觉暂缘的性中啊，就是佛性的本体。然后连暂花禅，连我们那个湛然本体呀、已经变成花禅，后呀，我们那个禅，就是味道，那边禅呀，下面比吃的东西呀、是什么味道？尝一尝好不好吃？那么禅性啊，应味，那个禅性啊，反映出来就是味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那个味道是不是都很明显？所以才会这个好吃的东西呀、很远的地方才有，我们都会还会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呢去吃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已经呢被那个味道吸引。我学那一阵子不是有休息50天吗？那知道各位知道啊，那个整个味蕾消失了，就是嘴巴吃东西东西都没有味道。你想象吗？假如说你拿东西来吃，不管是什么东西吃到你嘴巴以后都没有味道，会怎么样？好吃的东西没有味道，不好吃的东西没有味道，那怎么样？全部没有味道。我在想那个时候拿收水桶的那个收水来吃不知道，没有味道嘛。那给生看他怎么回答？不明原因。那后来不但他后嘛不知啦，怎么样又变得有味道了，味道都吃得出来，不明原因。所以凡尘这个不明原因很多非常多。那或许都在想，因为我都是要有佛性本体才能够去分辨它是什么味道，对不对？那竟然都没有，没有味蕾。没有什么味蕾。嗅觉跟味觉没有这个嗅觉味觉，那个跟或许那个时候一样一辈子都没有那个真的是很异类了。这个一定会有因缘然后或许一直在探讨说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使或许这个整个味蕾都消失，那又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又整个会各位然后去想想看什么原因。因为或者很喜欢实验大概也是要我实验一下这个讲出来才有力道嘛对不对？然后让或者说好，让你本身去尝一尝，
那个没有味蕾的状态是怎么样。不然哦，假如说没有经过那个阶层啊，哦，像人家讲，你会吃东西都没味道，哪有那个事？我们一定会这样反应，对不对？那有经过以后啊，我们就会想啊，真的有，真的就是有这个现象，哦，像那个啊，那个剧啊，那个大长今啊，他不是后来要煮给皇帝吃的时候啊，他那个味蕾不是消失吗？结果迄个物件个煮啊咸咸无，迄食一个安尼好安尼贵，哦，各位都可能没有看好，有还没有看到这一段吗？哦，就是味蕾消失了，所以他放很多盐巴，不知道已经超咸了，哦。可是或者在想哦，或者那个时候没有味蕾啊，迄规罐的咱盐罐啊吼，拢放落吼来吃，我看嘛唔知啦，也不知道哦，那个是盐加咸，很奇怪嘞，不明原因，怎么会吃东西没有味道？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个店是很慈悲啦，看到我站在那边哦，卡袂掉，要赶紧存去来给他扶诶。还有没有印象？站都不住了，卡不掉了，哦，很难。跟现在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啊，整个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舌头哦，我们舌头的味道哦，这个呈现。前来我们有讲，说我们呢可以体会，哦，我们的嘴巴那个舌头，哦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东西呀是随缘之用，然后我们东西一定有吃完的时候啊，它又回到不变之体，对不对？我们都是从这一个现象来体会。说我们那个佛性啊是什么状态？哦，佛性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不会变化。那会变化的是现象，可是呢，会变化的现象啊都是无常，很快又变化了，一直在变化。那我们研究啊，就是要了解说，对我们整个一生影响，这个生灭变化的影响，不生不灭啊，对我们的一生的影响，到底它差别在哪里？那我们要怎样去调试，才能够过得很符合真理？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变化。那我们在凡尘我们身体也是现象。已经落入现象，所以应对进退都一定要，那要呢就一定要接触生灭变化。可是我们或许一直在观察呢，研究，我们众生呢差别最大呢，就是没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把生灭变化的佛性的功能作用把它当成本体，就它在这里因为我们了解那个不变之体是造极而常造，然后呢，我们随缘之用是造而常极，造就是用，极就是体，体用体用它都不相舍离没有离开，有体就一定有用。那我们不能把用当体，因为我们要摄用又归体，所以用只有一次啦。佛性的功能作用发挥出来以后我们就要让它随顺的自然，逻辑没了就好，不要一直追。可是我们呢，就不是这样，我们的随缘之用用了以后留在脑海，一直回想要怎么样使它又回来，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落入呢那一种这个本末颠倒错乱，
就已经呢不知道我们该注重什么，不知道呢该看清什么，已经呢不了解了。那因为这样啊，那佛性本体啊就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或者都讲，大概我们最难去体会啊，就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就是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对这个如如不动完全都陌生，很陌生啦。佛性啊是永远都不会开，不管你知道它，你不知道它，它都在，而且就很亲切，都跟你在一起。可是你不认识它，不知道。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没有办法把它培养，没有办法使它呢茁壮。那现在呢我们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先了解我们整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轮廓是什么样子一定要先知道。所以我们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凝过万缘放下，就是所有的妄都已经没有了。一念不生这叫真，真都呈现，妄尽真就显，一定要这样。真显的时候我们要培养一段时间，让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它能够做。茁壮以后呢，我们最好再做耳根圆通。那我们这个念经后面有讲耳根圆通，会讲到耳根圆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事先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佛性的轮廓，然后呢把它培养让它茁壮。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很笃定，这个很重要了。很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你相信了以后它可以发挥力量，发挥出来的力就很大。那假如说我们不相信自己的佛性那个发挥出来没有力没有力道。所以佛性一发挥出来了很多我们都可以了解说儒家为什么一直强调良知良能。良知良能是本来我们具备的，可是因为我们被社会引诱，我们把良知良能都埋没去不见了所以不见了以后我们做错了想错了也不知道，不知觉就错了，不觉就造业了。然后受苦的时候我们又很不甘愿，为什么都是我在受苦受的时候我都努力的在做，为什么受苦都是我在受，不是别人在受？就一定会有这一种错觉。所以我们就是要详细深入的研究一有现象一定有它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到没有抓到根，没有摸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就是最重要因为没有我们都在形象用心，都是在形象勾心斗角，这样我们一生很快差就过了，我们都会很后悔所以在这个很短暂的人生里当中一定就是一定要定志向就是一定要追求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本体它是亿万年都在，不会消失，没有生也不会灭它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会动是我们身体会动是我们习性，佛性不会所以我们习性造了很多业跑到三恶道去舍弃我们习性佛性要不要跟去要不要？因为佛性无所不在你到哪里它都跟到哪里这样了解吗？你到地它都跟你到地你到天堂它跟你到天堂因为都有
整个宇宙虚空啊，全部都有你的佛性。所以佛学都一直在讲，我们一定要体会啊，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会搬家的啦。我们佛性不会搬家，也不会离开。你不用它，它也在啊；你用它，它在。可是啊，我们的妄心、昧心就不一样。我们跟尘相对啊，又跟面对六尘，这个都变化无常。可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啊，不会变化。它都呢，永远都在。或许就讲，我们要体会的话，怎么样如如不动？就是啊，用照相机的原理。我们有过照相机吗？一定会了解说，按快门的那一刹那，一定啊，镜头不能晃动。镜头一晃动啊，我们照出来的相片啊，就模糊不清，对不对？那由这个原理啊，我们把它拉我们的佛性来。假如说我们的佛性在身上是身上自在一起，那我们整个身都在动，对不对？看出来的影像，看出来的这一些形象啊，它会不会清晰？一定不会，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现在转得很快，看得又很清晰啊，就要了解，动的是身体，佛性如如不动。这样有没有比较有印象的？如如不动，因为整个宇宙空间都有我们的佛性，不用动。像或者从基隆来到这边大概有300公里啊，有没有带佛性下来？有没有？各位都会想，有啊，你辛苦给带来啊，了解到，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空间啊，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空呢是真空，真空啊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了解说，佛性本体的真空可以生发妙有，万事啊都从佛性本体生发出来。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了？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佛性生发，都是佛性出来。我们看到了什么，知道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是我们自己佛性本体，是一个本体，当然知道咯。所以啊，或者那时候就讲，司机啊而龙现，淹没了而雷声，神动啊而天水，有没有？刚开始讲的时候，或许并没有解说了，可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它里面的含义。司机啊，就是在家里面静居，没有出门啦。龙现就是神通万物，我们的神通万物，那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因为所有万物啊，都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神这个神呢，你看通万物所以你不用出门不窥游知天道，不出门知天下事，不用。为什么不用出去？因为全部的天下事都在你的佛性里面。这样了解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用错心别人是搭错车我们是用错心。我们心呢都用在凡尘的现象，都是追求凡尘的事跟物，这样呢跟我们佛性本来的格格不入。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可是呢我们所追求既然全部都是形象，我们有没有追求没有形象的？有没有？没有形象面对我们都这样都这样想。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形象的都不久了，最久才不过100年。那没有形象千千万万年，所以就是要
这个注重呢，我们该注重，不要本末倒置啦。我们现在都这样啊，该注重的忽略了，不该注重的，我们注重的要命，花了几万块啊，要去排毒，那个很难赚的，几万块很难赚的。那几万块用了以后啊，排掉了没有啊？有没有排掉？所以或许看那个《大藏经》啊，里面就记载，有人要害释迦牟尼佛，用那个我们人的毒药，然后加在食物里面给释迦牟尼佛吃。释迦牟尼佛知道说里面啊都是毒药，然后他就讲话了啊，说我们世间最毒啊，就是贪嗔痴。那我已经没有了，我没有贪嗔痴了，所以这个我们谈话都不够快，就把它出进去了啦。要害他的人很高兴，追一下差不多等一下那都死翘翘的，结果都没事。我们还没有那个功夫了，不要知道这个毒，你又把它出进去。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啊，心有没有正常？心有没有贪嗔痴？这个啊是最毒，佛心里面没有，佛心没有贪嗔痴啊。为什么？没有形象，没有形象，他不用贪，也不用嗔，也不用痴，因为我们有形象啊，六道人耳又久了，都具备了。各位有没有贪嗔痴啊？大概都不敢讲没有了，多多少少有。这个贪的厉害跟不厉害而已啦，都有。所以我们了解为什么要修，就是把这一些佛性所没有的去掉，佛性所有的慈悲喜舍都全部找回来，安尼俩啦，不很困难，修道很快乐的事啊，不会很困难。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你只要真理啊越了解透彻，生活呢就会过得越理想。那我们周遭的人啊，跟我们相处啊，就如沐春风。那假如说我们凡尘心太浓，时时刻刻那个脸都从厕所出来，臭要命啊！人家要不要跟在一起啊？看到你头就转开了，这样成功的还是失败？失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心很重要你心能够自己能够这个尊重自己，你就呢会尊重别人。这样一尊重了以后整个观念都改变。我们大部分都会尊重自己会的，尊重别人有一点困难。我们会说值不值得我尊重，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想想，我们自己值不值得人家尊重？值不值得？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所以呢，就是要了解，先自爱，人家才爱你。你要自爱的话，人家怎么爱你你先要看重自己，人家才会看重你。你假如说自己都很堕落，人家要怎么看重你所以这个完全是我们就希望说，找的对象一定要有那个品味。有品格，有气质，那我们本身有没有
很有意思哈，修道很有意思啦。然后我们又回来，不然这一章哦，可能又要讲好几个礼拜。在我们的嘴巴呢、舌头这个连战啊发禅，禅呢就是我们了解到那个气味，禅经呢应味反应呢就是呢那个味道。那么脚味啊成根，我们呢这个旋转虚取叫做脚旋转虚取啊那个味道成为我们的那个舌根根源它根的本来名目啊叫做清净四大就是水有风土，所以这个叫圣意根因为这个圣意根啊我们看不到所以它呢给那个浮尘根啊应用因名啊得体，那个因啊就是依赖依呀依那个啊圣意根成了浮尘根这样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舌头那个喙肌如痴怨月，好像那个月初那个初三、初四、初五啊那个月亮只有一半出怨月浮根呢浮在凡尘的这个我们的浮尘根啊四尘色香味触四尘，我们留意啊本位就是一直啊向外我们的六根啊都没有回来了，都向外发展所以啊留意啊本位朝着味道。所以或者师长都讲，以前啊或者开自行车曾经呢那个在很多客人啊到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要吃，那问了为什么你坐的车的车费啊比那个吃啊还要贵，还要来得多了他就会讲多好吃多好吃，就是这样有没有那个留意本位，有没有？尤其最不可想象啊就是那个猪血糕，猪血糕不是很低嘛竟然坐计程车去吃猪血糕。我们问说那么好吃吗？他会讲你不知道啊那个有多好吃。那也载到很多的客人这个可能真的他是做得很成功了，不然我不会那么时常载到他们都是要吃的吃什么？黑鳞鸡啊，怎么讲？可以怎么讲？虾仁羹他说要快一点，不然吃不到还会吃不到。他说他下午4点出来，卖到晚就回去了。这个生意好不好做？真好做还呢摆几包无人买，无人要吃哇，到半暝收还够有剩，结果较紧无食到这个，所以要以那个吃得来生存的话，赚钱真的要抓到那个客人的胃他好吃了以后自然他就会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养成一种习惯，那一家假如说排队你也会跟着排，就没错了。那一家都没人你说这个不用等，我说赶快进去吃，你吃了一定嘴巴一直念。所以那个好吃的就是人家愿意排队，愿意等待。不好吃的就是不好吃不要了，就是冷清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既然你要以吃的来生活的话，你就要弄得很好吃，连那个槟榔我们都说不要嚼槟榔，可是很多坐进车都买槟榔。我说槟榔不是到处有吗？为什么要坐进车去买？他就会讲那个里面他夹的那个东西真的是好了。可能我们都没有经验了再说怎么好我们都体会不来，可是经验就花出钱了
坐车去买，那一定是绝对不错。所以啊，我们这个留意啊本位，都是这样的。我们众生这个人同此心啊，心同处理，都是一样，都是想吃到好吃的啦。我们这个啊，除非说没有吃到好吃的，我们会安分守己。只要吃到好吃以后啊，我们本来吃的糟糕了，都撇开就不吃，都要吃好吃的，对不对？都没有啊，那只有后者。那以下呢，由离合等啊两种相磨，互相的磨荡，这个是属于啊，我们的身根，觉啦，那个觉，离啊跟合，像我们啊穿上衣服啊，就是合，我们脱了衣服叫做离合，这样知道吗？有没有白话？真的很白话嘛，我写一看，这个叫白话啊，很白话。可是假如说我们没有去做庙，它就很深。做到庙，真的就是很容易。离合两种呢，互相磨荡。那么在我们妙觉湛圆的心中，佛性本体连湛发觉，把我们那个湛然本体就变成那个觉，身体的觉啦，可以去写。我们身体的觉啊，最喜欢什么？细软啊，很细腻啊，很柔软，对不对？你摸了都很舒服啊，有没有？像说我们啊，那个床，那个床铺啊，然后我们盖的不管是毯子、棉被啊，是不是喜欢很柔软、很细腻的？有没有？所以身体的那个觉啊，就是要享受啊，这个呢就属于啊离合。我们跟他接触了就合了，他离开了离开了跟合啊，就两种不同的那个啊我们的情绪。那么结晶啊应处那个觉，让我们就觉得那个触觉的舒服啊跟难受。那么团触啊成根，团呢就是啊我们用手把它捏，有没有看到那个我们早餐吃的那个本丸饭团啊？饭团是不是要捏？那个叫团啊。各位会不会做啊？饭团，那个团，团触啊就成根，我们呢就了解说，捏啊，我们的触觉成为啊清净四大，那个根源呢目为名目啊叫做清净四大，就是水红土啦。所以这个时候的水红土啊，那个很细腻的形象，我们呢大概都看不到。那么因名啊身体，因呢就是一啊，我们讲过就是依着这个啊团触成根的这个生根，然后成为啊浮成根，如腰鼓嗓，腰鼓嗓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啊那个江湖郎中他腰啊摆一个鼓，中间腰细细的，用皮革把两头包起来，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腰鼓嗓啊？背在这个腰间，然后啊就是两边啊好像鼓一样可以敲，腰鼓嗓，因为那个很像人的身体啦，所以这边呢就说呢身体啊就好像腰鼓嗓。那么浮根呢四成就是浮成根，上面啊那个根源木为那个呢就是啊生一根。以前人生一根跟浮成根这样分得清的吗？
浮尘根就浮现在凡尘，我们在用了。那圣意根就是它被这个浮尘根呢依赖，在背后了依赖。圣意就胜过凡尘凡俗的这一些这个我们的习惯性这些意，它能够呢发挥，让我们有那个觉出来，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浮尘根呢色香味触由意奔触，我们呢就一直要呢去追求这个触觉的享受，所以这个钱道门算了钱以后他就是要去闻这个花粉味，那个花粉味就是要享受这个触觉，所以那时候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拿给那个花粉味的用，听懂意思吗？这个用打呵欠回答了。那么由生灭等两种相续，就生了又灭，灭了又生，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就属于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意，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最后一个意，意就是生灭了，我们一个接一个念头一个接一个生灭，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生灭生灭，两种呢相续，于妙觉暂言的性中，暂年发之，连我们的湛然本体来发之就发我们的知觉性，所以我们这个知觉也一样是生灭，所以有时候要了解说文字是一样，可是它的内容完全都不同知经应法，我们那个知就反映那个法，所以这个地方呢，或者又要讲这个法，我们平常用的法很宽广，法界就整个虚空，可是这边的法它是眼耳鼻舌身落入那个异地的影子，叫做法，比较窄没有很宽广，就是因为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它都没有地方藏它知道的。那眼耳鼻舌身所有的那个跟外界接触它都归纳到异地里面那这些影子就叫法，这样听懂吗？了不了解好像又很沉重我们眼睛看了以后交给谁耳朵听了以后交给谁因为眼睛没有藏，它看到的地方那一些形象没有地方藏得住了，它只有交给意地，意交给意。你给我讲了，这我有看过。耳朵听到一样耳朵也没有藏声音的地方所在，它也要交给意地。所以你给它叫过，我知影，这我有听到，这样对吗？所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这一些都交给意交给意第六个。那意呢把它们整个收集就叫法都是影子而已啦。所以我们了解都是假的，都真的都是假的所以知经应法，这样法知道了吗？然后染法成根染就是收取染把染来抱住它染染这一些法
就变成呢剩一根。这样能够看得懂的吗？根源木为那个根源生一根的根的本来名目呢叫做清净四大四大都是水有红土那边下面呢那个福根四尘，四尘啊就是色香味触所以是8个合起来交织而成，有水有风土，有色声色香味触8个合起来，然后就完成我们的那个意知，我们的意知道所以啊这个构造还真的很复杂因明啊意思一的一根啊就变成了那个福根四尘。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交给义谛了以后啊，义要把它拿出来他要思守意思如幽视见，好像我们在幽视就是暗示我们在暗里面见物容不容易？不容易讲就看会到对吧？看会清楚暗示里面看东西幽视见。那么福根啊四尘就是色香味触留意啊跟法就是一样都是向外没有向内的向外去追求没有完。那么佛就跟阿难讲说，阿难如是六根这个六根的本源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本来就是佛性本体而已啦，没有六啦有比觉明这个真觉跟知明有比就是有我们的佛性本体是真觉跟真明。那么有明觉就是我们加明，这个有明就是加明啦。咱就是讲像我们说到要把佛性呢加的光明，我们都这样想嘛那就错了。因为本体不能在外面加东西这个本体只要了解认识就好不能加东西。一加东西本来是真的就变得妄的所以因为有明就是加这个明，加了光明进去明觉就失彼经了那个觉明就已经失掉了它本来的那个本体的那个状态那个作用全部都这个消失掉了。那么年旺花光就是年那个旺尘，花呢我们那个能见之光，上面呢都是年赞可是这边就是年旺，有没有差别？年赞呢就是旺尘，然后年真性这个呢就是年旺尘真性年旺尘前面旺尘来年真性安尼会斗病对吧？所以这边佛就讲我们年旺就是年那一些凡尘的这一些生灭的不是实相的年旺然后花光，我们是能见那个见分就是能见。我们会想能见不是很好吗可是在真理世界来讲既有能见就有所见有能所就生灭，都是对待所以我们是要追求没有对待是一体的佛呢就跟阿难讲，是以汝今离暗离明就是离尘离开凡尘，没有暗没有明，没有明暗，无有见体
无有见体啊，就没有结，不打结了啦，不打结了，听懂吗？不怕干啦，听懂吗？不懂啊？那离动啊，离境一样呢，就是离尘了。言无听止啊，就是没有打结，无干。无通呢，无塞啊，修性不生。无通无塞啊，就是离尘；修性不生啊，就是无觉。那么灰变灰甜，甜啊就是安然无味，变啊就是吃东西以后啊，有味道了。没有变也没有甜，禅无所出啊，就是又离尘了，我们就没有打结，不离不合，结处啊本无，所以啊不离不合啊都离尘了，离开凡尘，结处本无啊，就是没有结啊，没有打结，不怕干啦，无昧无散了知安寂，就是我们知啊。没有办法寄托它，所以无昧无生啊，这个离尘了，了知安寂啊，无解了，没有打结，这样了解吗？有没有很白话？我们了解了以后，真的很白话了是很白话。汝但不循呢，动静合理。田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二呢，知有为相。随拔一根，托年的内服，福归元，花本名药，药性花名。诸以5年啊，应拔源头，不由前尘啊所起之见，名不行根，即根名花，由是6根啊，互相为用。糟糕了，又讲这么快，没有关系，我们再慢慢来再重复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集楞严法会的这一些有学啊，都讲说呢不循之前呢我们也讲过，不循世界众生业果，我们不循了以后不追寻，那个叫顿教法门。就可以脱离6道轮回所以这边呢佛教阿难及有学的大众说不循，不要追寻着遵循着动静，不要呢追寻着合理田变通塞生灭明暗如是12这12种这个现象知有为相。他们都是有为这个都是互相的对待这个动有声音，静没有声音，和就是我们身的觉离一样的身有觉田变就是嘴巴，通塞呢就是鼻子生灭呢就是我们的意根明暗就是眼根如是12个知有为相，他们都是有为啦，都是生灭，都是变化。那么把一根，我们把一根呢拔除了脱黏脱开这个外境对我们的这个黏，这个黏很厉害啦。各位有没有用过强力胶？黏不黏？很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黏比那个强力胶更厉害，就是那个瞬间。各位有用过瞬间吗？那个瞬间比强力胶厉不厉害？更厉害瞬间之中哇2条呀爆不开所以我们了解说脱黏就是不要被这个12个有为相黏住了这个12个有为相都会引诱我们，把我们整个注意力都朝它的那个方向去注所以把我们黏了
我们要脱黏，不被它黏。然后内服啊，就是降服，内心里面啊，整个都降服这个12个有为相，脱黏内服，然后内服啊，降服无归原真，就可以啊，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来，就无归原真，本来就是真的，实相。那花本啊，明耀，就发挥啊我们的根本，我们佛性的本体花本，然后啊光明道耀，耀性，光明，那个耀跟光明的那个耀性呢，已经呢，发挥啊已经光明了。那呢115年剩下的，我们只要拔一根就好了。看看是要从眼根呢，耳根啊，鼻根，舌根呢，身根一根，不要6根同时做了，一根就好。只要你一根水拔一根能够脱黏内服，那剩下的这5个5根呢，应拔圆脱，就全部啊都圆脱了，圆满脱离了，就不会啊，这个引诱惑我们。不由前尘，所起之见，就不会啊，在我们眼前所显现的这一些景象，这些景象呢，让我们呐，这个起之见，就不会，所以就会从呢，那个本来的佛性里面啊，那个啊，我们性中知，性中见，性分之中。本来就有之见，不要呢由前尘、凡尘啊显现在眼前凡尘的相，起之见，不要一起之间的我们就被他呢束缚了。明不寻根，就是明我们能够了解透彻，能够光明，就不循着我们眼根。然后记根啊明发，记在别的根啊，我们那个知觉啊一样呢能够发挥出来。那么由是呢6根啊就可以互相为用，所以佛跟我们讲说6根啊可以互相为用，眼根呢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听，还可以嗅闻，还可以禅味，还可以呢身体的知觉。互相为用，所以底下就讲说阿难，如其不知啊，今此会中阿耨律头无目呢而见。这阿耨律啊，就是因为每一次听课的时候啊，他说是在打瞌睡啊，结果被这个释迦牟尼佛骂，说豆豆何为睡？这个螺丝罢可类，一睡1000年，不闻呢佛名字，这个阿耨律头去这个安尼，就惭愧啦，我就发愤图强，拢无困7天啊都没有睡，眼睛都瞎了。所以我们眼睛啊，就是以睡啊为食，睡。我们在睡觉就是眼睛在吃饭啦，不睡的话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那个阿耨律头。那为了我们要稍微了解这个阿耨律啊，它到底跟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个翻到那个97页。97页啊，这个呢写说再次介绍佛的背景，有没有？其主就是佛的阿公，紫霞王生4个王子，金饭王、白饭王、胡饭王跟甘露饭王，然后4王啊各生2个儿子，金饭王呢生世尊啊及阿难陀。就是生陀罗陀，白饭王呢生提婆达多跟阿难，
那福幻王呢生摩诃男呢即阿耨利，所以我们在讲那个阿耨利啊，就是福幻王生的啦。然后呢甘露幻王啊生马胜啊小贤，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只有这一个女的叫做甘露卫。那么世尊呢在这个里面啊，他年纪最长。那阿难呢就是最小最幼所以特地啊这个提婆达多啊就是阿难的兄弟啊那个提婆达多王爵啊见佛呢修忍辱行，遂发愿啊生生世世与佛相子啊就是同时出生在凡尘，然后呢专害佛的生命取其头目手指骨髓，以成其忍辱之血。那么就道言长之实为佛之善友。然后我们凡俗的眼光啊刚好相反，就是恶也气死人要给他气死佛很感激啊提婆达多之成全。初人呢释迦牟尼佛提早成佛接天盘，在弥勒祖师之前，本来是在弥勒祖师的后面结果就变在弥勒祖师之前。所以凡尘的横逆能使人呢道心亦坚固，更甚于圣言善友。故呢修道者当是恶言之友，为吾之善之事。很不容易啦害啊！我气到无命，我感谢可是啊，真的就是这样。本来释迦牟尼佛的掌天盘啊，在弥勒祖师后面结果他提早这个成佛成道了，就跑到弥勒祖师的前面去。所以我们知道一下也好所以这个阿耨利阿耨利就是呢那个摩诃男福幻王生的摩诃男跟阿耨利那阿耨利呢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他这个很多生以前就是在这个山边的种田就是要生活收成都不好了。那山上有一位那个说这个12因缘劫辟支佛。那辟支佛每7天这个下山去托钵一次每次7家啦7家托钵不到饭的话他就回来，下个在7天以后他才又下山去托钵那一天呢托钵回来阿耨利就问这个辟支佛说有没有托钵到饭他说现在就是饥荒米粮很贵所以托钵不到。那个阿耨利他想说大师都是7天才下山托钵一次，那这一次都空钵回来，不是要7天了嘛所以他就把他带的那个因为是远种山边的田，回去玩太浪费时间了，就带那个用安尼小安尼包起本包都送给那个辟支佛吃啦。辟支佛呢他就作愿说你有这个善心就呢可以得到那个福报。结果阿耨利91劫都不贫穷，91劫非常久的时间都是过得就是生活都很富裕。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或者都时常讲，我们这个这一生到凡尘来那个福禄因为我们前一生都已经定好了，这一生吃多少用多少都已经有定数所以不要浪费
那假如说我们把我们身边的这个所有布施给人，因为不是用掉，所以那个我们不是有那个拜道吗？有没有？这个拜道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那个管葫芦的八道七星都在管葫芦啦。啊，你在拜道的时候，就是说我的葫芦要记得送来给我。这个心都是自私啦。讲我的葫芦都要记起来我们有没有拜道啊？都没有，不想说请那个北斗七星把葫芦都送来。因为我们布施了以后不是我们用的，所以那个北斗七星又要送来我们应该要用的随身应该用多少要用。一送来以后你又把它布施一下子他很忙了，又要赶快送来送来你又把它布施，又赶快送来，因为你没用没用你的那个葫芦还有他又赶快送来，各位了解吗？我们一直布施都不会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命用多少都有固定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贪，什么上看9亿不要管它啦。本来命很长因你这个上看9亿领了这个5、6亿，一用了糟糕，你后面的命都没有得用。要提早离开完成啦，所以那个都不好不要贪那个横财，要布施啦，要多多布施。你看布施就很快乐，所以人家问那个陈世吉说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其实他也是满身都是病了看他那个手都变形了，对不对？没有指纹啦，说没有指纹，要按指纹说没有。骨也拢更就是已经磨光了挑菜经菜卖挑菜的时候把那个手指头都变形他就是因为虽然赚得很少，可是他都布施，他说每一次布施都很快乐，这个想也知道布施一定很快乐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假如说去布施的话，你就会体会，真的说布施的人比那个接受布施的要来得快乐。你接受布施当然你快乐，可是那个快乐不会超过那个布施者。那我们一直布施也不会贫穷，不会了。你都一毛不拔我们谈话说一仙钱拍24个角。有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人？还有那还真的是给拍一角25。所以你看那个叫守财奴，对不对？那个北斗七星很空闲，你就拢唔免搁送给你你该用偌济都已经拢送去你就拢收条条。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所以布施不会贫穷，越施你就会越宽广然后累积的善越多善就生根，善根有了就成熟，善根成熟你就可以遇到善知识可以研究上乘佛法。所以各位请这个做住那个背后的原因很多嘞不然你来做的一定是那个底下那个周椅底下就好像有针一样坐立不安，难怪想赶快，怎么不赶快下课？还没啦所以我们得说那个阿耨利他就是因为布施给那个必之佛，就只有必之佛吃他一个便当，就让那个阿耨利
91节都不贫穷。啊，追生呢，哇，又跟那个释迦牟尼佛当堂兄弟呀、哦，他的父亲啊，跟那个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啊是兄弟嘛，就变成堂兄弟了，哎啊，就是这样，哦，那啊一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课的时候啊，哎，他听都会打瞌睡了。或者导师都会讲说，因为我们打瞌睡不会做梦，打瞌睡也不会胡思乱想，不会起心动念，所以打瞌睡的时候，最接近佛性，那个朦朦胧胧最接近佛性，所以那个佛要现身给我们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不然就是喝酒醉醺醺的时候啊，佛就现身给你看。当你很清醒的时候啊，你睁大眼睛看，能看得到吗？绝对不会看到的，就是你那个朦胧看到啊，这个都很奥妙的可是我们不要一直追求想看，为什么？向外呀，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回光返照，向内，要偷年内服看到我们自性佛，自己本性的佛。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叫阿耨利呢，就修那个不用眼睛可以看，乐见照明，金刚三昧，结果他就练得半头天眼。不用眼睛可以看见整个娑婆世界。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佛性本身呢它发挥出来是不可思议啊。他们拔然陀罗无耳而听它没有这个龙呢没有耳朵呢，它可以听听到的声音。勤且神女这个是一个河的那个名称勤且这个勤且神女呢，挥鼻闻香没有这个鼻子，它可以闻到那个气味香臭。那么敲花脱体意舌滋味就是那个舌头跟我们呢都不一样，它会呢知道味道身都多神无身接触它没有这个身体，可是它可以感觉到那个触觉所以如来光中应令暂现这个呢都是在如来光中呢应令它呢显现出一种状态。那么即为风子其体言语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既然是风子的话呢，就没有体啦风没有这个身体。那么知昧静定得即生闻这个知昧静定就是我们了解到我们凡尘的这个禅定它有九处地定有讲过各位还记得吗？有离生喜乐定，定生喜乐定离喜妙乐定，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没啥印象了啦都好像很生疏了这个八定呢，就是这个四禅跟四空，然后呢那个灭尽定就是第九次地定的第九个这个灭尽定。那么得即声闻就已经呢到达那个极灭那个声闻到达极灭如此非中摩迦摄九昧一根言明了之，不因心念那个灭尽定那个摩迦摄
佛的大弟子啊，他就是呢，已经啊九昧一根，已经呢得到昧尽定，现在呢在鸡足山，入定，就是入这个定，那个昧尽定，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不可以想象那个四禅的第四禅都已经不用呼吸，不用吃饭，第四禅。那到四空，四空呢，那只有事，没有形象的，只有我们那个认识的事。阿难金乳之根呢，肉眼拔矣，内眼啊发光，就是我们的这个六根啊，已经呢都圆满，没有呢各处啊独立发生作用，我们内眼，我们内心里面啊，已经呢发出它自己的光芒。那么如是浮尘，浮现在凡尘啊，及气世间，我们看到形象的世间啊，就叫气世间。知变化相呢，如汤消冰，所有的变化相呢，就好像呢热汤，消融啊，那个冰，冰。应念呢化成啊无上知觉，无上知觉啊就是佛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知根圆满了以后啊，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就可以恢复了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讲一些真实的状态，说阿难，如彼世人既见啊于眼，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呢这个形象啊，都是眼根，肉令集合啊，咱把手给起来，暗相啊现前，规个拢无看暗蒙蒙，对不对？有没有很白话？咱把手拢起起来，是不是拢暗飕飕？六根黯然，头子啊相类。即摆这个时阵六根啊拢无无作用暗眠，头子啊竟然都同款啊，头甲骹竟然都一样。这个眼睛啊没看的时候啊，那个六根啊黯然的，头跟脚啊相类，就是一样，头骹同款。那么底下这个就发生变化，彼人以手群体外绕，即嘛这个人手揢起来，这个人用手甲徛伫伊对面的这个甲伊啊群体外绕，就是循着他的身体呀外口甲摸，鼻虽不见啊，头齿异变。讲伊无看咧，把手都揢起来无看，即马摸到头知影头对无？摸到骹知影骹对无？跟目睭看到是毋是同款？目睭看头嘛，头骹嘛骹对无？即马用手啊摸到头这个头，摸到骹这骹啦，是不是跟眼睛看到一样？对不对？佛就是说这样啦有没有白话？白话那么知觉啊是同那个知影拢同款，眼见啊因明我们呢因为有光明那个银眼，所以我们看眼见啊一眼光明的因眼，让我们眼睛看见。那么暗呢成无见，这个时候暗的时候啊，咱眼根啊都无看，暗烁烁无看，暗成无见，然后啊不明自发。这个时候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来循体外绕，摸到头知道头，摸到手知道手，摸到身体知道身体，摸到脚知道脚，是不是不明啊？然后自发，对不对？则知暗相啊，永不能分。这个时候无看无看，但是你摸就会知影，甲你看到完全拢同款，所以那个暗相啊
就不能来让我们呢昏昧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啊？不很深啦然后根尘既消，允和花明啊，不成圆妙。那个根六根尘六尘既然都已经消，就是我们不住在相，不住在六根的相，不住在六尘的相。那个根跟尘都消除了，没有根尘。那允和发现明了这一种不成圆妙圆满然后这个妙那个奥妙整个都呈现，知道意思了吗？我们就可以让我们都成为圆妙圆满妙觉都整个呈现。那么那呢白佛言：师尊，如佛说言因地结心欲求常住，要以果位名目相应。师尊，如果位中菩提、涅盘、真如、佛性、阿摩罗氏、空如来藏、大圆净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性体体性坚尼如金刚王常住不坏。所以这个就是已经如来证悟了的果位的名称所以阿难呢都把它呢提出来就是讲佛有说我们因地心要以果地觉都是相同，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了解吗？所以因地结心欲求常住要以果位名目相应，就是要跟果位的名目要有相应所以阿难就讲：师尊，如果位之中果位里面有菩提菩提就是觉啦然后涅盘不生不灭然后真如真如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一真呢一切真，一如一切真如。那么佛性就是我们这个呢佛的那个果位名称跟我们众生都一样佛性那阿摩罗氏跟那个我们阿赖耶识跟阿摩罗氏有什么不同或者呢这个解说阿摩罗氏就是善于分别而不染，然后呢阿赖耶识就是没有分别如眼见境境事来它就照整个都呈现，那逝去了镜子里面空是呢阿摩罗氏它能够分别，善于分别，可是不染着，能够分别了吗？那我们因为都是转世的时候我们把那个阿赖耶识转成末那识，我们没有转到阿摩罗氏啦。假如说我们出生了以后我们就转到阿摩罗氏，那我们就不用受苦了啦。可是有一位娃娃婴儿有那么聪明吗？可以阿赖耶识把它转到阿摩罗氏，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一种习惯性让我们把第8的阿赖耶识转成第7末那识。那末那识叫做意根那意根又转给第6识叫意识第6的意识。那第6意识又转给前面眼耳鼻舌身5个，就这样转了。我们是不是越转越进入凡尘，越转
就越贪念凡尘，对不对？我们肯不肯把它转到摩罗斯？肯不肯啊？所以啊，六祖就讲，5867啊，果因转有没有？58啊，就是眼耳鼻舌身，8就是阿赖耶识，6啊就是意识，7啊就是末那识。5867啊，果因转。58是果，67是因。你要从67转58才会转。一转了以后，恢复到本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之前都一再讲过因为这个久了都会忘，我们要把它复习，所以我们第6意识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见非功，有没有？非有为功用所以妙观察智已经见到无为的佛性本体了，然后再转第7末那，转呢平等性智，心就无变了。可是我们在凡尘都没有平等，我们的心分别心很大很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那个分别之中，所以我们都造了一些业。那假如说可以没有分别了，都是平等的，人与人平等，人与物平等，物与物平等，都是平等，所以心就没有变了，然后6、7转了完了以后，就前面5眼耳鼻舌身，就是由第6呢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叫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听话，要成手做事，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完成这个命令做的，成手做事，就不会在六根的当家。然后最后呢那个阿赖耶识就转成大圆净智，就已经恢复到我们本心了。这样呗，还剩下15分有一点都提不起劲来的，剩下15分呢，给各位提问，有问题呢就可以问。有没有有讲师，这边有浅显在问说，道亲家庭孩子因为父亲外遇不轨，而造成家庭的不和谐及孩子的没自信、工作上的压力，后来造成孩子忧郁症，而常有自杀的念头。那因为最近已经自杀身亡，那以下有3个问题，我们刘讲师说，第一个问题是有求到自杀死亡之后灵性的趋处。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到凡尘来都有这个一方面是使命任务了，一方面是还自己的债了。那这个自杀的话就是逃避。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求道的话，要先到王死城去关到他的寿命到，还从王死城出来，然后出来以后就要看他在凡尘的然后再判路这个看看要到哪道去，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灵行。这个求道了以后又走这个路，这个叫知法又犯法。所以这个知法犯法比一般人要还来得严重。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大概就在无间地。那第2个问题是说，因为这个亡者他身不由己，那他这样子是不是有罪过？这个身不由己
这个就是借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借口啊，都不成立呀，那个上天不会认定，你用什么借口不是逃避，所以我们要这个勇于面对啦，就是勇敢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啊，一定有解决的时候，它不会都在了，一定会变化，它会解决。那所以我们逃避的话，不会说你逃避就不用还，一样要还，而且这个要加利息，绝对有罪了，哪会没罪？那今后他的家人该如何做才能帮助他，帮助这自杀身亡的孩子？家人要帮助他，那就是要修到成道啊，修到成道，因为不管是对上对下九贤七祖，对上对下都有帮助，就是要修成啊，要修成道才可以帮助他。还有吗？讲师这边有前贤在问说，第一个问题，请刘讲师在讲解动者静之机。那个导师我们这边很幸运的，不用坐飞机问，或许就讲那个花莲宝光那个前贤很慎重。坐飞机到台北，或许住在天母，请问或许说，为什么是动者静之机？让他怎么想都想破头了，都不知道答案。为什么跟我们的认知相反？我们都是要静静才能够给动做主啊。那为什么老子会讲说动者静之机？我们一般也都会有这个疑问而且不知道答案，这个很不容易那或者就讲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大地为什么那个植物它会发芽？为什么小孩子会长大？为什么我们长大的大人会老会死？这个呢？就是动，整个都在动。那我们身体里面脉络也在循环，也在动，血液也在动。所以整个全部都是动。那我们静下来，就跟动合成一体那假如说这整个宇宙大地都在动，我们也在动，这个叫做背道。跟它相违背你讲你的我的相违背所以就没有办法体会那个天地之间的真理所以我们了解说完成的所有一切都是动，不然小孩子不会长大，长大了也不会死掉，那个五谷不会生长，我们没得吃因为都在动所以五谷长水果生长万物生长我们呢这个这个生活的才呢能够很得意，才能够呢很感觉到呢很舒畅，就是整个都在动只是我们的感觉感觉不出来，感觉说静悄那有动所以这个要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来说。还有吗？第二个问题，如何扩充心量、包容心？这个扩充心量就是要自己的见识宽广，因为我们的见识大部分都生活在很狭隘的那一种空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接触面不多我们都有习惯性，那这个接触面窄，形成我们的心也一样窄
那假如说我们拓展那个生活面宽广，我们可以当那个义工可以各行业去当义工现在都一般人也都会这样去当义工不领薪水的就付出劳力你这个做一做那个做一做知道多心广心宽广以后我们整个量那个心量也跟着宽广，所以要拓展见识啦。那为什么会忧郁？就是我们都生活在很狭隘的那个思想里面，没有把它呢疏解，没有拓展，所以或者就讲去那个小孩子幼稚园也好，小学也好，你去当导护你都看那些小孩子那蹦跳跳那个小孩子在咧入读的时候，拢在咧厝的他在外面都很活泼，所以你去看他外面的活泼，不要跟到家里去看他在咧咧吵闹完的哪会忧郁还有吗？没有了还6分钟，好，请说。刘讲师好哈，佛经里面有是杀父杀母出活身血破和身。那释迦牟尼有对杀父杀母这些有更深入的解释，请讲师讲解一下。或许有拿那个楞伽经开类就有一段今天也再带一些啦。因为上次来说只有剩下5片，可能不够，所以今天又有带了。那里面大卫菩萨就问说那个五无间罪就是凡尘最重的罪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生恶心出佛身血，这5个没有间断，去地狱没有间断的受苦。叫阿鼻地狱可是佛解说完全都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或者说这个经或许不讲，因为我们凡人很难接受了，可是它里面的内容导是很好，怎么说？佛把父就是说无名为父了，然后母就是爱。与贪许具备爱贪许乳母养育那我们把这2个去掉，就是杀父杀母，是不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都在讲我们内心的啦。你把无名去掉，就是杀父；把那个爱贪许去掉，就是杀母。然后杀阿罗汉。就是随美为愿，随免如此毒花，因为我们有讲了，也有讲义，里面就写得很详细都解说得很详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带回去听，因为那个观念完全都不同所以或许没有准备要讲。我们这个楞严经讲完以后是有要准备讲的。是维摩诘，那维摩诘经讲完以后就是圆觉，这个都是圆觉经它是很殊胜，听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已经归本位了维摩诘是东方琉璃世界一个入密菩萨到我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所以那一本经或许就觉得说最难就是那一本维摩诘经因为或许看多了经典看得很多，所以都会说多白话认为都是很容易因为对反应都是说听无
所以或者说好，那慢慢讲，慢慢解说，慢慢讲，那会都能够听懂，这样才有帮助啦。所以或者就曾经讲过啊，要死会都成佛，都成道，有没有？所以啊，都要帮助或许你来了，我要跟你来了，完成来转世了我就要来，你若拖我来所以不要害我。所以那个杀阿罗汉啊，或者就讲，大概是我们的自私啦，自心你把它除掉，就是把阿罗汉杀掉。然后那个恶心吃佛身血，就是我们现在的八世身就是让这一个身是最后，往后不要有了，就是不要再凡尘，或再出息那个都是恶心诸佛身血。那个佛而生就是说我们在凡尘都会酝酿，我们都会这个喜欢。那喜欢我们会着相，那着相着于这个色或是受这一些我们都把它破合而生，把它破除掉，不要着相，不要着受，不要着想，不要着行，不要着事。这受想行识这个运把它破除，叫破合而生。所以那个无间这5个你都没有间断的去修，我就讲现证实法，就是让你现证你已经成佛了。殊胜。可是我们凡人听到那样呢会感到很奇怪啦。所以或许我们准备要讲那一本，而且那一本又是对菩萨讲的，很邪那个达摩祖师到东方把那个道还给我们中国带来就是楞伽世界，就是要传楞伽经。可是到五祖的时候我就把它换金刚经。为什么？他说这个不适合我们来修了，所以金刚经比较适合。下课。各位点完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千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田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这几位学讲。我们讲到几页了？8989页中间嘛，受持监听，对这个这个阿难呢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肉持见听，见就是眼根，听呢就是耳根。那么离于这个明暗动静通塞毕竟呢无体，所以他把这个一个见就代表这个6根见全部因为明暗是始于见，然后动静是始于听耳根，通塞呢始于鼻根，所以呢明暗动静通塞就全部我们这个6根所有的作用都包含在这个里面那么用这些来代表。那阿难呢就讲说我们的6根假说是离开6尘，那毕竟无体。各位先生，我们6根呢离开6尘，有没有体？有没有体？有没有体？连问3次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大家的回答都不对，所以才会连问了3次。我们的6根，然后面对6尘，产生的是6识。那么6识啊，它是生灭。我们这个根尘都不要，根尘都不要，留下来是什么？我们研究3年了呢，根尘都不要啊，留下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因为真心佛性呢，它属于根尘，它可以脱根、脱尘、离身、离境。我们不是有看过了吗？那个如是我闻啊，没有？有没有这样讲？有，所以啊，我们凡人都以为啊，我们6根啊，这个离开6尘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没有进入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起心动念，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因为有根，然后对尘，根尘相对。然后才产生我们的认知。那因为啊根尘相对产生的认知都是变化无常，都是生灭。所以呢，我们修道的时候啊，一定要认识透彻，收知一些根对尘，然后产生的那个知觉性，它都是变化无常。它不住在追些假象的上面。所以阿难呢，他这边呢就讲，所有啊我们的内心离开眼前完成的景象，那就本无所有。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他的问题所在了吗？可不可以？已经告诉我们阿难是把根尘相对产生的6识啊，看成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常住间，所以啊，不用借着根尘相对，不用，它本来就在。所以我们研究一定要分能够分生灭跟不生灭。我们跟6根6尘根尘相对产生的6识啊，都是生灭。那这些生灭啊，变化无常，所以我们修道呢，尽量都撇开6根6尘6识，不用。根尘识啊都不用。那不用了以后啊，我们所用的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我们就要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因为成佛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成佛。6根对6尘产生6识，不会成佛，不会成道，这样理吗？非常重要我们修道呢，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各位找到了没有？3年了9月26，今天9月15号，再11天都3年所以我们了解到已经都一段时间的熏习呀可以说虽然不很透彻明了，可是已经有一点认识了知道我们要怎么修，知道了没？万言放下一念不生，万言都是假的，不真妄。那我们妄言都放下都是妄已经尽真就显，真显都是一念不生。那我们要了解那个一念不生不是没有念头，而是我们不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我们不起心动念，可是了了分明。
它这个了了分明是佛性本体。哦，我们要落入我们那个自私的范围。哦，我们保持佛性的本体。哦，他不呢喜欢也不落入讨厌，没有喜欢没有讨厌，我们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不造业。我们不造业就不用受苦。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没有研究我们就不知不觉造业，造了业就一定要受苦。受苦的时候还埋怨天尤人埋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说自己造下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研究说我们原来在凡尘的应对都是变化无常。可是我们把凡尘的应对这些变化无常，把它看成是一个决定性，不会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毛病就出在这里，都把假的当成真了。我们把这一些跟尘相对产生的东西都当成真。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这个争论的时候我都先看到，我先听到，有没有？都讲得很切实不知道说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都不真。真的呢，他没有讲话了。真的我们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没有讲话。各位有拿那个楞严经开的回去听吗？有没有？所以那个最后面大慧菩萨不是问吗？问释迦牟尼佛，这个根据什么？说我从成道一直到进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有没有？有听嘛也无听啦有听嘛也未听到尾溜对不？因为那个楞伽经就是达摩祖师老水还潮还给把道还给中国的时候所带来中国的一部经典。要用这一部经典来救我们所有中国的众生。可是因为太深了所以到五祖的时候五祖把它这个成金刚经就用金刚经来流传。楞伽经就把它收归在那个到那个经藏之中，没有再传。那要了解到它是对菩萨说的法。那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大部分都是对那个10大弟子说。那对菩萨讲的就只有楞伽经。那我们了解说里面真的是蛮深的那个状态。尤其讲到那个五无间五无间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破和而生恶心出佛身形那个呢可以说跟我们的认识完全都颠覆了，相反。那佛讲我们能够做到5个无间就可以现证实法，就是可以成道，可以成佛。一不一样？跟我们凡尘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大慧菩萨问根据什么来讲从成道一直进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那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讲得很努力的为什么一个字也没说呢？变成那个争议说瞎话，对不对？我们凡人的那个见解就会认为是这样。那我们要了解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讲说呢？自从成道一直到进入涅槃，一个字没说
根据什么？释迦牟尼佛回答，根据本住法以及自证法。本质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本来就这样出。那自证就是那个十方之佛所证悟的我亦同证，也是一样证悟就是两个，一即是两个，所以讲一直从成道进入到盘都没有讲一个字，这样了解意思了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49首讲都是度化众生，那众生的根器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呢对那个上等根器就讲上乘佛法，那下等根器呢就讲方便法门，所以呢讲的释迦牟尼佛本身没有说预备要讲，而是呢针对众生什么样的那个障碍，解除他的障碍讲而已，讲过以后抛开，所以没有能讲的我相，有所讲的法相，没有能守，就是完全呢都从性分呢自在流露出来，所以一个字也没收，这样了解意思了吗？那假如说释迦牟尼佛49年没收的都要留给我收，各位浅显，我们听了会怎么样？不明理还可以明理了以后会晕倒。讲的是真理，所以之前或许不是有讲过吗？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跟我们台湾一个佛学博士对谈的时候因为达赖喇嘛比较这个含蓄就没有发表高度。那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佛学那个高僧就侃侃而谈长篇大论，然后这个达赖喇嘛讲说这样对众生的帮助不大，所以他就举手做什么？要发问，然后我们台湾的佛学博士就请他讲，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然后他就讲，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然后达赖喇嘛又第二次举手，那我们那个高僧又请他讲，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我们旁边的人听到达赖喇嘛这样讲，我们就会想说达赖喇嘛具体那样吧，才一点点时间就忘了要问什么。各位先生，这个里面的含义因为一直讲论对众生的帮助不大，所以达赖喇嘛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当下。那我们真的程度上，这个行家一生便知有有，他一回答，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我讲完了有能讲的我相，有没有？有所讲的法相，能所鲜明，是不是生昧？这个就是生昧。那教导众生生昧，这个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达赖喇嘛才第二次举手，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这个就告诉我们我要问的已经过去了，那我没有过去心这样了解吗？刚才要问的刚才已经过去了，所以那告诉我们不要有三心所以不是没有记忆
有。是啊，你用了你就用三心。那或者就讲过啊，有过去心被过去事摄受，有未来心被未来心摄受，有现在心被现在事摄受。你三世都已经摄受了，要不要六道轮回啊？我们的六道轮回就是这样，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就是三心都在所以那个一定要六道轮回。那达赖喇嘛慈悲就是要我们去掉没有过去心了，过去世它摄受我们摄受不住，吸咱不掉了然后未来世我们没有未来心，未来世摄受我们不住。那现在世我们没有现在心，一样现在世摄受我们不住。那各位就要从实际的那个内容来研究了解。过去已经过去，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都过去，绝对追不回来。那未来还没我们都说要策划，我们佛性它是常不迁，不会变化，你不用策划。我们策划是为了这个形象才要的佛性不要，佛性不用你策划。那也没有现在，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说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不住过去已经过去，还未来，现在不住，三心都没有，三世摄受我们不住。三世既然摄受我们不住我们就不用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听得比较一点的？比较懂了了可是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可以说都时常运用了我们会运用过去心，运用未来心，运用现在心我们都会运用。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不要住，运用可以不要住。这样了解吗？我们到达事来则应，事去则静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不要欺负过去。你一直回忆的话，二度伤害。那风光的话，它也回不来，已经过去，所以就让它过去不要活在过去里面。那未来的还没到你的策划赶不上变化了，变化更快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现象要用，佛性无形无相不用那心没有但是摄受不住，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要自己认清真理，然后自己解脱这样就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说就讲我从成道一直到进入涅槃，这个中间不曾说一个字，曾以说亦不当说，不说是佛说所以各位可以看那个楞伽经开列的讲义那个不说是佛说，所以佛很认真的来说，可是不说，这样知道吗？尤其各位都有听《金刚经》有没有？那个第一分的时候佛都没有讲话，可是第一分是最好因为第二分呢那个须菩提就马上赞叹稀有有没有？第一分都没有讲话，稀有从哪里来？就从行为动作来，日常生活之中没有奇奇怪怪这个吃饭就走一直播入社会大神起食，然后起食了以后回至本处，然后就吃饭
万死气啊，收一波，起之于呼咒而咒，是不是只有这样？简单而要，对不对？那我们众生也一样啊，也一样吃饭，哦，也一样呼咒而咒，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哪个地方不一样？我们是住相的咒，住在形象，那佛是呢没有。因为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假如说依照我们凡俗的那个经验法则来说，当这个一个主讲者，一定啊底下有服侍的人，那为什么不请底下人吃起食回来给师父吃？连铺个座位啊都要自己铺，自己铺座啊。是这样，所以啊，那个就是告诉我们，佛已经呢住佛相，佛啊已经没有我相，了解吗？容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那个佛已经啊没有说我是佛，弟子们出去乞食回来给师父吃，没有。现平等观，众啊弟子的全部都是佛，也都是佛，所以啊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心，所以啊乞食机啊去乞食，然后吃饱饭啊就是养生，养生了以后啊收一波，就是啊清除挂碍，不收的话有挂碍，然后洗足以。不洗呀，就是呢不能除尘，把凡尘啊整个都除掉，没有尘埃，没有尘过，然后呼咒而咒啊，就是正面不动，就是一念不生嘛，所以佛都在做这个功夫啊，而且一咒啊就30几年给西菩提看，有没有很耐心？所以或许都讲一句话一讲，整个破坏。为什么？弟子们，我叫你们修道，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我教你们修道，我相出来；教你们修道，法相出来的。你们都不努力修，非法相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整个上升佛法都破坏了？对不对？所以啊，它表现佛不住佛相，佛我相，然后啊要传授修道的最上乘佛法，一个字没说，没有法相，然后要呢所有弟子努力修道成佛，非法相也离开了，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成不成就？就可以成就了，对不对？所以修道没有奇奇怪怪，很平常，很平凡，很平实，很平淡，对不对？那我们只要按照这样来做来修，一样可以成，可以成就，所以呢，从成道一直到进入涅槃，一个字也没说，是很努力说了，或者都讲。那个进入涅槃之前啊，讲涅槃经，他讲一日一夜，或写1年竟然只有写10分之一，1年每天写都是晚上大家睡觉的时候或者在写1年才写10分之一。涅槃经，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很努力的说，可是啊，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能说，就是一体，所以那个已经呢，就是最高的程度。可是我们呢，在凡尘的话，我们都这个我下呢，下我不如我，对我后都我，会不会这样？我们比起来啊，是不是太抽象？对不对？
差得太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要进入啊，没有能守，是一体的，要自己呀，努力，一定呢要实际的去行持，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楞伽的那个后半段，这是要结束之前，讲那个大卫菩萨也是问了，说五无间罪啊，杀父杀母杀罗汉，那都很重，对不对？可是佛经的解说那个父啊，杀父的父就是无明，因为有无明啊，我们众生才在凡尘受苦。各位浅显，有没有无明啊？无明看到吗？有没有看到无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因为我们一念的无明才落入凡尘啊，不起心动念就不会落入凡尘。可是我们呢，起心动念都不会把它认为是不对的，不会，认为都是很正常。却不知道念，念就是业，因为我们起念了，业已经形成，业既然形成，接着下来就转本有的智光，本来有的我们智慧之光，那就是般若，已经变成能见之见，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的第二个，第一个是业相。第二个是转向，转向呢就是转本有的智光，变成能见之见。那我们呢，在凡尘生活是希望都有能见，对不对？那既然想能见，一定有所见，能所很鲜明的对立，对不对？那我们认为是很正常，可是，在真理来讲，都已经落入生灭，在生灭里面。所以第三个一念无明生三系的第三个就是现象。因为有业相，有转向，然后就有现象。那我们了解在实际业相、转向、现象都是没有，只是酝酿而已酝酿。在我们那个无形的空间它酝酿以后，第三个现象就是结暗为胜。我们呢结这个外面的暗象，然后真的形成现象。那你在经典里面就记载说邓木花老。各位了解吗？瞪目花老就是我们眼睛都眨眼，然后一直看一个景象，久了以后眼睛疲劳，就会显现那个虚空法。那个虚空各位浅显，虚空有没有花？有啊。虚空没有花，可是我们这个瞪目花老，眼睛都不眨眼，看久了会呈现。它是结暗为色，就是这样来的。结暗为色的时候，本来都没有形象，你一直瞪目花老，结果真的结四大所有宏图就成为三河大地。那三河大地已经形成了，我们众生呢就生在三河大地的世界中。那生下来以后这个境界为缘长六出，所以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我们之前也都有讲，可是那个时候可能真的都是很朦胧，听无啦，你在讲啥？现在比较听得懂一点的，有没有？
好，因为我们有境界，就是有现象的，然后啊，我们就用6个连续下来，第一个啊就是志向，智慧了哈。可是那个不是智慧发生，而是说我们看到什么知道什么，叫志向。境界为言长6出啊，第一个就是志向，然后第二个就是相续相，一直相续连续下来，第三个就是直取相，第四个就是记名字相，第5个就是取业相，第6个呢就是业系苦相。所以我们从一念无明开始，一直到业系苦相，整个人就完成了，有世界可以住了，然后有我们众生的身体了，然后有业果了，所以世界众生业果这样绵延不绝，一直延续又到轮回。那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些都回到本来。我们从开始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呢就是最开始的生相无明，那个最开始一念无明生三系是生相无明，因为无明然后产生把那个本来寂灭就变生灭，这个是第一个结。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把真空，佛性是真空，我们变完空，看到空间什么都没有，那个完空了，真空呢变完空，第二个结。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佛性本体的觉性，就是了了不灭的觉性。我们落入身体以后变成妄觉，就是灭的觉妄，第三个觉。第四个呢，我们的那个根本来是一体的啦，可是现在分成6根6个，这个就是第四个觉。然后第5个呢，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凡尘所有的那个动静我们呢都认为它是实在的，所以第5个觉跟第6个就是静动，动是最后一个静就是第5个觉，第6个觉就是动。所以我们要回去要打开6觉，对不对？第一个打开呢，是动的觉，凡尘的万象动都在动，我们要透着了解这个动。各位先生，动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平常呢没有研究了，不了解到为什么老子会讲动者戒之机？我们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因为凡尘都一直在动，我们不动的话，白天不会变黑夜，黑夜不会变白天，不动的话，春夏秋冬它也不会变化，不动的话，万物不会生长，不动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不动的话，老人不会死掉。有没有在动？我们都知道吗？知道在动吗？现在知道。所以我们以现象来关照，没嘞，没看万物在生长可以看到吗？我们把种子埋在土里面，然后浇水有阳光，它会不会发芽？会。可是你马上把种子埋在土里面，你就一直看发芽，它会发芽吗？是不是要等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各位就是了解到那个动的结要打开就是要了解真理了解。然后我们身体里面是不是新陈代谢？
那有新陈代谢，我们身体才会变化，对不对？啊，我们看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吗？哎，也一样看到。还有没有？哎，就是有。所以我们呢，从这个最微细的生活呢，最切近我们身边的我们研究，我们了解。原来凡尘这一些一有现象以后它都一直这样绵延不绝的在延伸。那我知道了以后，就已经解开这个结，动结解开呢，静的结才呈现动的结没有解开静的结不会呈现。然后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静，静就是如如不动。那或许就讲我们这个如如不动容易体会，对不对？差不多已经在催眠特别可惜因为这个都讲过了，然后一再讲呢，就是要我们印象深刻。然后切实的了解，我们的佛性它是如如不动。你看，这个大家在如如不动的时候，去有动的引流呢，规个拢活过。所以就是了解到现象，我们现象千变万化，都是假的，不真。真的呢，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它不用动，因为没有形象。佛性本体没有形象。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佛性在不在？切实，对不对？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我们了了分明，知觉性很强，对不对？那个呢，佛性本体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很亲切的身体。都在，那我们住当然不行，可是我们都没有在身体，不行，所以不急不离，就是他的正确的那个说法，不急不离，不要住在身上，可是也不要离开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到呢那个静的时候体会。照相机的原理，各位有玩过照相机吗？有的人都会知道尤其我们到相馆去照相，你看那相机是不是摆的实实的？然后那个照相师一按快门的时候他的那个照相机是不是都不动？所以我们有玩过照相机呢，就了解说，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绝对不能晃动。一晃动了以后照出来的那个影像都模糊不清。那用这种原理，我们拉到身上来。假如说我们的佛性就是固定在身上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身上时时刻刻都在动对不对？有没有？那身体在动用照相机的原理，我们看的东西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现在都看得很清晰所以佛性就是如如不动。有没有更体会了？所以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是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没有来也没有去。那我们身体有生的时候就来，死的时候就去，对不对？佛性要不要跟要不要？生的时候跟着来，去的时候跟着去，要不要？不用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尽虚空遍法界，我们的习性要到哪里佛性呢它都陪着去可是它不用动，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
所以啊，我们到地狱道去了，佛性也去了；我们到道去了，佛性也去了，因为都有，佛性全部都有，所以我们了解说，六道轮回太久了，每一道我们都去过，佛性也都跟着去。那我们努力的修，回归到我们的本来，我们本来就是佛啊。回归本来，本来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错啊，是被我们自己障碍。各位浅显知道啊，自己哪里障碍了吗？知不知道？了不了解啊？哪里障碍没办法成佛啊？了不了解？了解呀，那么好啊。既然了解我们就可以把它清除掉，让我们真的就成道成佛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真理一定要研究。我们研究了以后透彻明理，明理了以后，我们再回观自己，就会了解说，原来我跟真理真的差一段距离。那我们没有跟真理相契合，能够成道吗？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跟真理契合了，才可以成道成佛。他说一定呢要投入研究，研究性与心法，要明心见性，心明了因果不明。见性的成佛无疑啊，对不对？会不会背啊？要会背，然后会走，真正的会走，心明，因果不迷昧，都可以。这个什么想以后就会什么样结果，有因有果，然后我们就会畏惧原因，不敢造，不敢造原因就不用接受果报，对不对？所以心明很重要。然后见性，我们佛性如如不动，能够见性成佛无疑，不用怀疑，就是这个性在成佛的，了解吗？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内心产生，我可以成佛。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早或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佛在讲回答那个大卫菩萨那个杀父就是杀掉无明，然后杀母呢就是杀掉贪、以爱喜惧，就是有爱有喜有贪。所以我们在完成就好像呢这个母亲的养育它有爱有贪有喜，所以呢杀掉贪爱喜就是杀掉母，父母都已经呢无明没有了，贪也没有了，爱喜也没有了，这样呢我们那个那神精神就清净。恢复到本体，然后杀阿罗汉，杀阿罗汉，佛是讲说随眠为愿，随眠随就跟随，所以我们在完成的所有一切我们都跟随，跟随什么？跟随我们以往所有一些旧的那个习惯性，随着习惯性。就好像呢睡眠一样，各位都会睡眠吗？所以睡眠的时候就是不清醒，清醒就睡不着觉，朦胧就睡着了，睡眠随眠，我们众生呢都是呢没有清醒，随着睡眠，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愿，随眠为愿，如实
食毒花，好像老鼠吃到那个毒药已经化了，然后我们把它杀掉，就是杀掉阿罗汉。所以或者就接着说，这个楞伽经讲真的是深了，所以就用那个概略让大家了解有这么一回事。要研究的话，一定要自己深入研究，才会完全都透彻知道。然后那个破和合身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都蕴居五蕴，色受想行识那破我们就是不要蕴居这个五蕴，把它破掉，五蕴都没有了，我们就不会落入凡尘，在凡尘现象，所以这破和合身，然后恶心出佛身血。就是我们这一生现在的身体就是最后生，最后的不再来了。各位先生，再不再来？来不来？还要再完成再出生吗？要。所以或许之前都有讲过因为很少说保证你可以成佛，有没有？我说你们不努力修真的害我嘞，我都要跟你们来，对不对？所以一定这个最后生的不来了一定要成就，纵然来也是度化众生那就是愿力来的，不是被我们的业力推来。那我们现在都是被业力推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佛讲那个无间就是没有间断你一直把杀无明杀贪杀个爱惜都全部杀掉，然后那个水冕也都杀掉，然后佛身都不应集无印，然后这一生最后生这样没有间断的一直修。现证实法，就是马上可以成道成佛，安尼嘛真简单从原理来讲很简单，从实际做的方向来讲大概是蛮困难，因为我们都很难坚持现在做好的一直做，然后做个2、3天人家在讲话了，我们就放弃了，对不对？不同意真的是这样努力做，努力修道，那结果人家讲话了，好了，不要好了，所以这个阿难就讲，所以离以前尘本无所有，我们离开了眼前凡尘的景象。那整个都没有了，那么云何将此必定断灭？断，这一了百了断，灭了。各位先生，一了百了有没有断灭？我们自杀的人就是一了百了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要了解到自杀了你寿命到凡尘来，寿命都有其这个固定，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该几岁寿终都有它固定。你在中间把它自杀，暴力对付自己，自杀要先到枉死城去关，然后关到你的寿命到了才出枉死城，然后出来以后进入审判，看看你在凡尘行善还是作恶然后再这个按照我们一般的过世了以后的那个事情办理。所以我们了解到到凡尘来
我们都有使命任务了，最起码也要来还债，或者是来讨债。各位是来还债呢，还是来讨债？所以我们落入凡尘以后这个都有有还债有讨债都有，然后也有善言也有恶言，然后看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所以阿难呢就问我为什么将这个毕竟断灭以为修因就已经都没有了啊，我们把这个当成修道的原因。那么欲后如来七常住果得到呢那个如来的那个常住果阿难就问世尊：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各位浅显，我们离开明离开暗，见有没有毕竟空？有没有？我们凡人都是光都有看啊，暗来都无看到，然后问外人在问有看无看，无看你那暗蒙蒙，是不是有看才知影？所以暗蒙蒙一样有看。所以阿难讲说离明暗见毕竟空，这个就是已经问了，已经错了，已经站不住立场，对啊。那么如无前尘念自性假如说没有眼前完成的景象，然后我们就不会起心动念，那个念消失了。阿难是这样问的那进退循环，前进而思退后而想，循环不断，都用这样微细的推求，很微细的来推求，本无我心阿难的心就是世心就是跟尘相对所产生的心。那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就毕竟没有我的心。所以说本无我心即我心所以及我心所在的地方没有，都全部没有那将谁立因？要请谁来建立原因修道？求无求就是求成道成佛。那么如来先说如来以前曾经讲这个先呢就是之前有说这个湛经圆常湛然之体这个经义不杂圆满周遍常住不迁，湛经圆常都是在讲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违越成也违背了越过了那个如来所讲的那个成也，违越成也，中成细论这样讲出来的话，就变成了演戏的台词，都细论没有用，没有帮助。那么允和如来真实语者为什么如来都能讲这个真实语明明我想的都是不真，各位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分辨得出来不能够分辨。阿难他所问的佛所讲的差别在哪里？可能一段时间想了，没关系，我们往后还有终极版，还要再3年，对不对？老师说的本来这个3年讲到的时候我就快垮掉了，对不对？翘不掉直直要倒去
即马老师讲，我有办法，互你搁起来了。所以啊，这一波转以后，没问题的啦，再3年哦，没问题。所以慢慢回答，3年后再回答。微垂呢，大慈啊，开我蒙逆，开示我啊，那个蒙，就是蒙昧啊，很迷昧，吝啊，就是很吝啬，就是我旧习性拢无爱甲去掉，求父甲我开示，我甲迄旧习性啊，拢去掉，迄个迷昧会都清除，所以啊。阿难示现，对于这件如此的下列见解，就是佛所讲的那个都是正见，佛之见阿难一讲下来，哇，跟那个我们的生灭心完全一样，所以很下列，很不理想。那么正是引导末法众生认清自己的迷昧程度。就是要引导我们末法，现在呢就是末法，大家要追求佛法，已经呢都够坚强。所以啊，或者都讲，我们现在修道都是兼备、强的。什么是主要？赚钱，赚钱是主要，修道是强的，没有像以往修道是主要，生活是强的，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才有那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能够踏破铁鞋就知道他追求的那个强度。我们现在有嘛？破鞋都穿不破。佮清个铁鞋，所以了解说，我们那个修道的那个坚定的心都不够，所以要自我鞭策自己。那么正和阿难的视线相同，就是我们末法众生迷昧的程度跟阿难视线是一样。在如此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改变自己？正是呢阿难的慈悲，那个慈悲心所在。眼前呢不知如何为之见，如盲人对颜色，盲人看得清颜色吗？盲人都无看你也知影什么青红的乌白，是以至此犹疑离根尘无见，怀疑离开我的六根，离开六尘就已经没有看见，没有听闻，没有嗅觉，都没有。那么故如此问，那么从佛说言，自名目相应，是按定如来前说，如来以前曾经说，因地心要与果地觉相应。我们也都时常在提，有没有？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有没有？那个就是因地心不生不灭，果地觉不生不灭的佛果，佛的果位不生不灭，要相应，一定呢要相应才会成就。那么从若此见听是本无所有，然后小寡妇呢会就写说这一段退步有够厉害，这个修道要前进结果这个阿难事件越来就一退退步了，是说如来的因地心断灭不长。那么如来呢一再的声明，真心常住不迁，以其它的重要性，
那么阿难呢，多加以忽略以及火劫，就是呢不听佛讲。那么一如我们呢末法的众生，所以呢不要怪阿难，要感谢有如此的深问，佛才会详细的给我们答案。阿难有问了，佛就会说。那我们呢现在来修道，就有很清楚的一条明路，要怎么做，佛详细讲，以后可以成道成佛。那七菩提果归菩提呢有7种果，乃是名异，那个名不一样，体同，它的体是一样，就是我们不是我们的佛性本体，这个7种都是佛性本体。菩提呢，即是正智，我们一切的智慧，有别9法界众生烦恼。各位浅显法界知道吗？在家佛就是10法界啦。我们就讲9法界，就是把佛那个去掉，就剩下9个菩萨、辟支佛、阿罗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是不是9个？这个9个叫9法界，这样了解了吗？以后再看到的话他讲10法界又加一个佛进去就10法界，就是4圣，然后6凡，6道轮回我们6道众生还人，然后4圣，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都施以圣，然后我们6道众生呢施以凡。那么涅盘者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叫做涅盘。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文字假如说只有讲涅盘，那我们有看过呢张卓悟道记张卓有讲涅盘跟我们生死等空法，有没有？反正都听了3年才要回答。好啦。我们了解这个涅盘它假如说加一个大涅盘，那就跟生死不一样的了，它就是已经进入一个绝对体，就是已经圆融到无极的状态，就是大涅盘。那只有讲涅盘的话，它跟生死是相对的，有生死才要涅盘没有生死就不用涅盘。所以我们把2个都去掉，生死也不要，涅盘也不要，这样了解吗？哇，现在这里讲3年才回答，大家都要听后3年。这样也好啦。那么真如者真如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也是一样的无极的状态。这个呢不变不异，这个常而不变。然后我们了解了这个造而有常，不变不异，有这个分别跟9法界的妄境。9法界那个境都是妄，一直变化。那么佛性就是我们的自性，跟9法界众生的共生性有分别。那么阿摩罗识就是无垢识，所以或者有讲过，阿摩罗识就是分别善于分别而不染着。善于分别而不染着，叫阿摩罗识。那么大圆净智呢？大圆净智就是不分别，物染则现，物气不留，
阿摩罗氏、无垢氏，跟我们九法界的众生啊，那个染污心啊，完全不同。所以，假如说我们落入凡尘的时候，我们不要转第八的阿赖耶识呀，不要转成末那识，我们把它转成阿摩罗识，那就不用受苦了啦。可是大概我们都没有那个程度了，没有那么好的根基呀，能够就一下子转到阿摩罗识。那么空如来藏。不是前面所说的三个如来藏中的空如来藏，乃空前面三种如来藏的空如来藏。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文字啊归文字，意思归意思，文字是一样，意思不同。那这边虽然讲空如来藏，可是我们一般的空如来藏就是佛性本体。然后不空如来藏就是凡尘的现象，然后空不空如来藏呢？就是中道，把佛性跟现象合在一起，所以这边完全都超越，空不空跟空不空就全部超越，这样了解吗？那么大净子即圆明的真心。跟我们九法界那个智还没有圆，还不到圆满。那么以上7种，皆是如来果上所得，就是已经成道成佛他那个果上面所得到，如金刚王常住不朽，故名7常住果。那个佛的7个名称，那个果位名称。那么蒙命就是不明如来所说叫做蒙，不舍自己的那个习性，旧的习性厌腻，就是吝啬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佛就跟阿难讲说：汝学多闻未尽之肉。说你都一直在这个多闻方面做功夫，可是那个肉就是烦恼，那未尽之肉就是没有断掉烦恼。各位贤贤，我们有没有烦恼？所以我们都叫有肉了。那肉尽肉尽就可以成佛了。所以肉尽通就成佛了。6通里面最后一个。那外道肉尽通没有，因为他把外相都当成不是心中的东西啦，没有肉尽通。所以未尽还没有尽之肉，就是烦恼都在。那么心中图知颠倒所因。说心中已经知道，纵然你都知道了，这颠倒的原因你都知道，可是真倒现前，实未能事。好像之前能够讲那个药的名称，咱咧草药的名拢讲会出来，真是迄个草真是咧来好看，伊唔知讲这项是啥物。那个时候或许有讲那个中药房去买那个肉桂，各位有看过肉桂吗？有看过，还有那个取那个里面那个最好能够用药的整个外壳吗？有没有？像什么？对，就是四理啦。那或许那个时候，常去那个中药房，因为或许这个身体这个里里攘攘，时常都有问题，所以都时常要吃药。他或许又很努力吃药了，比那个吃饭还努力。所以不吃的话早就不在了，很努力吃，就是为了要传最胜佛法。
努力照顾身体啦，不传出来很可惜呀。学了那么久，学这久啊，无来讲出来，免来甘愿，对不？对不对？一定要讲出来，所以歌要努力听所以啊，那个啊，有草有名会样，真正药啊摕来你唔捌，就是甲这颠倒手音你知影？真倒现前哇，你都唔捌，就是去讲的那个啊，妄心啊，跟尘相对产生的妄心，那就是颠倒。我们把那个心当成真相，是不是颠倒？颠倒已经知道了，可是现在啊，真倒现前，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把它当成了生灭，有没有真倒？真正的倒了，是未能事了。恐汝诚心呢，犹未信汝，恐怕你的那个诚心啊，没有办法信汝。所以五经呢，是将还成那个还使的知识，很多的事知识，当除汝疑，除掉了你的怀疑。那么即使如来赐罗罗，如来呢就命令呢他的儿子其中一生问呢阿难言：如今闻不？你即马有听到无？阿难呢大众啊，具言我闻无，有闻。然后中歇无声啊，佛又言：如今闻不？现在有闻吗？所以各位姐姐，问题在这里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啊，佛就是要试验他把那个闻性啊跟声音分开。闻性啊没有生灭，声音啊有生灭，所以心呢问啊闻有没有？那我们听到声音闻性有，听到没有声音啊，各位姐姐，闻性有没有？一样有，对不对？可是我们凡尘的习惯性啊，没有声音的时候啊，没有，是不是这样？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凡尘一样阿难大众具言不闻，没有闻啊，没有不闻那么使罗罗啊就集一生用呢这个集中啊一生。那么佛又问言：如今闻不？你现在有闻有闻到吗？阿难大众啊又言：既闻无那么佛问阿难：如云何闻？云何不闻？你怎么样有这个怎么样不闻？那阿难的回答呢，就跟我们凡人的认知啊，完全都相同阿难大众啊，具白佛言：众生若急啊，则我得闻，弄得我都听。伊即马把声呢当作闻啦，把声音那个声灭啊当成闻性啦，这样就已经颠倒。闻性是闻性啊，声音是声音，声音有声灭，闻性没有生灭。所以这个时候佛就是要我们了解我们的闻性啊没有生灭，声音有生灭。集久这个打撞击那个钟啊集久声消，就是声音都没有，音响相双绝那个响啊就是音的余音啦音响双绝，则名无闻这个我们凡人都这样认为啦然后底下呢就问的声音了就是要我们上面要我们了解闻性啊没有生灭，下面呢要我们了解我们声音啊有生灭。那么如来又次呢罗佛集中问阿难言：耳今生不？你今嘛有听到声无？
而咱大众呢，具言呐有声有声，少弦声箫，一时啊有吼声音无去啊，佛又问言：耳今声不？今嘛有声无？而咱大众啊，答言无声。尤其啊，不一时啊久，柔和更来啊庄重。佛又问言：耳今声不？阿难大众具言有声有。那么佛问阿难：如云何生？云何无生？你讲的有声无声啊，是依据什么？根据什么说？阿难大众呢，具白佛言，就是回答佛的问话。终生若急啊，则名有声；急久声消啊，撞了久点，声音都消失了。音响双绝，则名无声。那么佛喻阿难，喻啊就是告示，佛告示阿难及之大众，汝今云何呢？至于啊搅乱，为什么呢？自己说的话，就是没有正常的说，搅乱的说。佛言：我问你闻啊，如则言闻；又问汝身呢，如则言身。唯闻以身啊，报答无定。就是你在回答的时候，都没有固定，没有按照真理在回答。所以这边我就详细说，如是因何啊？不明搅乱。阿难，声消无闻啊，汝说无闻，肉食无闻啊，闻性已昧。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声音啊，消失已经没有一点的那个余音，响就是音的余，余音。汝说无闻啊，肉食无闻。假如是真的闻性已经没有的话，那个闻性已经没了，没有。同以孤木啊，就跟孤木一样。各位同学，孤木可以听到声音吗？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佛就讲，假如说无闻啊，我们那个闻性已经没了，跟孤木一样。终生更急啊！再来集中的时候，如云何知？你为什么会知道？就表示啊，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消失了。终生撞钟的钟的声音啊，消失了，我们闻性啊还在，这样了解吗？闻性没有消失啊，闻性还在，只是听到静悄悄。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这个呢经文呢，就刚好是我们的习惯性，我们也都是这样说。佛呢把那个真理讲出来，说假如无闻，闻性就灭了，跟孤木一样。孤木呢不能够再听到第二次啊撞击啊那个钟的声音听不到了。那你为什么会听到呢？就是因为闻性没有灭。所以在不管在撞击几次啊，都能够听到。所以佛就跟阿难讲，周真更急啊，如云何知？知有知无啊，自是生成。所以我们要了解，知道有声音，知道没有声音，它是生成。所以我们了解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尘，凡尘啊尘。那尘它的含义啊，就是会污染我们的佛性，这样了解吗？我们不要住尘，不要住在那个尘境里面，因为住了以后啊，我们佛性会被它染污了。这样了解吗？后无后有啊，即彼闻性啊，唯如有无。闻识淫无啊，随之无者。
我们闻，假如说真的是没有，已经没有闻了，那谁知道没有声音呢？这样了解意思吗？真的要等3年以后才回答。是故阿难，声于闻中自有生灭。声音呢，在我们闻性之中，它有生有灭，非为如闻生生灭，不是我们的闻性里面有生灭啦。所以这个生的生灭令汝的闻性为有为无，我们的闻性不会被声音左右。各位浅显，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的闻性有没有被声音左右？有没有？都有，我们会都被声音走。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以后，就是了解到有很多这个讲出来的话都是凡尘的事，凡尘的事变化无常。所以最好的方法有时候你觉得很难回答，最好回答就是默，静默，不回答，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你个回答，你就跟人相骂对吧？就争执了。那你沉默以后会不会争执？不会争执的，对不对？是不是最有智慧的？干谁？绝对要赢你。有没有这样？那生落去拢唔愿输啦，愈是愈厉害对不？愈讲愈离谱对不？是不是这样？然后结了冤仇怨愤，在不在？在的。何苦来哉？所以最好的方法静默。你讲你也我都卖回应的没事了，对不对？没事，完全是都是马上变化，都没事。说汝上颠倒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汝上颠倒后生为闻，声音是声音，有生灭，闻性没有生灭。你迷惑声音就是你的闻性，何怪昏迷？就是已经昏迷才会自己颠倒。那么以常为断，我们那个闻性就是常住不迁分别的常住你把这个常住的佛性以为就是断灭，都是无去无声的时候，讲闻性无去这样了解了吗？我们闻性非常灵敏，对不对？尤其人家在讲那个悄悄话的时候闻性那个灯化会作用可以通得很远去对不对？所以这边佛跟阿难讲说呢你把常住不迁的闻性认为是断灭，终不一言离失动静必在开通说闻无性所以要了解到常住不迁的闻性它是永远在的不管你用，不管你不用，不管你听声音，不管不听声音，它都在如重睡佛呢又讲说好像呢这个重睡就是免熟已经睡得沉了免熟床枕。那么其有家人以彼睡时这个韬练风靡，这个韬我们现在比较体会不出来。老一辈的后在乡下，在那个河边洗衣服拿一个木头一直敲，有没有？那个叫韬了，韬，他就是要一直敲或者在想以前都会穿的衣服很快破就是那样敲破的现在用洗衣机就不会了所以那个韬练聪明呢就是精力。现在我们就比较少看到了
现在人好命拢嘛白命安尼送到厝里来，对不对？要我们聪明啊！假如说拿一堆连那个壳啊，那个米的壳都在，拿来给我们，各位姐姐会处理啊？姐这个一个头就2个大，这个要怎么弄啊？要怎么把那个壳去掉？古时候的人就是聪明呀。各位有看过那个剪苦啊吗？我们这个乡下都还有都会去就见不到那个聪明呀那么鸡人梦中啊闻冲涛声啊，别作他物，所以那个叫梦中独头，就是属于意识啊。意识各位姐姐，意识跟我们的伪性啊没有关系。独头意识，为什么叫独头？因为6根啊没有跟6尘接近，所以它独自的存在。我们的做梦啊都是独头意识，这样对吗？我们睡梦的时候啊，或者都讲，我们睡梦的时候有没有准备要来应付外面的事情？绝对没有啦，身心俱忘，对不对？才能睡着啊。这边又说动睡人已经睡得很熟了，免熟床枕。所以或者就讲，我们那个稳性啊，真的很奥妙尤其我们连睡都有一段的这个家人啊告诉我们，某某人啊他不要碰到身体只有讲话。某某人啊起来，有朋友来找你，竟然会醒过来。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很奇怪伊也无跟他讲到辛苦啊竟然咱会醒起来，跟他讲话了就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五性啊，真的就是脱根、脱尘、离身、离境佛性啊，安有较捌你啊无？没有，不然你就请这个朋友到你家去找你，可是你心里有准备了，那也不算。要都没有准备之下，然后会呈现那个才是比较真所以这个重睡人听到这个声音他别作他物不是呢真的知道说在掏洗衣服或是在聪明，不知道他呢当成是击鼓或者是撞钟。那么即以梦时事怪其中为木时响，这个都是互相影射啦这个鼓跟钟然后木跟石互相的这个影射。那么以时忽悟，这个时候醒过来，那么揣知五音就是很快的时间就知道原来是在舂米原来是在捣衣那个洗衣服。那么自告家人，他就向家人告诉我正梦时或此冲音将为鼓响，就是那个意识那个独头意识跟他听到的声音有时候连在一起。它就是佛的只要意识告诉我们说，虽然你人已经睡得很熟，可是你的稳性它都还在听到声音以后你就有听到声音知道，只是你的梦中独头不会跟实际的声音相配合，就是有声音，知道有声音。所以佛就讲：阿难，世人梦中其意静摇，开闭通散。这个睡梦的人他绝对不会去这个回忆静摇，摇就是动了静跟动，他不会去想静动开闭通散，
就是我们的那个鼻根啊，那个开闭啊通塞。那么极行啊虽昧，他的身体啊，这个形状啊，虽然已经呢，昧就是睡觉，稳性啊不分，稳性它不会昏迷，它都永远在。那么纵汝形象，就是我们已经死掉了，命光啊牵线，已经没有身体了。那么此性允何为你消灭？就是我们的性啊，不会被我们消灭，我们已经死掉了，性还在，了解吗？所以佛呢，就是以自己本身的证悟跟我们讲，就这样，身体没有了，我们的佛性啊还在，这样知道意思吗？然后底下这一段或者以前啊，常常要各位背的，已知众生啊，从无始来，寻知色身呢，执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净妙常，不寻所常啊，逐逐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若去生灭，所于真常，常光呢现前，真诚世心啊，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垢，恶迹远离，则汝华也，应时清明，允何成无上知觉？有没有听到很熟悉？以前或许就是要能够背下来，因为从无始那个时候就是众生，然后无上知觉啊就是果，佛果位啊。从众生呢，到佛就在这一段里面啊。只要我们这一段呢都能够背得很熟，然后按照里面所讲去做，就可以成就了。所以或者说，这个就是最上乘的顿法、顿教法门呐。那我们解说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知啊就是所有了，我都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没有一个开始的时候，非常久非常久。要算什么时候开始呢？在有历史都还已经太慢了。没有历史之前啊，我们就已经有了，我们就已经在了。寻诸色身啊，就是追寻的所有的色形象、声音。我们呢，循着所有的形象跟声音，然后呢，逐念一个念啊，追逐一个念，流转。因为我们呢，一直逐念追逐念头，所以造业不断，所以我们六道的轮回也不断。所以呢，佛就跟我们讲，因为寻诸色身啊，然后逐念流转，一个念啊接一个念。诚不开悟啊，就是不曾开悟啊。性净妙常，我们的佛性啊，它本来很清净，很奥妙啊，常住间。所以我们呢，性净妙常。那我们一般呢，假如说呢，要解说那个妙啊，就是不变之体；常啊，就是随缘之用。然后不变之体呀，这个极而常。然后呢，那个常啊，就是随缘之用，造而常极，极而常造呢，造而常极。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极造妙常，都是讲呢，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本体。然后我们不寻、不追着、不跟着所藏，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我们追逐啊，逐诸生灭，追逐所有的生灭，所有生灭都忘了。那么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生生就是生了又死啊，死了又生，生生。那么杂染啊，就是每一次都不一定是当人呐。杂染，有时候天道，有时候呢阿修罗道，有时候呢畜生道，有时候地道，有时候恶道，所以叫杂染。在呢这个六道之中啊，一直轮回不息。
就是六道轮回，肉气生灭。假如说呢，我们把生灭都去掉，我们守真常，那个常光就会现前。所以后学就教各位说，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对不对？万缘放下就是去生灭，一念不生就是守真常。只要我们都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的修道就进入轨道，修道的轨道进入了真的在修道了。所以气生灭守真常我们做了才真的在修道。常光现前，我们呢那个智慧之光，常光。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佛性它是常住不迁，时时刻刻都光明。可是被我们的那个心思心念把它盖住了，光都不见了。所以我们之前就讲那个句，说真心不落入思维，妄心本来无处所，三际求想，心不有，心不有次妄言空，妄言空处即菩提，无相光中常自在。记不记得都没记要常复习或者没有常常讲的话，很快就忘光光了这个自现象所以就是了解那个常光我们的智慧之光我们本身的般若，般若就是常光智慧之光就会现前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根尘世六根六尘六世，我们这个根尘世心应时消落，没有了，都没有六根，也没有六尘，也没有六世，已经消落了，消失了，不见了想象为尘，想就是念头，相的就是形象，念头跟形象都是尘。然后事我们的认识跟情我们的还情为垢，尘垢想象为尘，事情为垢，尘垢。那我们都染了一身的尘垢尘垢。二际远离就是想象远离，事情远离，二际远离，则华眼，我们见华之眼眼睛都能够看到这个能够见到的，见到真理的华眼，应时清明落去乌云俩的都清明。那么云何不成无上之觉，就是一定可以成无上之觉就是佛的果位，一定可以成。从无始来到无上之觉，就是从众生一直到佛就是在这一段的距离内，这样了解吗？还剩下15分钟，那准备给各位提问，有没有要问的15分钟。好，请说。我想请问当下跟现在心这个要怎么样修行？你拿那个麦克风让大家能够听到。就是我们有过去心、未来心，那现在心这个现在跟我们讲的当下要怎么样修行？好，因为我们这叫习惯用法，现在我们就是了解到显现了在我们这个眼前的这个时候，现在，那我们说当下就已经可以，它的比较微细的分别的话，当下就可以远离过去、未来跟现在，可以远离了，那个叫当下。那我们说现在就表示我们还酝酿有三心，有过去，有未来，
然后有现在，所以那个现在等于是说还没有进入状况，要修的时候还没有进入状况。那你说当下会讲当下就已经可以可以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现在心没有，才会讲当下。所以我们当下就具备万年。因为时事古今不离当念，当下的念佛。所以我们说呢念佛人我们要了解说10界10个法界一心，一心有10个法界。所以这个就是念佛最圆融的那个里面的真理。那我们现在念佛大部分都会念那个已经成就的有名的那个佛，就是外相而不是念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因为到佛性本体，它具备有10个法界，10个法界全部都在一心里面，在我们的一心。所以这个10法界一心，一心有10法界，这个才叫做圆满的念佛。那我们了解说已经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10世就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那过去世一样有3世，现在世也有3世，未来世也有3世。过去世它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世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世有过去、现在、未来。那3个就已经加9世，跟现前念就1世，刚好10世了。10世古今不离当念，不离开呢我们当念，就是万年一念，一念万年，就是我们的念头里面计量万年。所以我们假如说都没有听过的话，对这个会很生疏了。不过你听熟了以后你就了解到我们的佛性竟然这么宽广。不管是时间，不管是空间，时间万年、亿万年，然后空间整个虚空，整个法界全部都是。我们那个佛性那一般呢我们会讲法性的话，就是包含山河大地，山河大地也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可是我们假如说比较没有研究的人跟他讲山河大地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听到以后会想说呢我们这个讲法都跟一般不同所以会怀疑所以我们就会讲法性。法性跟佛性，佛性就是我们有情的众生法性就是无情的现象界它是一样的啦，这样了解吗？还有10分钟。刘讲师好。他有讲说佛性里面有山河大地，那跟我们的一念无明生三起，业相、短相、现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相同？好，因为没有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没有山河大地这个有没有关系？所以开始的时候无极无到极点，已经都全部没有了。可是各位浅浅要了解到，我们在讲无极的无它不是全部都没有，而是呢万象万事都含藏在无极之中。无极里面它有含藏万象万事，非常宽广。那因为我们一念无明，它本来都各归本位那我们一念无明了以后，业相形成，业相形成以后我们又转向，把本来的般若变成能见之见
然后第三个啊就是现象，就是啊灯木花老，结暗为色，结这个暗象，然后变成啊整个三河大地。那么这个时候业相转向现象，虽然有文字都没有，都只有我们那个心中的酝酿。然后啊接着以后既然都有了，好像我们怀孕了以后经过286天那个孩子就出生了。那假如说没有酝酿，没有怀孕了，286天了，有没有孩子生出来？就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因为有酝酿，有怀孕，然后孩子会生出来。那因为我们有酝酿，整个三河大地啊才会生发出来，这样了解吗？因为不容易没关系，慢慢来，一定有了解的时候，对不对？这样了解了吗？就是因为先有一念不明生三系啊，后来才有三河大地。三河大地有了以后，我们境界为也，境界有现象，然后又生出我们新的念头出来。新的念头一生出来，我们的结啊，愈怕愈多啦，愈改。我一改一改，直直改。各位心中有没有结啊？都是打了很多结，对不对？然后我们修道就是把这些结都打开，全部结都打开了，就已经通达。所以道是通达，没有阻塞了。三点水在一个淡，那个字啊就是阻塞，道没有阻塞，都是通达。所以假如说我们被哪一个现象、哪一个事情卡住了，那个就阻塞了，就不通了。不通了不会成道，一定要让它通达了可以成。还有吗？有讲师这边有请请问说，原来六道轮回就在自己的思维，它的意义何在？在自己的什么？思维，自己的念头。念头里面那个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念头就是业啦。那我们六道轮回我们要了解说，起先呢，它形成是我们的行为。那行为形成那个比较粗了，然后一直我们修持以后，外表行为比较不造业，那么再接着下来就是从念头，我们起心动念就是业，那个就细，比较细，所以我们遭受到的一些那个烦恼，也跟那个形象不一样。比较微细方面就是需要我们用心解开的这一些烦恼，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形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进入修道以后，才能够去谈说，我们的念形成六道轮回。那念头形成的六道轮回，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起心动念有它的分别，有的生出来的念都是善，有的生出来的念都是恶，可是有的就分不清它是善还是分不清它是恶所以念就有千差万别。那么形成的那个六道轮回的现象，也就不一定是哪一个道。有一些念头比较恶劣的话，就会落入三恶道。那我们一般比较善良、忠厚老实就会在善道，所以就不一样了。可是呢，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士他不是讲念，而是讲行为现象。你怎么做接受什么果报，很粗的啦，紧凑。然后呢，讲念都很细，
这样了解吗？还有5分钟，还有没有问的啊？这边还有个问题，《桃园明圣经》里面有一段连在周礼，以6纪为定，时从义至终身。请问6纪何意？6纪的意义是什么？6纪是哪一个字？那个6，1、2、3、4、5、6的6，计是计划的计。计划的6计啊。对。好，那一定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好多立法院在立法的时候然后他呢把那个这个所有这个呈现能够让众接受的那个内容啊，把它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以后啊，这个一个啊，就把它标明，一季一季啊，6个季啊，就把它标明出来。那因为或许呢，这个桃园圣经只有讲过一次啦，后来都大部分投入在佛经里面，所以没有对那个典故啊非常这个详细。那因为要讲都是要非常详细，才会讲得深入其中啊。那只有讲一个表皮或许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啊，以宗我们了解说关圣帝君啊为什么今嘛做提供，就是他的那个宗中心啊能够呢使他呢现在啊有这个这个万灵的主宰。还有吗？还有2分，还有没有在问的啊？有疑呀，就是解有疑问的是怕改，还一定要把那个结打开，这样呢修道来才会头头上才会通达无上的知觉。没有要问的吗？没有要下课了或许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人给或许机会给讲。因为我们呢这个都会讲说太深的听不懂，那或许呢这个回去了以后就找那个85年或许有写一本一样是楞严经今天已经把那个带过来，请我们的辅讲师呢印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看到那个85年写的时候就是每一句都有解说了，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后学论的白话各位认为文言文这样每一句都有解说，那我们一看可能会更容易明白所以变成有2本这一本是大概是100年写的嘛还是99年100年100年写的现在那一本是民国85年写的总共有272页那个时候大概有2-3年的时间写下来那个是第一次写，这一本是第2次那因为看一看都是白话，所以解说那一本都有，每一句都解说所以或许想说可能对各位的帮助会比较大所以都拿过来印我们下个礼拜希望就可以看到。那我们讲到第几页了？91。91页的中间，是阿难问说如来虽说第2义门这边嘛，
这个阿难呢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呢，如来虽说呢这个第二义门第一义就是能修之心，第二义门呢就是所修的法那阿难呢就讲说，今观呢世间决绝之人要讨感若不知其所觉之言，我信世人终不能觉。假如说不知道那个结打在哪个地方，那这个人一定没有办法解开各位先生，我们的结打在哪里？那你甲怕里都一样打在哪边？心心怕干了心买怕干了厉害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阿难很慈悲就是呢要这个释迦牟尼佛来讲说呢我们众生呢那个所觉之言是在哪里世尊，我集会中呢有学声闻这个楞严法会里面这个有学就是在有形有相的这个之中学声闻都是苦集灭道师地法程度呢都比较低那么亦复如是就是也是一样，不知道呢那个所觉之言在哪里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开。那么从无始际就是开始我们这个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朝代开始不知道哪一个言会开始，就是非常久之前无始际以知无明俱灭俱生，所以呢我们到凡尘来就带无明来因为无明才落入凡尘所以以这个无明俱灭俱生，一直呢都在这个生灭之中。那么虽得如是多闻的善根，虽然已经得到很多那个修持的佛法也知道要行善累积那个根，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要行善，让这个善能够生根让我们的善根能够成熟。那善根成熟我们就容易接近上佛法就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能够相信能够修。那么名为呢出家呢由格入内虽然呢名字叫出家，可是呢只有出这个呢还俗的家了没有出呢三界的家还在还俗里面打滚。那么好像呢那个格入内内起怕寒怕烈的一关内这个老一辈的有的都有经过那一个格入内的那个朝代，现在年轻人都没有遇到了老一辈的可能都有就是那个口粮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年轻的都大概不太了解那很厉害人都冷的时候你再盖怎么多的棉被都不会热，热的时候你跳到那个水里面都不会凉那个怕寒怕烈很厉害所以那个老一辈的时候那个真的医药没有这么发达那个时候都很苦唯愿大慈哀悯伦理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大慈大悲哀悯这个众生轮这个沉沦在苦海里面溺都是呢这个在水里面沉溺在水里面在苦海。那么今日的身心呢允和是解
今天呢这个身心哪个地方呢是打结了，那么从何明解？要从哪个地方来解开？该不要按那套。那么意念未来就是我们末法众生苦难的众生我们众生呢都是受苦受难纵然福报很大，一样是苦难所以我们最好就是能够修正做呢这个佛菩萨就呢不受这个苦难，得免轮回让这个苦难的众生呢都可以免掉轮回，不落入三有。这个三有就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有就是有因有叫有有三有那么咒是语讲了这一些话以后普及大众，五体投地就呢跟所有的那个有学声闻这一些大众五体投地两只手、两只脚跟额头都碰到地上，那个是最敬礼啦，五体投地。那么雨泪翘成，那个流眼泪好像下雨一样，是很伤心啦，然后就那个诚心非常的明显呈现，是佛如来无上开示，是呢就是等待。等待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这个开示最上圣的佛法无上，无上的开示。世尊灵敏阿难及智慧中之有学者，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灵敏阿难以及呢智慧中之有学者，有学，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学就是有见后，有思后，有无明惑，这都在，这叫有学。然后我们断掉见后以后就已经见到位，然后断掉思后就修到位，然后见思后都断尽了，无明后也去了，就叫无学位。无学，所以到达无学无法可学，程度就高了。这有学程度都还不很高，就是有因有果。我们在有因有果的里面学就叫有学。我们有住相就叫有学。所以这个诸有学者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让这个知有学者也能够了解这个真理。那么依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也为了这个现在的末法众生呢能够出世得一个因怎么样可以离开呢这个凡尘。那么咒将来也。咒以后就是这个修行的眼目，就是修行的目标。以后呢，咒这个修行目标，以言如坛指金光手，因为这个佛这个全身呢都呢这个紫金光都是呢圆如坛的那个紫金光就是很好看的这个形象。摸阿难顶就是安慰摸那个头顶就是一方面安慰，一方面呢也就是表示要这个传授最上圣的佛顶。我们的这个头顶是最上圣的那个法。那么其实十方普佛世界这个时候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普佛世界所有的佛世界
非常的多，6种震动，动涌起是属于形象，静佛起是属于声音，这6种这个震动有3个属于形象，有3个呢属于声音，就是呢都整个能够这个让这个世界都不一样。可是呢，这个都要修持了以后才有感受到这个6种震动。我们众生呢大概都不知不觉。那么微尘如来自世界者这个微尘如来一粒微尘一位如来，就是非常多的如来自在呢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世就是这个时间，界就是空间时间跟空间自在呢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一些微尘如来各有宝光他们呢每一个都有宝光，从其点出，我们呢众生也各都有宝光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说要它出来它就出来，差在这里而已都有所有众生都有都有宝光。那么其光呢同时以彼世界来起头里就是在那个微尘那个如来的世界非常多的世界在他们的世界，然后都集中集合来这个起头里观这个如来点就是释迦牟尼佛。是知大众得未曾有，这个时候大众呢看到这一个样子都不看未曾有这个就是显现那一些修正佛菩萨的可以就是动用不用这个到娑婆世界来在他们本国的地方就可以把宝光然后这个普照到呢这个我们娑婆世界。那于是阿难，这个时候阿难集之大众既闻十方微尘如来异口同音告阿难言这个时候阿难及大众都听到了这个十方的微尘如来，非常多的如来都修正了他们呢异口不一样的嘴巴同音同样的讲话告阿难跟阿难讲说善哉为什么开始就称善哉呢？因为阿难的发心就是要释迦牟尼佛来这个讲，让我们众生都能够了解，所以那个发心非常的慈悲非常好，他不会说这个视线比较低的程度被人家笑都拍谁不会被人家笑没关系所以这个十方微尘如来就赞叹阿难善哉阿难如意视之具身名，所以你要认识知道我们具身与生俱来的无明，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开始修道呢就是要破我执，那我执有分别我执，有具身我执，然后再来破法执，法执有分别法执，有具身法执，再来一个就是这个具身无明这个是最难破，而是最深所以这个具身无明一破除掉以后就已经恢复就是如来身了所以要微尘如来呢要阿难以及大众都知道认识我们具身无明，使我们六道轮回生死之根那个生死的那个根源唯如六根，更无他物，就是我们的6根让我们六道轮回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之前都一直讲，说我们在生活之中啊，都是六根在当家，就是因为六根当家，才使我们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就一定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把前边支配我们这个身口意的那个前边交给佛性本体，不要让那个六根一直在当家。我们假如说让六根一直当家，我们一直六道轮回都没有办法脱离。所以要交给佛性本体。可是后学都讲假如说你这个太知道了自己马上就全部的前边交给佛性本体，然后我们六根会反扑了，那个反的力道很强，我们大概都会受不了，所以要先妥协。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紧密的结合现在家家户户里面都整理得很干净。那我们到人家的家里去就是要把鞋子脱下来，对不对？然后穿上拖鞋，那个告诉我们妥协，要先跟他妥协啦，跟我们的六根妥协。你不是主人那你现在让一半的权利给你的主人，那六根他就会答应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六根他才会认清自己的身份，说我不是主人，所以他就会慢慢的退了，然后佛性就可以全无当家了。各位有没有试试看？一定都没有了，熬赢加不赢生活之中都很忙，忙什么他的关系，忙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很忙，忙什么一直追求了，都要赚钱赚钱创啥？要吃饭吃饭要创啥？到最后都在关系。了解吗？是不是都这样？已经有一个模式了用一点爱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就是把万有精神收回来，收回来以后我们会有改变，就会改变。所以我们研究了明心见性然后我们一定要从心性修，才会成就。所以使我们六道轮回就是我们的六根。那现在我们要修正，一样六根底下就讲。那么汝复亦知无上菩提是要知道这个得到无上菩提最上的觉那个觉道。令汝速证安乐解脱令我们能够很快的快速的来证悟安乐解脱极尽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让我们六道轮回也是六根让我们解脱完成的苦恼也是六根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讲。我们六根有生灭，有不生不灭，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拢袂记得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用那个舌头来做比喻你看我们舌头有生灭，有不生不灭我们什么都不吃的时候它不生不灭的时候它在。那我们吃东西进来吃什么东西有什么味道，那个是生灭所以你看我们的舌根它就有生灭，有不生不灭我们都可以体会
吃东西一定的东西吃完了味道不久就消失了，再吃另外的东西有另外的味道，那个都属于生昧。可是我们什么都不吃的时候，回到我们那个舌根的不生昧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对生昧跟不生不昧有一次我们细说有没有？已经可能太久了，有点忘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有生昧的，那我们跟随着生昧就六道轮回；有不生不灭的，我们跟不生不灭就可以安乐解脱。所以我们就有讲说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声，有没有？然后文殊常处目，观音在耳根，没有？就是我们的眼根它就是文殊了。为什么？有文殊的智慧很高，然后很高的智慧现在寄托在眼根，咱的目睭咱来用，咱的黄心来用，结果就把咱带去六道轮回，就带领我们走入六道轮回。那就说我们眼根一看万象万事，我们都有文殊的那个妙智慧，文殊的智慧很高，所以一看了就知道说形象是假的，不真。不真的话有，可是我们不住相。事来则应，事去则静，这样文殊就显出来了。所以眼根看，你看什么都没关系都不会着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假如说我们没有智慧的话眼睛一看喜欢的，我们就促成身体要去实行，对不对？看到衣服很漂亮就一直想买，是不是文思不见了？那假如说我们眼根一看然后看到很漂亮的衣服，就想说我家里很多，我都穿不完了，不用再买，那个文思是不是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文思出来不生不灭那你看你很喜欢想买，那个生灭这样了解吗？所以六根之中有使我们六道轮回，有使我们安乐解脱，就看了我们怎么运用，对不对？然后那个靡靡之音耳根耳根你听听到人在给你塞来你拢袂去那个叫生的你若听到讲这声音那就是众缘机会才出来才出来的声那观音那个观世音就出来了就不生不灭了就稳出来，这样了解吗？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时候用生灭的多了不生灭都不用，没习惯。那我们现在研究就是要让我们的不生不灭在日常生活之中习惯性的用，那习惯性的用都用不生不灭，当然我们到时候安乐解脱对不对？所以不能说听我那一口气不来，等到我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就成道了，有这吗？还有讲说等到现在赶快去度人，等到一口气不来回去几天再修，有这样的吗？现在有身体都不修都没办法，等到一口气不来回去还有办法修还可以可以的话我们就不用麻烦，就等死就好了啦。为什么？回去再修反正再还也不能修了，合不合理？不合理的啦，那讲都要讲合理爱听起来讲就这个这样做对，不能听起来怪怪的，会不怪怪的？听起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讲出来要契合真理，那么阿难虽闻如是法音，虽然听到这样讲，那么心犹未明，心还没有了解，还没有了解啊，这什么意思啊？就稽首般，就向佛行礼，都表白他心中的这个问题，说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安乐妙常？那个生死轮回啊，六道轮回，安乐妙常啊，安乐头是两个极端的方向。为什么同是六根？阿难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两个六道轮回也是六根，安乐解脱也是六根，为什么全部都是六？更非他物，不是呢别的东西。那么佛呢就讲佛告阿难，根尘同也，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尘，它的源头它出来的源头是一样。假如说我们没有研究这个心与心，我们不知道那个源头是同样的。那我们已经到这个礼拜我们是9月26，不过9月26不是礼拜六，9月263年满了，对不对？3年啦，真紧啊，目一个呢，还记得说第一天还在讲说我准备要长期抗战，有没有啊？现在还抗战那个时候身体都很不行了所以真的是长期抗战。所以我们了解根尘我们的六根，然后跟六尘六尘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然后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跟尘都同样源头，都同样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佛性本体它是如来藏，含万象万事那我们都把它落入怎么样？就含藏善恶子啦如来藏含藏善恶种子，可是它更大更宽广的范围是含藏天地整个万象，那个才是我们本体的那个功能大用所以我们了解所有山河大地是从佛性本体生发，是不是同源？跟我们生落入凡尘这样是不是同根源？所以根尘同源，同根源，这样了解吗？同源虎脱无二，这个束缚脱解脱束缚跟解脱它没有两个样，是一样。我们呢迷昧了就束缚了，我们领悟了就解脱了要领悟要迷昧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要领悟还是要迷昧？领悟就解脱了啦所以虎脱无二，拢咱家己都是我们自己束缚也是我们的心束缚了，解脱也是我们的心解脱了全部都在心，所以心一定要明心，然后见性。我们不是有一个礼拜全部明心见性吗？没有所以我们修道一定要分辨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生灭心我们日常在用，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没关系，不要住相就好然后不生不灭的心我们了解到它都很笃定的我们万年都放下念不生，那个时候整个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各位一定可以体会那我们有时间就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你一直累积
累积了很久哦，我们那个尘垢就可以降低减少。那尘垢降低减少，佛性啊就清净。佛性清净以后第一个我们第六感特别敏锐。虽然佛性的大用还没有，可是那个佛性的那个第六感已经有了。那有了以后我们很灵敏。今天会要什么事，有什么人会来见我们，我们都会事先知道。那个就是第六感特别敏锐。只要修都会有。然后我们看到人，见到他的人，你就可以直接感受他到底业障重不重。你一看到这业障在大，各位有没有能耐？还没有修这么久还没有应该一看了就知道有的根基很好，一看了这个来修的就好修的一看就会知道了你可以直接感受，他的感受很重要。第一个那个第一个让你接触的信号，这个也挺当，这个以累积善加贼加好修，你都可以感受到底有没有歹势讲啦都是有啦，无遮奇怪无甲小人书都无差同款，一定会有只要我们修了以后因为凡尘事尽量抛开佛性越敏锐，那你越灵敏的当然那知道就会越多因为整个宇宙整个山河大地全部都在你的心中全部都是你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怎么会不知道呢？会知道才对到后来以后我们大用一发现了那更不得了所以要了解到那个根尘同源，无偷无二事性虚妄。我们认识的各位姐姐，我们自心就是生灭那个事的性都是假的虚妄不存在的，没有犹如空花，就好像空中的花空中有没有花？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只是假的啦这个身体不好就眼才会看到空中花了所以犹如空花经典都把那个花写成华那个华的华，那个就是花了。而那由尘花枝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由于有六尘，然后花呢我们六根的知见由尘花枝，因为有六尘我们才有知见只要说没有六尘色声香味触法，那我们的六根的知眼耳鼻舌身意就没有对象，就不知道了所以由尘花枝，然后一根有相因为我们有六根才会有六尘的形象。那么相见无限六尘的相六根的见无限，没有本性这样可以听得懂吗？虽然没有熟，可是讲的已经够明白，有没有？有没有？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印来里面就有讲解，就有注解了啦不像这里说都是白话，不用注解。同以胶乳那个胶乳就是那个植物生长要两个互相依赖它才立得起来，站立可以站得起来。假如说只有单一的话，一转它没有办法站立所以胶乳要有六根，要有六尘尘跟根互相
依赖。是故汝今知见立知即无明本。我们的知见各位简写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就是我们一念都不生的时候各位简写，一念都不生的时候，不是没有念那个就是正念是正确的念，没有念才是正念我们有念都是邪念，这样了解吗？我们起心动念的念都是邪念，我们没有念头了，那个没有念头可是了了分明，那个就叫知见。那个知见是佛知佛见，正知正见，这样了解吗？这个我们都一直在讲很重要。我们念头都不起的，那个叫正知正见，佛知佛见。所以这个知见就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然后我们立知这个立知就是根尘相表产生的，我们把它建立在我们的那个本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上面，把它建立根尘相对我知道这样了解意思吗？从文字比较不容易了解，可是从我们讲解就容易了那个知见就是我们都万念放下，念不生的时候那个叫正知正见这个时候不再立知了，你再立知的话，那就已经都变偏了，都邪了，不是真理了，这样懂了吗？所以呢，知见呢立知这个就是无明本，就是我们根尘相对那个就是无明本，无明的根本。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凡人在凡尘都是无明，没有认清真理的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是很相信我们的六根，然后面对六尘根尘相对，然后产生六识，我们都把它认为真的，结果它都是妄，因为它没有体，它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像我们真心佛性它呢都永远不变，如如不动所以这边我们了解说，知见立知就是无明本。就所有我们在凡尘的生活这一些都是立知都是知见立知，我们从佛性本体建立的那个知觉性，这样了解吗？很深吗？不会听了就很浅的只要你稍微用一点心呢它不会很深。然后知见无见，我们在呢我们了了分明的佛性本体上面，我们不再加知见就是已经无见了，没有已经无见。思即涅槃无漏见这一些这个知见无见那个思就表示说知见无见思即涅槃，这样子就叫做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在我们佛性本体上面没有再加我们的知见，这样就叫涅槃。这样了解吗？差别很大我们一般习惯性我们生活的用法都是呢知见立知因为那个很容易就形成根尘相对产生六识都是这样哪有办法像我们研究性理心法以后把根尘相对的那个六识那种变化完全都了解，都不要它我们应用不住相应用它，但是呢不被它左右所以就可以进入这个涅槃无漏无
无漏呢，我们就是了解一念不生啦。一念都不生，无漏。为什么？因为我们精神都外放，外放就叫漏。可是呢，这个漏翻成中文竟然叫做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无漏。各位有没有漏？我们大概都漏蛮厉害的。这个造化一引诱我们都精神外放，那个叫漏。因为精神外放，然后漏入三恶道，就是因为漏，精神都外放的漏，所以跑到三恶道去。那无漏，精神不外放，全部呢，全神神都完全的，无漏真净，真正的清净到达不幸的原来状态。那么云何事中呢，更容他物，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能再加别的东西进去了。这样了解吗？不是说我们佛性这个很狭隘，不容纳别的东西，不是啦，而是说我们的佛性生发万象万事。这样懂意思吗？不能在我们的佛性本体上面再加另外东西上去。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都会说这个佛性太不光明，都无明，我们把它加明进去不加的话它本身发出光明，一加进去全部都无明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佛性本体是不能加任何东西进去，所以更容他物云何事中更容他物，不能再容纳别的。像我们研究六祖坛经怀让禅师不是有讲说这个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了。我们看的时候是六祖一问怀让马上回答，结果或许看那个虎灯会演不是这样，那个怀让被六祖一问什么物什么来，那个怀让整个都愣住了，什么物什么物怎么来，他都不会了。他就回去了呢，回去他把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拿来合了，那个六祖问他的意思说你佛性是什么东西你佛性怎么到这里来？他回去拿万象万事来跟这个相合，结果他8年以后才得到答案。然后又来找六祖，跟六祖讲说他领悟了，那你说说看。他说说是一物即不中，有没有？你讲佛性像啥拢唔对，说是一物即不中，六祖又问他还可修正佛，然后怀让就回答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关键点都讲得清楚你看修正即不无，一定要修正。为什么？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懒得那个习惯性太强，所以一定要修。然后染污即不得就是佛性的本体，你要把它怎么样染污你染不得了。所以六祖一听说，这个即此不染污是知佛之守护念，如意如是无亦如是。这个就认可了，所以你领悟的完全正确。这个不染污知佛之守护念，知佛所有的佛来保护的，是保护这个不染污的佛性体你这个样子，我也这个样子
所以啊，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个六祖坛经啊，意思就更明显，古也拢造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呢，都是要我众生啊成佛，那成佛一定有方法，要了解方法，那一定有真理所在，要透彻知道真理，都不能我们台湾的话含理合理，国语怎么讲？含混这个含混好像没有很传神还含理合理，含糊不像我们那个台湾的话那么传神含理合理。那底下呢那个解说啊说根尘啊皆是清净四大所成，我们的六根啊跟那个六尘全部呢都是清净的四大所有红土啦。那我们看到的水红土啊因为都是经过很多的那个掺杂，所以很误会，不是清净啦。可是我们的源头啊它是清净清净的四大，像我们整个虚空这个整个虚空内底啊拢有水有风土，这空间内底啊智慧风土过这些有没有很清净？有加清楚哦。虽然有水有风土，天地的元素拢比内底就是我们见到以后都很清净，对不对？就是这样这个造成的就形成的根尘啊都是这个清净四大水有风土所形成。那我们落入凡尘的四大水有风土啊我们看到的都已经变得很污秽了，就不一样了。可是它的源头啊很清净故意同源同根源，苦脱呢皆在根尘我们束缚了也是六根六尘，解脱了也是六根六尘，所以苦脱呢皆在根尘，所以讲苦脱无二。根尘是之性虚妄不实，故如空华我们六根六尘六识它的性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实相是虚相所以好像空中的花。那么由外尘而花根中之知见就是因为有六尘才有我们六根的知见，因内根而有尘土的假象，因为我们有六根，然后呢六尘那个形象我们才这个说得出来才能够呈现。那么即依根生呢而有器界按照我们的六根以及身体，然后就有外面的这个器具世界这个我们看得见的都叫器具，依器具而花知见按照呢我们凡尘的这一些器跟呢这界世界具就是看得见形象的东西啦像我们的房子桌子椅子这个都叫器界就是世界器界而发知见有这些东西我们六根的知见才可以发挥出来。那么相与见相就是六尘，见就是六根，由根尘互相呢发起相跟见。那么同空华无止六根也无止，六尘也无止，没有实的实地不能自立，他没有办法自己独立。若无相决定无见，若无见亦决定无相所以相跟见六根跟六尘同于交流。那么知见立知者知见即本具之知就是佛性本体本来具备正知正见，佛知佛见。那么立知即知就是六根性
就是咱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呢叫做利知。知见本身呢，即是知见性，无需呢以知见性上呢更立知见，唔免。我们佛性本体啊，它就有正知正见，不要再加了，再加就变无明了，就变妄了。如心色本是一体，净色呢常在眼里，知见心中。色跟心啊是一体，可是我们说呢，色啊有形象，容易知道；心啊没有形象，不容易知道。那在真理之中呢，色跟心啊它是一体的。那么我然不觉，于净色上起明暗见，这个我然不觉啊，就是无明。这个无明已经起来了，在呢这个净色的这个上面啊。然后起明暗见，本来很清净的形象然后我们有明有暗，就起这个明暗的见觉，明啊就是知见啊立知，知见呢，然后建立知见，一即啊，由尘啊发知，有六尘才能发六根的知，明暗啊即相，又因又明的因根有相，因为我们六根啊才有这个六尘的相。那么知见呢无见者啊，即言明的心中无明暗之见，没有那个相对待的明暗见，有明暗动静啊等12种尘见啊，见与尘只知不分。则失无漏真净之体，随尘啊生灭，随着凡尘生灭，则失涅槃本相，不生不灭的那个本相呢就失掉了。若人呢将言明知见心中，我们知见的心中呢12种尘见啊除去，是名知见无见。已经呢，在我们正知正见里面不再加入别的东西，此妄知见无啊，已经无了，则不随尘生灭，不随着那个凡尘生灭，是名涅槃，就已经涅槃不生不灭，所以已经叫做涅槃，不以妄尘为伍。都不跟他呢相处在一起，故名无漏真见，允和适中呢更能他无哉，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啊，不能再加入别的东西进去。那么尔时世尊呢亦从先处意啊而说偈也，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要呢这个把这一个义理啊又重新的讲一次，然后用偈语啊来说，真性啊有为空，这个真性啊，我们呢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叫真性。那么落入啊这个有为啊，有为有所作为啊，它就已经啊全部都是空。所以无为才是正确的，有为啊，都是最后啊，到最后的那个佛啊，全部都是空欢喜一场，都是空那么衍生啊，故如幻，所有万象万事啊，都是因缘际会所产生，所以它好像幻幻影啊，幻丁啊，幻象啊，幻。所以田姐有看过那个幻灯吗？幻灯片有没有？假如说以前常到戏院去看电影啊，之前它都会放映，对不对？那个一出来很快它又切下一个那个叫幻灯都是幻。因缘产生就好像那个一样，很快就消失不见，幻如幻，都不真
那我们了解到凡尘的万象万事啊，也都是如幻不真，很快就变化。所以啊，我们住相啊，产生烦恼，烦恼就是因为住相。那我们住的相，相已经变化，可是我们住的相还在旧的相上面。所以啊，我们就是没有跟得上真理呀。跟得上真理的话，不会入相，那就不会烦恼。所以各位就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烦恼由来怎么来？由自相而来，相都不住了，烦恼就没有了。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说，一落入真理了以后，什么都没有，没有才是真正的实相。那有的话呢，很快就变化。无为啊，无起昧，不实啊，如空法。无为，要说我们进入佛性本体啊，就是无为。那无为啊，就没有起昧，就没有这个起生起，昧消灭，消失了，没有无为无起昧啦。各位要了解，虽然这个文字啊是无为无起昧，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只要不落入啊有为，它一样有变化，形象有变化，有起啊有昧，这样了解意思吗？不能住在文字袂使叫你给咱绑的，不能被文字束缚了。这个无为无起昧啊，就是讲我们要用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啊，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么不实啊，如空法，凡尘只要落入有形有相呢，它都不在。就好像呢空中的花，因妄啊显知真，言语都是妄。那为了要让大家了解真理啊，所以要显示啊那个真理。所以啊我们假如说有拿那个楞伽经开类啊回去听，就有听到大卫菩萨在问那个言语啊是地狱意啊，还是所说呢是地狱意？有没有？我无摕回去听啦，我唔知呀。所以那个时候啊，佛就讲言语呀是起昧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啊，于地狱意啊不能显示，有没有？无看我哪知有没有？无看无听拢唔捌。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佛有详细讲了，说言语不是地狱啊，所说也不是地狱啊。那地狱啊，就是自证，那个圣人已经自证，证悟到本性以后，那个才是地狱啊。自证圣处啊，是地狱，不是言语，也不是所说。所以言语啊，就是这起昧动摇辗转因缘生，这样了解吗？所以言语文字啊都是假的，都不真。不要住在语言跟文字，所以这边就讲语言妄，语言跟文字啊都是妄。可是呢，它可以显知真，可以把真的显现出来。之前呢，我们不是时常讲嘛说无言之法，以言显说，因言而入啊，非即是言，有没有？一个都没印象的这个都是很好的那个内容所在，一定要用一点心呐，要用一点心把它认识。我们才会修了，所以啊，这个我们老师也讲，说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无以达，
言呐，你讲出来没有很清楚的话，这个道无为明，这道边呢明白无法度啊，是不是这样？道本无言，道本就没有语言呐。可是呢，一定要讲要让我们一直那个朝那个方向目标一直前进到达以后我们把语言文字都抛开所以言妄显之真。那么妄真同二妄显之真的真也是妄这个就很高了我们说按就对按就对结果嘛不对啦。所以这个修持的这个构成各位也可以这个拿捏用方便法门假如说有一些刚进入那个起心法刚好了解他假如说问你说这样对吗？你不能一下子全部给他否定全部否定了就泼冷水，他那个修持的那个动力全部消失了，就不想修了这么困难不修了。所以你给他讲说对，这样就对，你努力走，继续走，让他呢熟悉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会知道你不对，这样不对了他就会在往上就前进，这样呢就会真正的达到目标了所以不要泼冷水。假如说我们正在高兴头上做得有心人家说你这样全部错会花起有没有要想再提起来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要说不对，不要讲这样用方便法门说对，这样就对，了解吗？虽然不是正确，可是那个就是引导，循循善诱了。循循善诱就有一点拐骗的意思我们不是拐骗他去做坏事，而是拐骗他要成仙成佛所以要用方便法门那么由非真非真，那个真不非啦，这样了解吗？真都不对，何况是假？就是说，努力的人都不一定成功，何况你不努力，更没有成功的机会。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这样。那个真不是真可是你没有这样讲的话永远也没有机会了解所以要借着这一些不真的来讲。那么允和见所见，真都是真的，那你的见解那更差得远那为什么执着在你的所见里面呢就更对了所以意思都把它整个呈现出来。那么中间无实性自顾漏交就是这一些我们凡尘的这一些现象这个中间都没有实现我们的实现就是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才叫实现。可是我们在凡人生活之中所面对的六根六尘六识全部都没有，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都一般认为都是真的六根六尘六识都是真的不认为我先看到我先听到这个要跟人试嘛拢钱要吃起来啦拢不甘愿输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真正的一走入真理了以后，就不会跟人家争论已经知道说这个程度差的蛮远的时候那就变默止以容对不对？你默了以后就能够容纳
它对了，它不对了，你都容纳，容纳了以后，慢慢再加以开导，这样呢就不会让它消失了这个动力。结同手因呐，这个我们打结跟要解开呀，那个因呐都是相同，因呐要打结的，就是因为迷昧；要解开啊，就因为领悟，所以啊，领悟啊跟迷昧啊，都是在我们的心啊，所以同手因啊是一样的，迷昧了，就是打结了，领悟了就是解开了，迷昧了六道轮回。领悟了就已经安乐解脱，所以都一样的因，同手因，圣环呢无二路，圣环都是相同的一条道路，所以圣人是常觉不迷，我们众生呢是常迷不觉，我们有没有常迷不觉？有没有？不承认啦，我哪有？我都拢嘛无迷啊，一定不承认自己迷啊，所以要了解说，要领悟啊，也不容易的，自己要用心，只要肯用心呢，都可以这个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汝观交中性空有二际。就是呢，我们来关照，那个焦那个焦炉啊，那个焦炉它中间的线，就是根尘相，这个相成立、相依赖，那个好像焦炉嘛。我们看那个焦中线，那个根尘互相之间的那个焦。它里面的那个线，汝观交中性空有二际会，不管是空还是有，两个都不对。早已空不对，早已有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或者都在想，之前要考那个驾驶执照。现在没有，以前有啦，就是他有手拿一支那个铁棒，它两边它都有吸铁，你拿个铁棒就是从中间这样一直往前，然后你又能够收回来，就是表示你的稳定性可以掌握方向盘。可是，假如说我们那个稳定不够你拿那一抓的它就会被那个吸铁吸走了，然后你用力把它拉出来，对不对？结果这边一拉出来，糟糕了，被这边又吸走了，就是很难说你拉出来不被这边吸走了，就两边你都会被他们吸走。那个考试官说，你下次再来。就是你稳定性不够了，不能掌握方向盘。后来我听他们讲说，现在没有这个科目，现在人跟他手皮抓去换换紧以前不行以前比较严格所以那一个都有那个不能被两边吸走，所以我就想。一边是有，一边是空，要伫个中道，你都要真笃定，真有法度来掌握自己才不会被两边吸走。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一样，不着有，不着空。之前我们都说要体会这个不可思议就讲说不着有，
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请物状态，就不能思议，就没办法讲的啦。不能思，不能议论，就是那个样子。迷悔啊，即无明，迷昧的悔啊，就是晦暗，悔啊，就是暗明蒙，迷悔即无明，然后花明啊，变解脱。你把这个迷跟那个暗啊，这个去掉，变明了啊，这样就解脱了。所以花明啊，变解脱。结啊，因触地，我们要打开那个结啊，就是要次第，六结啊，一往，六个结打开，那个一消失了，根选择圆通，就是我们六根里面啊，选择啊圆通根来修，入流啊，成正觉。我们出流呢，就远程啊，跟完成攀缘；入流啊，就照性，照见了自己的本性。所以入流它就可以成正觉。所以我们在凡尘的生活啊，都是出流、远程啊，跟完成攀缘。所以有没有入流照性？要先知道嘛，出流就远程跟完成攀缘，入流啊就照性，照见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入流呢就叫回光返照，这样会吗？要回光返照。托那为系事啊，这个托那为系事就是我们的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就是托那为系事，它就是始于我们第八识里面的那个微细的地方那习气呀曾倒流我们的那个习气，就是修道人为太久，养成了那个习惯性，那个习气呀，就好像那个瀑布的流水啦，动都动不了。所以了解说我们在修道人为太久啊，要修道就不太容易，一定呢要有恒心毅力。真非真啊，空迷。要说呢，这个托那为系事是真呢，它不对。说非真呢，因为要依赖它来修啊。你说它不真的话，又不行；你说它真又不。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就是有时候就是会选择啦，我常不言，是这样没有说这一种就是很微细的我都不时常说了，所以也明白释迦牟尼佛明白告诫那一些菩萨说对心境的这一些修持修道者不要讲太深的佛理。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不懂会诽谤诽谤以后那个罪过很大，所以佛希望说听懂了再说，不懂了就不要讲所以佛就讲真非真空迷，我常不开眼。说真不对了，说非真又不对了。这都就歹讲，所以都无时常讲，不时常讲，就是要遇到有那个根器上等根器这个师资敏合了以后才讲才会把那个说出来。自心呢，起自心这个倒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在用的就是我们的真心今嘛咱在咱的真心内底，固定要找真心这样怎么样？叫自心起自心，已经是了。像那个张守悟道记我们不是有讲一句嘛
这个趋向真如啊，亦是邪，有没有？你在真如之中啊，你还要趋向真如，那不是邪的吗？要断我们的烦恼啊，一除烦恼，从生变，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张卓悟道记啊？我们要除掉烦恼，我们是不是还要生个念头来除掉烦恼的念头？是不是又增加一重的障碍？烦恼本来就是佛性本体啦，那我们要生一个念头来除掉这个烦恼，是不是增加障碍？所以只要当承担就对了，了解意思吗？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时常都在用我们的真心，不是用生昧心啊，是用真心。可是我们用真心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就真心。一听到更高的佛理的话啊，那我就进来扯。这个叫做自心起自心，了解吗？在日常生活，时时刻刻啊，日用而不知，已经都是了，可是呢不知道呢，又要去找，结果就变成了自心啊起自心，然后非幻，本来它不是幻，就成幻了，那是真啊，结果我们把它认为不是，要再找了嘛，是不是已经不是，它就变成幻嘛？了解意思吗？不取呀，无为犯。只要我们呢不再取我们的自心，不再去找心啦，都不要，当下都是了，当下承担，不取呀，就无非犯，没有非啦，没有幻，都已经是真了，非幻呢尚不真，这个非幻都没啊，它没有，那就没有。幻法允何立？那幻法怎么样成立？没有了，全部都没有。是名妙莲法，这样呢，就是妙莲法，莲花宝座了，我们都可以做莲花了，成就了。金刚王宝觉呀，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是金王。我们那个觉呀，觉性。不落入生灭的觉性啊，就是宝觉，所以金王宝觉呀，如幻三摩体，三摩体呀就是正定。那为什么要加两个如幻？因为怕我们住了，我们很容易住相加两个如幻虽然正定很殊胜，可是加两个如幻爱的拢给你就会住相。所以这个佛讲经的他的那个奥妙因为我们追求正定，真正的正定现前的时候我们一定住在正定里面这样的话离最理想的那个状态就还差一截。就像我们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没有？百尺竿头我们就是能够依赖的一个最微细的地方，说到很高了更一步各位姐姐什么状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什么状态？我们都百尺竿头俩条条了，不敢画，因为更进一步我们都会想下戏对不对？结果你假如说那个更进一步你不再依赖那个百尺竿头那一点，不依赖那叫更进一步，就是晃，把那个纸微细的纸全部晃了，一晃了以后刹那就见全身了，刹那之间你的那个全部的法身都呈现，
就已经成就了啦，了解吗？写好死就对了。啊，你若唔敢写死就袂成啊。哦，要练不伤学啦，我拢讲互你听较紧，放掉就好啊，不要依赖。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那个如幻啊，哦，三摩体，哦，正殿，非常殊胜的正殿。啊，你不要哦，你住在很殊胜的正殿，好啊，那个叫百尺竿头。哦啊，如幻叫做更进一步，这样了解吗？哎，肯不肯放掉啊？哎。拢会惊吓死吼。弹指呢，超无血。这个弹指啊，就是很短的时间呐。各位浅显会不会弹指啊？好，这样的，很短的时间弹指就超无血，超过你看无血不是有血哦，它是无血因为无血啊，我们就是了解说。无法可学，那已经是阿罗汉了。可是阿罗汉啊，假如说他还有这个形象，他还会有那个执啊，会有固执在，所以虽然是无学，还不是顶高了。啊，这边它是超过无学，所以啊，最起码都是菩萨。虽然说无学啊，是阿罗汉以上，可是他这边超无学，就已经就是菩萨了，所以弹指很快时间就已经超过那个无学。此呢，阿毗达摩这个十方呢不切法一路的涅槃人那个这个。婆切梵跟那个阿毗达摩，这个后面呢我们都有那个这个解说阿毗达摩呢就是无比法最殊胜的那个佛法婆切梵呢就是佛的那个名称。真性啊是根尘之本源那个真性啊就是我们呢六根啊。六尘的本源，根尘啊是真性啊，随缘所成之境随缘，我们的真性呢有这个不变之体，有随缘之用它是随缘所成之境无自体呀故名空，它没有的自体，所以叫空。那从衍生故如幻。真性能生根尘，根尘不能够生真性，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真性可以生根六尘，可是跟六尘不会生出佛性。大种性常无起昧，这个大种是随有风土随有风土它都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称为大种。大种呢性常故无起昧它没有起昧，所以风土呢在空中呢它没有起昧。那么真本无真，因妄而显真本来就没有真假，它没有名相，没有名也没有相。那么因为妄然后才显示真没有妄就没有真所以因为有妄才显这个真。那么妄呢本不真，真亦是妄故曰妄真同二妄，真与妄全部都是假的都不真因为那个真是妄相对而建立的不是真的真。那么真与非真且非啦全不对，何况呢能见所见这个互相对待而起来的相对待而昧
哦，相待而起啊，相待而昧，互相对待哦，有起昧。由尘哦六尘上呢哦立枝，就是立我们六根的枝哦，是为结怕感哦。以尘相上呢不立枝啊哦，即名觉觉开了哦，那个哦觉啊感用套鬼啊，那么觉于结啊怕感到套鬼哦，皆晕以尘相哦凡尘的景象，结者呢成凡。哦，怕感得众生哦，套鬼得性灵，若花明啊，相见哦，虚妄哦，这个相哎就是六尘哦，六尘相见啊就是六根性哦，虚妄都是假的，立之见啊哦，则无明之福啊变成解脱哦，那个无明哦束缚绑住了。哦，就解脱了。那么解结哦，就是除掉我们的那个见哦，所以我们那个知见重要哦。那个我们在凡尘所立的知见都不正确，所以把它都去掉。先除掉呢凡夫的知见哦，后呢再除掉二圣，就是那个四谛。哦，那个声闻，然后再呢那个必之佛是因缘哦，那个二圣哦的知见哦，是为有次因六收一，无六呢哦一义哦这个不可收哦，入流即王所知，就是回光返照。所有的枝都消失了，一根呢还原，六根就全部都解脱了。脱纳哦为是所谓哦，就是呢脱纳为系事。那么七事哦执八事的见分为我，八事的相分为我所，我就是主观，然后我所就是客观。哦，然后我就是身体的本身，我所呢就是我处的环境，哦，那么七事以种性为首，哦，所见之境，六事以相及万事万理为首缘见，哦，万事万理可以成，是为初显示。哦，要出显现的我们认识种性哦，不可指成，故曰为细事，很微细的哦那个种性，所有风土的本体。六佛说六事呢波浪，七事哦如瀑布的流水，哦八事就好像大海，哦波浪很容易看到，哦。这个瀑布的流水很难知哦，故曰为细事。对六事之妄心名为真心；对八事之心又非真心。所以我们了解一样这个八事它有妄心的称呼，真心的称呼。那么梵语恐怕呢梵语不了解。佛呢不常说不开演这个上乘佛法。自心呢起自心，即从真知见上呢立妄之见妄知妄见，以妄之立那个妄知妄见已经建立，必有所知之处就所知的地方所在。那么所知的那个地方所在其真性随缘成根尘就是我们佛性的随缘作用，故曰呢非幻成幻法。非幻呢即真性，幻法就是根尘。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的这些根尘都是幻法那非幻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
色肉自心啊，不生取着，即不立知，不立见，则真性啊，且不可说，都没有语言，故曰呢，无非犯，它没有这个漏入啊，语言文字形象。非犯之真性啊，尚且无，从真性啊升起之犯法，因何而能成立？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高的一个境界了。那么观此呢，而知万法之观要啊，在取与不取。取呀，就是凡夫；不取呀，就是知佛。成道者。佛法呢，自简啊，自辩，很简单，很容易，佛法之简便之如此，谁为佛法深奥？难之难行哉！讲一切不是轻。临法就是花呢跟果同时，若人一念必知不立见，不取相，当下呢即同知佛，跟知佛是一样。金刚王宝觉即坚固觉，坚固的觉体，永远都不会坏。那么如幻德众生本来是佛，无法可修，无法可证，今修三摩地乃从无中生有，故名如幻。如幻的两个字虚到觉悟以后，如梦痴觉，好像已经醒过来了，觉悟在做梦。使之所修之三摩，就是正定，乃幻梦，就好像在做梦一样。众生心之所不定开不知思，相是幻。那么心呢，常留意相。心就常常呢住在形象上。若视得相是幻，假如说认识知道所有的相都是幻，那心呢就不留意，心不外放了，则无时无次不成妙定，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妙定之中。入如是定者，止息弹指之间，能超到呢无学之位，超过了无学之究竟更无所学，已经没有法可以学了。阿毗达摩我们中文呢叫无比法，为此转六根呢之法最胜。破切法呢就是佛的别名，就是佛的名称。十方之佛入涅盘者，皆从背尘和觉而入。所以我们也一样，把凡尘放到背后，把觉性掏出来，跟觉性相合，背尘和觉，只要这4个字我们就可以成就。那么舍此更无他路，把这个去掉，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那还剩下呢20分钟给各位提问。我们今天讲的会不会太深不会讲得很详细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又有一本更详细可以看。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呈现。那民国85年写的是这样，歪横的这个学姐要拿给各位看，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呢都希望说下个礼拜可以拿就可以看每一句每一句都有解说，因为或许在写这一本的时候都把它看成白话了，所以就不注意了。那一本
写的时间真的比较久，2、3年，这一本才写，几个月就完成了，可是几个月都要命。有要问的吗？好，请说。各位学生好，各位先生，先生好，先生好，就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课本里面有说非妄之真性善解人，从真心升起之法云何能成立？这句话我不太清楚，想请问刘讲师讲解一下。这个非幻成幻法这边嘛，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假如说呢，不要自心起自心的话，那就没有幻法了。因为我们自心要起自心，那个非幻本来是真的，非幻就是我们真性，它就变成幻法，真性就变成真就变成假了，这样了解吗？懂不懂？我们已经在运用的时候就是已经真心了，只要不落入心意识那个都叫真心。那个时候不要再另外再找，我们另外要在这个时候要来找自己的心用真心的时候要来找自己的心，那个叫自心起自心，这样了解吗？本来就是已经是了，你还要再找，那就已经是就变成非了。非幻就是讲真性，它就成幻法，真性就变成幻法，真就变成假了。安尼啦，不简单吗？很简单还有吗？这个有疑要必问，疑就是解啦，就是讲。问的就透开刘老师这边有情形，请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九学是往下几代，没有结婚会有九学吗？什么首贤？九学是九学。是九贤。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的那个轮回真的是太久，也太广。有时候我们这个前一代是当这个长辈，可是在这一代呢就变成晚辈了。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前代就是当这个这个比较呢这个富有的这个家庭，可是呢这一代来以后变成很这个贫穷。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6道轮回的那种角色互换是不固定的，看我们怎么样造业，然后怎么样跟众生结缘。像说我们有时候这个还没有进口之前有那个呼吸，那个杀动物那我们要了解那一些也是有时候是我们的亲属就是我们这个亲戚关系，然后因为做的不好，就变成那个畜生道。那畜生道以后我们把它杀来吃，不知道是吃到自己的眷属的肉了。所以要了解说没有结婚的话，怎么会有这个九贤？怎么会有后代？各位先生，有没有后代？没有看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你住相的眼光来看都爱结婚，都爱生囝生孙安尼才好做咱的族系的亲属。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用真理来看待，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对那个值得尊敬的我们就会好像说，他有教我们会不会尊敬这个老师就好像父亲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自己称啊，这个香一拿起来，某某这个弟子啊，有没有？弟跟子就是是不是晚辈了？说当弟弟或是当祖孙，是不是已经晚辈了？你都没有结婚，你坐在那个供桌上，你那个弟子是不是很多很多？多不多？只要你值得人家朝拜，你的弟子啊多不多？非常多，所以不能用那个现实的相来看。你用形象来看，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生孩子，那个相啊。可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我们很粗的因果显现的。那到我们进入比较微细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不觉。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那个变化无常，它也都很多的我们长辈，很多的我们晚辈都在虚空之间。所以不用怕说我没有结婚，怎么会有九贤？有啦。妻子也有，还不止妻子。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四象之意义，就是三星四象的意义，跟三星有什么关联？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三星四象三星我们都知道了过去啊、未来、现在三星，然后四象是我们在凡尘的那个能守，四象就是能守，很微细的我们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是文字啊。可是呢，我们用比喻啊，更容易了解。说我眼睛能看，是不是我相？一定有手看，对不对？手看那个就叫人相。然后我们手看不是只有看一个点，是看很多面，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能看手看，能守就是四相，就是很微细的分别心啦，这样了解吗？然后能听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那手听的声音啊，非常多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寿者相。所以啊，只要肉能守，都是四相。我们要挥三心少四相，这样会了吗？会不会？只有讲两个我们要把它延伸啊。能闻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闻。你所闻的又不是只有一个香臭，很多味道那个叫众生相。你连续不断的闻受相。你看能做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做。你所做不是一件事啊，很多事，这个叫众相。你连续做叫受者相。你有看目无？所以微细的分别啊，肉入能熟都叫四相。那我们要三心不要，少四相不要，这样了解了吗？不要有能守，全部啊都是不生不灭啊，活现本体。这样了解了吗？要问才会知道了，你不问哪会知道？还10分钟，好，请说。李讲师这边有个问题，可是在这个问题之前，我刚刚这个问题，是在现在华贵老师有讲，我们这辈子没有结婚没有生肖，可是我们前辈子我们可能
的后代。那这些后代，如果我们这边好好修持，是不是我们这些后代也可以彰到？所以九泉这个问题是有的。对，比如说我们前辈子可能也有几位的后代，那跟我们都有一些关系。那现在要问刘讲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大陆到现在都修弘扬法，就是净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都有大愿力，都可以到阿弥陀佛的世界里面去，甚至过往的时候都念阿弥陀佛经这样。那我们用怎么样的方法能够给他们示意，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法，还有弥勒净土法，所以用什么方式跟他们解释？会，我们不是说去比较，而是说现在弥勒应运了，用怎样的方式让他更了解弥勒净土法？好，很重要。因为老师来讲的话，比较说让大家能够这个实质的这个相信啊。所以说，我们这一生没结婚前世可能有啊，也是在形象方面。那我们要了解说，六道轮回太久了，已经都一定无量了，无量无边的祖先，无量无边的那个祖生都有了，一定都有。那我们要了解说念佛法门，各位浅显要了解到。因为我们在都还没有什么法之前，还不了解性理心法，那个时候啊，假如说有一个让我们能够身心大定，大概呢，一般的话就会请人念佛啦，因为念佛最不会出问题，它是最平和的一件事，所以心啊有所这个依赖。他就笃定了，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也不用去想改变他什么，去要他做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智慧够了，不然我们就不用，不用多事了，我们一直要他过来，那倒也是不用，不过倒是可以有一个就是念佛法门的一个最高。就是呢，十法界一念，一念啊，十法界，10个法界啊，10法界知道吗？讲讲看。对，就是4圣呢跟6大，就是10法界。那10法界在我们一念之中，我们一念啊就具备10法界。所以你念这一个念就是念10个法界里面的知佛，10法界里面的知佛就是你的一念，一念10法界10法界一念，这个就是最高的念佛法门啊。那我们有时候会讲说要念自心佛，不要念外佛，外佛毕竟你心外放啊。你念自心佛的话，是吧？心往内收，那已经呢就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修就希望达到究竟啊。那十界一念，一念界这个就已经究竟，没有再超越的啦。所以又是最迅速、最快。你要念佛，这是最快的。你说他有什么愿力，我要依赖他，那毕竟那个都是有限的。那我们自己发挥力道才是无尽。这样对吗？还有吗？还要问吗？还有5分钟。还有一个问题，前贤常强调要积极行功立德，度人行功，才能成仙做佛，该如何解读？这个应该都正确的，因为现在上天大海普渡啊，很不容易啊，遇到。那遇到的一方面我们现在努力的学习，一方面呢就是度化众生，赶快亲朋好友认识的觉得他可以的，赶快引进佛门，
然后我们度他呢，就是要了解到，不能说只有光带了求道就算度人了。哦，你度人要送佛送到西天了哦，就是要度他成道。你度了以后要呢就是成全他成道。那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有把握，我可以成道。时间早晚。那我度人的话，我也要让他走这个道路，他的内心产生自信，自己的成佛，那个才算了。那假如说我们只有说把人引来然后呢点完事一点了以后，就算已经度人了，就不管他了。你自己都迷迷糊糊的，那你度的人他要去哪里啊？然后他以后会埋怨我被带要给他带倒。地下若要去，你来去就好诶，唔能有一大堆的人。还有吗？还有2分钟。还有没有要问的？机会难得或者都一直讲。之前或者不是研究非常长的时间嘛，找不到人问了。有问题找不到人问，所以要问都很远，真的找到很远去问，也得不到答案，答案我都忘记呀。现在好，蛮花心说好，以后虽然还没有成佛了，可是我大概从一路走过来，大概可以回答我们修道方面的问题。结果没人要问。真的问了以后，或许才会讲比较宽广。你不问的话不会无缘无故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因所以有时候像那个佛菩萨，他们都知道真理为什么要问佛？他就是要故意问佛，让佛来讲，说他讲的话效果不一定好，可是佛讲话效果就好他故意就问。自己知道故意问。像我们看这个阿难，他也有的知道那为什么故意问？就是要留下来，让我们末法众生能够看到，能够看到，能够听到，就可以学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主、各位前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手上都有一本的心得那个楞严经因为3个礼拜讲才拿去印，所以可能还印不齐那可以2个人看一本。会在后续会再拿过来，会印好再拿过来。这一本是85年，民国85年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写，时间比较长，大概有2、3年的时间，不像我们看的那一本它才几个月就写好了因为解说比较少，那这一本解说比较多。那因为或许有发现说里面的解说虽然或许说白话，可是一般都看起来说是文言文不是白话所以变成解说的内容还要解说了或者那个时候在想说那这就干脆又重写一本所以才有后来这一本里面就解说比较少。那我们这一本里面的解说各位就可以看有没有比较多，比较多因为每句都会有解说。我们要了解说重点就是在完全要领悟了就是要全部能够领悟那个才是重要那解说的是帮助我们领悟了那我们这个讲到123页。
123。找到了没？找到了哈。因为或许当时啊，在写这一本的时候啊，并不是说从头开始啊，一张写下来，或许是从第50页写，所以啊，各位就可以看到那个50页之前都有加一个字叫钱，50了以后啊就没有，但在50之前都有一个钱。有没有？那个就是用补写的啦。开始啊是从50开始写，然后啊后面一直写说没有前面，然后就开始往前面补，一直补到整本都整个完整272了，有272页。可是那个楞严咒也没有写进去呀，给那个写下来就会更长的因为一般咒都没有解说了。那或许今天有带那个楞严咒的解说，可是就是要看各位要不要，要的话才给各位啦，不要的话就不要印。有带那个楞严咒的那个详细解说。那因为我在诵咒最主要是虔诚，不在于了解里面的内容啦，因为我们了解内容会心那个诵的时候就没有专一，没有专一虔诚的心就出不来，没有虔诚的心，那个咒没有功效。因为写这个咒的时候，是因为北部有这个对咒非常的怀疑，说那个功效他会觉得说一点也没有。那为了要使他能够从内心产生对咒的信心，所以才写楞严咒那个详细解说，里面呢那个含义都非常的多，所以写下来以后或者说你看了就是不要记，知道了就好。